赵民娘，待会儿进了村儿就你背着女娃，不然被人瞧见了怕是不好。哎，好。九月在摇摇晃晃的动作中醒来，头疼欲裂，浑身又酸又疼，让他有些难以忍受。还未来得及看清周围的环境，九月就被放了下来，转而换到了一个略显单薄的背上。思索间，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九月猛地颤了一下，恍惚间让九月以为自己来到了古代。身为22世纪暗月组织的第一杀手，九月杀人不问缘由，全凭价格和本心。不知背他的女人是何人，竟敢将他劫走，心头杀念四起。垂在女人胸前的两臂缓缓地移到脖颈处，只要稍稍用力，那唤招绵娘的女人立刻就会身首异处。哎呀，这天可怜见的，看着满身的血，也不知道是怎么从悬崖上掉下来的。男人跟在招绵娘的身后长吁短叹，家里日子不好过，但刚刚看着九月的时候，他还有呼吸，到底是一条命，男人没法袖手旁观。这不，两口子就这么将九月给捡了回来。九月有些奇怪，他明明正在执行刺杀任务，但刺杀目标引爆炸弹，玉石俱焚，九月被炸了个七荤八素，只记得自己昏迷前从悬崖上掉了下来。九月也不得不说自己命真大呀，但这救了他的人到底是谁？他们有什么目的？九月暂时不得而知。微眯着眼睛，快速地判断所处的环境和逃走的路线，直到两口子将九月带进了一个黄泥围起来的院墙。这都22世纪了，怎么还有这么落后的地方？连水泥房子都盖不起，这是什么深山老林？那我要怎么才能回去啊？呼吸间，九月感觉自己被放了下来。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成本啊？季大海，你又捡什么东西回来了？娘，我没捡东西，我就是看到了一个小姑娘受了伤，晕倒在云山底下，不能见死不救，不是吗？且开，小姑娘，狗屁的小姑娘，咱家有那条件吗？你就捡人回来，你上一边去！老女人骂骂咧咧的，一把将招绵娘给扯开，手在九月的身上摸索。要不是自己这会儿气息不稳，九月觉得自己高低要给这人一巴掌。出任务身上是不会带东西的，老女人摸不到东西，撇撇嘴，站起身就要让季大海把九月给丢出去。待看清九月被擦干净的脸，还有那有进气儿没出气儿的样子，这眼珠子咕噜噜的转了2圈。哎呀，易清是不是还没醒？没呢。哎呀，我可怜的易清啊！你怎么那么惨呢？连毁了不说，人还醒不过来呀！娘，没事的，大夫说了会醒的。哎呀，那老陈头子一个半吊子，他说的话能信吗？那您的意思是？冲洗，必须冲洗。这女娃受了那么重的伤还能够活着，想来是个命硬的。就用她呀，给易清冲洗，正好也不用我们多花钱了。哎呦，使不得啊娘，这怎么使得呢？这姑娘还没醒，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好给人成婚呢？不行的。管她叫什么，家在哪里呢？既然被你们捡到了，那就得做我季家的媳妇儿。九月心里简直不能用震撼来形容了。啥玩意儿？怎么就要嫁人了？这是？她才19岁，想她堂堂暗月第一杀手，要沦为给人冲洗的小媳妇了？但周边未知的环境让九月明白，此刻不是冲动的时候，必须搞清楚自己的处境，才好寻脱身之法。爹，使不得呀！易清他还……什么时候易清的婚事轮得到你做主了？这事儿我拍板决定了。大虎啊，你拿20文钱上府衙去办婚书去，顺便找你那什么狐朋狗友，给这个野丫头的户籍上到咱们家。娘，不说没名字吗？哎呀，既然是9月份捡到的，就叫9月好了。哎，好嘞。老女人心里乐成了一朵花，为自己心里的小算盘乐得不能自已。她娘家侄女一直喜欢季易清，但她那娘家侄女啊是又丑又胖又懒，实在不是什么良配。那野丫头一看就命不久矣，只要她一死，季易清就成了官夫。到那个时候啊，季易清一个官夫还毁了脸的，娶了她娘家侄女一个黄花大闺女，是那季易清高攀了好吗？到时候这季大海、季易清还有那断了腿的季昭眠，全部都被他拿捏在手里，谁也别想逃。九月脑瓜子嗡嗡的，昭绵娘一边给九月擦身子，一边说对不起。对不起有用，让警察干什么事啊？再说不用对不起，我晚上就和你们撒由那拉了。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地儿，身份证竟然这么好办。九月现在都开始怀疑，这地儿还是在华夏吗？别到什么爪哇国一类鸡不生蛋鸟不拉屎的地方了，他回去可就难了些。说话间，一个高壮的男人背了个人进来。他咱说你这是……娘说了，既然成了婚，
可不就得住一起吗？苏若呜呜地哭了2声。2个孩子没出事的时候，对上胡春花都是季昭眠和季义清在前方冲锋陷阵，这兄弟俩一起出事儿，苏若向来听话惯了，早就六神无主了。入夜，万籁俱寂，9月睁开了眼睛，在硬邦邦的床上躺了一天，他整个人都躺僵了不说，还越躺越痛，实在是这块板太硬了。翻身直接从床上爬了起来，借着还没有全黑的自然光，9月这才有闲心打量了一下这间屋子。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简直比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身处战争的地方还要落后。床头的柜子上摆着纸张，9月拿上来一看，哇，这些字儿啊，他竟然认识，都是繁体的。婚书，结两性之好。9月的心里闪过一丝异样，然后猛地甩了甩脑袋，觉得这么离奇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随手把婚书放在柜子上，也不太在意。然后开始打量睡在床上的男人，映入眼帘的就是男人左边脸上的伤口，几乎贯穿了整个左脸，但除却疤痕，男人的五官极为平整，剑眉星目，眼窝深邃，鼻梁高挺，看得出来是个长相十分优秀的男人。哪怕是躺着，也看得出来这人丰腰宽肩长腿，一身的腱子肉。这身材，这身高，要是以模特出道，那妥妥的大事啊！9月懒得在这个地儿浪费时间，他想念他柔软的大床，想念他几百平的豪华卧室。天彻底的黑了下来，9月推开窗户，翻身直接跨了出去，落地无声无息，瞬间就消失在了暗夜里。睡在床上的季义清猛地睁开了眼睛，在9月醒过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脑海里回想起昏迷前的场景，眸底一片悲凉。本来明年就要参加乡试，为了挣点盘缠，他和季昭眠上山想要打点猎物好换钱，谁知道遇上了狼群。季昭眠为了保护他，从山崖上掉了下去，而他一个不慎被石头划破了左脸。其实白天他就醒过来了，但是迷迷糊糊的，连睁开眼睛都困难，却还是听见了季昭眠的双腿废了。而胡春花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竟然将一个陌生的姑娘嫁于他。现在那姑娘跑了也好，跑了他就不是官夫，他也可以借着要寻妻子的由头不娶亲。想要他娶胡春花那又丑又懒又胖的侄女儿，简直是做梦。9月脚步轻盈地漫步在乡间小路上，没有路灯，只能借着月光看地上的痕迹，越看9月越犯嘀咕。虽然知道这里落后，但不至于没有自行车、摩托车这类落后的交通工具吧。但现在瞧着地上的痕迹，别说自行车和摩托车了，全是驴子和骡子马车的痕迹，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脚印。苍了个天呐，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啊？其实9月早就觉出来了不对劲儿了，只是觉得太离谱了，所以大脑自动的将它作废，不相信罢了。堪堪走了3个小时，走的9月都要放弃了，终于看到了前方高高的城墙。9月张了嘴巴，觉得离奇。但走在城墙根底下，看到城门旁边的告示，再看告示下明明白白的晋元41年。9月终于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他穿越了，穿越到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朝代的古代，还是身穿。在城墙根底下蹲了1个多小时，9月终于妥协了。他，全球顶级杀手组织暗月第一杀手9月，身穿了。回想起自己关于各个朝代的知识，9月在进山当流氓黑户和回季家当冲喜娘子中，果断地选择了回季家。没办法，谁让他们运气好，选了他回家呢？百因必有果，他们的报应就是我。9月丝毫没有愧疚感地叼着根野草，又开始走回季家。季义清正在屋里稀稀疏疏地翻找他这些年存下的银两，刚找到2两银子，窗户那儿发出了很微小的声音。季义清愣了一下，动作快且轻的直接翻身爬到了床上。9月强悍的身体让他来回6个小时也没有丝毫的疲乏。咚的一声，直接把自己摔到了床板上，莫名的有种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的错觉。季义清心跳的砰砰砰的，动都不敢动一下，迷迷糊糊的又睡了过去。毕竟是摔到了头，也没有那么快好。一大清早的，季大海和苏若给季义清和9月灌了点米汤，就连忙出门干活去了。他俩就是这季家的老黄牛。9月本来想干脆起身的，想了想，还是再懒一天吧。他还是需要好好消化消化他身穿这个离谱的事实。天光大亮，9月坐起来，好好的看了看他的便宜老公，顺便伸手摸了摸。不得不感慨一下这人的身材啊，就是在乡下，这妥妥那种糙汉子男主文中的男主啊。不对，这人屋里有书，有长衫，好像是个书生。要命了，谁家书生1米9几，一身腱子肉啊？不都是什么翩翩公子、温润如玉的小公子吗？瞧瞧这大体格子，
还有这脸，这种放到22世纪的娱乐圈绝对是顶流级别的。这体态这么匀称，每块肌肉的位置都十分完美，而且好看。抬手直接给季逸清把脉，倒不是医治这个人，主要是要确认她的便宜老公有没有点不为人知的秘密。9月是医毒双修的第一杀手，指腹下有力的脉搏，昭示着这季逸清不仅仅是看起来健壮有力，身体还挺不错的，脸上的伤口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有点心火旺盛，不知道气个什么。能睡，只要这人没有同别人乱来过，那就可以睡。至于脸嘛，虽然有伤，但关起灯来不都一个样吗？更何况这个鬼地方还没有灯。3两下，9月就把自己和这便宜老公给规划好了。检查完了，9月又躺了回去，刚闭上眼睛，头顶上的窗户口就传来了声音：“真的50两？”啊，是小六子说呀，那是王家少爷，也就是这2天的事儿，没成婚。那王家的意思是说给他寻个姻亲。哎呀，想不到还有这等造化呀！这捡回来一个小丫头还能两用呢。这死了呀，能让季逸清的贱种成官夫，转手卖出去还能再挣50两。我说娘，那到时候给你10两。季大胡立刻把手里的20两定金给交了出来，胡春花慷慨地递了10两过去。哎呀，别再喂那丫头东西吃了，早死早超生，省得还浪费米汤。屋内的9月直接被气乐了。短短1天，她从冲喜娘子又变成了殷勤娘子，身份多变，简直是百变9月了。季大江从院子外走进来，一眼看到自家娘和二哥，没说什么，转身直接走进了9月和季逸清的屋子。胡春花吓了一跳：“哎，老三，你干嘛去？”季大江回头阴森森地看了一眼胡春花，季大胡扯了一把胡春花，母子俩都知道季大江那点子阴私，屁本事没有，但爱美色。那你快点啊，别你大哥回来了看到了。哎呀，看到了又如何？屋内安静了下来，9月甚至听到了吸口水的声音，正在想又搞什么幺蛾子，就感觉自己的手被人摸了一把。他大爷的，他死了，他只能死了。季逸清也没有想到季大江如此的急色，且不顾纲常伦理，猛地睁开眼睛准备给季大江颜色看看，就听到耳边传来砰的一声，只见到季大江撞到了墙上，然后像坨烂泥一样滑到了地上。季大江在地上蠕动了几下，可能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飞起来的。9月缓步走到季大江的面前，蹲在地上，居高临下的看着季大江：“哪只手碰的我？”“贱人，贱人，你竟敢打我！你他娘的找死！”“啊，2只手都碰了。”季大江还没有反应过来9月的话是什么意思，只听到咔嚓2声，手腕处传来撕心裂肺的痛，季大江嘴一张就要痛叫。9月伸手直接从裤腿里抽出了一根银针，猛地扎到了季大江的耳后。季大江张大了嘴巴，啊啊啊的，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来。嘘，我听不得猪叫。既然你不会合法的用你的工具，那我就只能合法的毁了它。说着，9月的眼睛缓缓地移到了季大江的身下。季大江惊悚地看着9月，只见9月站起来，脚尖只轻轻一捻，季逸清坐在床边，条件反射地夹紧了双腿。季大江痛得在地上蠕动蜷缩，头一歪，直接晕了过去。怎么就晕了？还没有玩够呢！敢用你的猪蹄碰，也不考虑后果。9月转过身，和季逸清对上眼，脚尖一勾，把床尾的长凳勾到了腿边，侧身坐到了凳子上。相公，古代是叫老公叫相公吧？还是官人？你有过旁的女人吗？或者有喜欢的女人吗？没有啊。没有同女子有过任何的来往。那挺好。你知道我们算是成婚了吧？季逸清点头。9月接着道：“既然我们算是成婚了，那你以后就不能有旁的女人，逛花楼也好，小妾外室也好，在我这儿都是不被允许的。一旦发现。”9月看了看躺在地上人事不省的季大江，隐晦地告诉季逸清他的底线。这是应该的。9月站起身，踢了踢脚边的季大江，啧了一声：“要不杀了，随便找个地方埋了算了。”季逸清猛地站起来，扫到9月眸底的杀意，连忙拖着季大江就往床底下塞。没事，我把它藏起来。虽然他也曾数次想要把季大江给杀了，但碍于孝道，还有他要读书做官，为这种人渣沾血，毁了自己的未来也不值得。季大江被塞到了床底下，9月顺眼了，觉得季逸清孺子可教也。现在还不是杀几家人的时候，大哥的腿只要能治，就还有入世的可能。读书人，名声最为重要。不然我和大哥也不会任由几家人蹦跶这么久。
院子外有些吵嚷，季青打开门走了出去。季大海和苏若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怒目而视的胡春花和季大湖。一清，你终于醒了！想不到你阿奶说的冲洗真有用，这下你们俩都醒过来了，真好，真好。苏若直接喜极而泣，再看到胡春花和季大湖，匆忙地跑到屋子里，左看右看，却什么都看不出来。季大海看着后娘和二弟在屋里找着什么，走上前去。娘，你找什么呢？胡春花到底是有些心虚，9月是季大海和苏若带回来的，再又想到他们还把9月又卖了，定金都拿到手了，这会儿要是撕破脸了，后面的事还不好说了。啊，没什么。说完又推了一把苏若，还不滚去做饭呢？你要饿死我吗？季青横了一眼胡春花，胡春花瑟缩了一下。哎，我马上就去。9月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胡春花和季大湖。既然他们不怕死，那我不送他们一程，倒是显得我不善解人意了。季青侧身挡住了胡春花和季大湖的视线。放心，只要有我在，他们不敢对你下手。9月歪了歪头，谁在乎呢？不过还是点了点头，算是成了她便宜老公的恩吧。9月缓缓朝着院外走去，季青看到9月走出去，想起9月人生地不熟的，想了想，连忙跟了过去。9月也没有到处走，只在院门口往外张望了一下。这里叫季家村，村民大都姓季，我爹叫季大海，我娘叫苏若，我们一共3兄妹。大哥叫季昭眠，今年21，我今年19，还有个小妹今年只有12，叫季有琴。你们兄妹3人的名字都出自一首诗。季青意外地看向9月，我醉欲眠亲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啊，当时我爹特意给我大哥寻的名字，那算命的就找了这么2句给我爹看。我爹这辈子呀，也就认识这诗上的几个字儿，后来有了我和我妹妹，也就从这诗里找的名字。9月了然地点点头，不然就以这个朝代的取名水平来看，季青大概率是叫季狗蛋儿，或者是气狗娃。大哥的腿受了伤，小妹在镇上的医馆照顾他，应该这1-2天就会回来了。9月哦了一声，没太在意。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我叫9月。啊，那倒是有缘了。季大海是季山和头一个妻子苏念生的，后来苏念生了季大海没多久就病死了，季山就娶了胡春花，胡春花又生了2个儿子，名叫季大湖和季大江。吃饭了。9月刚转过身，就看到各个屋子门缓缓地打开，一个接着一个的人走出来，跟套娃似的。9月不在意，跟在季青的后面走进了正屋，一屁股坐到了最大的8仙桌边。嘈杂的屋子瞬间安静了下来，众人神色各异地看着9月。能够上桌吃饭的只有季山、胡春花、季大湖、季大江和季大湖的妻子沈梅。当然，说是季大江和季大湖的儿子回家来，也是能够上桌的，其他人就没有上桌的资格了。我把饭菜给你端到房里去吃。哦，我们回房吧。9月正要站起来，看到季青手里的饭菜。我们就吃这个啊？季青点头，他看了看胡春花和季山碗里的饭。贱人就是贱人，不吃是吧？不吃可以滚呢。给你口吃的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怎么的呀？你还想吃我碗里的呀？你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贱种一个，说是从山崖底下捡的，谁知道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然后被人赶了出来了，穿的稀奇古怪的。只听砰的一声，胡春花伸出的手直接被用筷子钉在了桌上。满屋寂静，季青没想到9月这么彪悍。我这个人吧，最不喜欢别人用手指着我。季青本想要将9月拉开的，却见9月已经端着那大海碗往嘴里刨了口黄米饭，然后天爷，这吃的什么玩意儿，刺嗓子眼儿啊！9月被噎得直翻白眼儿，胡春花在那尖叫。季青端起他的碗，凑到9月的面前，直接喂了口米汤给9月。咽。9月咕咚咽了下去。胡春花还在尖叫，季大湖一看他娘被9月用一根筷子钉在了桌子上，怒不可遏的上前就要去揪9月来揍，抬手反手就是一巴掌。哎呀！巴掌没打下去，被9月卡住食指和大拇指，手掌直接翻向屋顶。只听咚的一声，季大湖整个人飞到了墙边。9月缓步走到季大湖的面前，单手直接把季大湖卡着脖子从地上拎了起来。我最讨厌别人要扇我巴掌了。说着手上用力，季大湖连声音都发不出来。9月，干嘛？不可以。9月啧了一声，又想起了这不是22世纪，他杀了人，没人给他善后。手上一松，季大湖跌跪在地上，咳得撕心裂肺。季大海和苏若张着嘴巴目瞪口呆，老天爷呀，他们捡了个什么人回来呀？看了看桌上的东西，9月没了吃的欲望。虽然他不是没有吃过粗糙的食物，但那总有个头啊。要是让他后半辈子都吃这些，9月觉得自己宁愿死去。季青拉着9月的袖子往屋子里去，没管屋内的任何人。季青找出自己买的糕点，推到9月的面前。那些吃不惯，这些呢？9月低头看了一眼，蔫儿哒哒的碾了一片白云糕，勉强可以入口吧。
但是他不可能一辈子吃糕点过活呀。你们不吃米饭，不吃面条、包子、馒头那些吗？就白面做的那种。很少吃。哦，那你们为什么不吃啊？问完，九月闭上了嘴巴。是不想吃吗？没银子呀，吃不起呀。他本来以为来到这里也不算是什么大事儿，他一个现代人来到古代，那简直是碾压式的存在好吗？但现在摆在九月面前的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没银子，没得饭吃啊。刚沉默了一瞬，九月就想起了自己看过的一些小说，种田文也是看过的。对啊，种田文，只要我能够种出什么亩产千斤的粮食，还有什么反季节蔬菜，那我可不妥妥的可以顿顿都吃白米白面了。想到这儿，九月猛地站起来，直接走出了屋子。季青连忙跟了出去，实在是九月想一出是一出，季青不看着呀，着实是有些不放心。九月走到前院的菜地边，乐呵呵的就要拔菜。你拔这个干嘛？我把这葱拔了，然后种点亩产千斤的粮食。有没有种可能，你拔的是蒜苗？九月猛地松手。这个是白菜？不是青菜。这个呢？豇豆、茄子、丝瓜。九月一个都不认识，他还就不信了。那这个稻谷？这是麦子，白面啊，就是这个磨细了以后成的。九月恨恨地往回走。好吧，种田他确实不行，他连水稻、旱田、良田、薄田都分不清楚，菜也不认识，谷稻、麦子也分不清楚，不会看天，不会施肥，种个屁的田呢。路过厨房，九月的眼睛一亮。哦，对呀，他看美食文，那些大女主随便卤个猪下水、麻辣烫什么的，都能够赚得盆满钵满的，他也可以啊。兴冲冲地走进厨房，梁上挂着肉，地上有柴火什么的。九月伸手取下一块肉，怎么做饭来着？季青走进厨房，就见到九月站在厨房，手里拿着块腊肉发呆。要吃这个吗？我弄给你吃啊。九月不过是1-2天没吃肉，倒不至于馋肉。问题是，他只知道猪下水、麻辣烫这些东西怎么吃，但是九月不会，他连理论知识都没有。干，美食文大女主，他也做不了了。你怎么了？我还可以做炸药、做玻璃、水泥、混凝土。啊？你说什么？可是我都不会啊！不会什么？九月绞尽了脑汁，实则是在心里面拼命的喊系统。系统，小六、老六、九九、海兰，有没有桶啊？好的，九月把自己想象得到的所有的名字都喊了出来，可什么都没有喊出来。他就是个倒霉催，掉悬崖穿越的，不带任何金手指。季青正准备想和九月好好聊聊，九月又跑了出去，季青只能再度跟了出去。九月兴冲冲地往山上跑，走山路丝毫不在话下。他边走边到处看，那些穿越的上山，不都可以挖到什么人参、灵芝什么的吗？据说挖一次好几百两呢。我虽然对银子没什么太大的概念，但小说上面也有说啊，普通农户一年大概拼了老命能存2-3两，有些可能只有几百文。采1朵够我吃1年，采2-3朵，那我岂不是发达了？想到这儿，九月就高兴得忘乎所以。季青跟在后面，看着九月走了半个多时辰，还脸不红气不喘的，再次对九月有了新的认识。而九月也从一开始的兴冲冲到后来的蔫儿哒哒，他走了3-4个小时了，和人参灵芝这种贵价的药材毛都没有见到一根。九月指着地上的土茯苓，季青茫然了一瞬。这是土茯苓？你就告诉我土茯苓贵不贵就行了。我不知道具体价钱，炮制好的可能50-60文，没炮制过的10几20文。大米、精米多少文？白面多少文？猪肉多少文？鸡鸭呢？精米12到15文不等，白面现在应该是8文，肥瘦肉22文，纯瘦肉便宜的18、9文也能买到，鸡鸭大部分都是50文左右一只。九月好像被雷劈了一般，也就是说，他采1天土茯苓，大概吃得起1斤精米，还不能吃肉吃菜。看着远处的悬崖，有种要是现在跳下去，他可不可以回到22世纪的冲动。站在悬崖边，季青紧张地看着九月。你怎么了？九月看着悬崖发怔，在跳和不跳之间反复横跳，然后沉默了。算了，好死不如赖活着，这跳下去要是回不到22世纪，那肯定摔个稀巴烂了。还是算了，回去吧。他丢了穿越女的脸呐！直到这会儿，九月才承认，他就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季青看着九月一直生龙活虎的，不知道今天不过是吃了个饭，怎么就突然蔫了？中午就吃了点糕点，也不知道他肚子饿不饿。边走边想着找点什么野果给九月垫垫肚子。他的脸都毁成这样，九月也没有嫌弃他长得不好看还吓人，那他也不会嫌弃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认识的九月。肚子饿吗？这个酸酸甜甜的，可以吃。
九月蔫哒哒的接过来，看到鲜红色的果子和鲜血一个颜色，九月的眼睛噌的一下就亮了，凑到季逸清的身边，和人贴得有些近。你知不知道谁要杀人？什么？就是你有没有那种门路，就是有人很想把他的仇人杀了的那种门路？然后呢？找我呀，我杀人贼快的，到时候剩的银子我俩1-9分，我9你1，让你做我的经纪人。季逸清今天一整天受到的冲击都没有此刻大，他昨天刚办了婚书的娘子要和他一起做杀人的买卖，并给他分1成利。看季逸清不说话，九月撇撇嘴，28，你2我8，再不能让了啊！九月啊，大齐律杀人是要一命抵一命的，是犯法的。你真的没有门路吗？季逸清脑子转得飞快，从来没有什么飞速的运转过，想了想，终于找到了理由。普通人杀人出不了多少钱，顶多3-5两银子，风险太大了。有钱人能出得起钱，但这大齐有钱人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多。你去做杀手，赚不了多少银子不说，一旦被发现，还有可能会在全国被通缉，过上东躲西藏的生活，到时候可能连黄米饭都没得吃了，只能顿顿吃糠咽菜。啊，我竟然变得如此廉价，这大齐看样子不行啊！九月闷闷不乐地跟在季逸清的身后，随手打了2只兔子，1只野鸡，看得季逸清叹为观止。两人下山还没有天黑，还没进村就听到前面吵吵嚷嚷的，零星的还夹杂着季大海和苏若的哭喊声。九月和季逸清慌忙的往前跑去，这一看，九月的怒气又起来了。这会儿季大海和苏若跪在季家院子的外面，胡春花嘴里不干不净的在那怒骂，什么他们捡回来一个妖女、怪物什么的。季逸清3步并作2步上前去扶起了季大海和苏若。爹娘，这是怎么了？老季氏，你自己听听你说的什么话？季大海和苏若老实本分了一辈子，什么叫故意捡回来个妖女伤了你？哎呀，村长啊，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哎，你看看那筷子呀，就这么砰的一声穿透了我的手掌，扎到桌子里去了呀！爱签到的季大海，哎呀，后娘难当啊！还有啊，我家大胡被人掐着脖子，差点就没了呀！这是杀人犯呢，这是！那你说要怎么办？杀人犯必须弄死！他要你弄死，是必须要弄死！季逸清紧张地看了一眼九月，对着满眼杀意的九月摇了摇头。交给我吧。九月翻了个白眼儿。二娃。九月低着头，拼命地压制自己的嘴角。还好不是狗蛋。村长，这是九月，是我刚娶的娘子，也是我阿奶口中的妖女。就这刚到季大胡下巴的小姑娘，单手掐住季大胡的脖子，差点把季大胡给弄死啊！开什么玩笑？就这稀胳膊细腿儿，能拎1桶水，那都算是他有本事了。九月站在那儿低眉顺眼的不说话，胡春花还在那骂着，九月就低着头在那数着：一句野丫头，一句贱人，一句贱种，2句野丫头，2句贱人，2句贱种。村长，想必你也知道，我和我家大哥前几日遇上了什么事情。前2日我一直昏迷不醒，我爹娘他们去地里看到了九月，那时候九月昏倒在地上，人事不省的。我爹娘最是心善，又想着为我和大哥积德，就将九月带回了家。你爹刚刚说过了。然后我阿奶看九月一个孤女，又生死不知的，就说要让九月给我冲喜。我爹娘孝顺，忤逆不了我阿奶，任由我二叔给九月和我办了婚事。我也以为阿奶想让我醒来，所以才让我冲喜。也正好，我醒来了，可见九月不是妖女，是我季家的福星，不然我卡晕着呢。不是的，她就是妖女呀，是妖女呀，乡亲们！她一只手啊，就把我家大胡掐到了墙上，差点掐死呀！还有我这手，你们看看我这手，哎，哪个小姑娘有这么大的力气啊？杀人如麻呀，这就是妖女，必须处死，必须处死啊！处死之后呢？阿奶，九月被处死之后呢？她的尸首您又当如何处置？胡春华心虚地看了一眼村长，什么意思？还能有什么意思？我阿奶和我二叔的好算盘呀！城里那第一富商王老板家的大公子，眼看就要没了，没有成婚，需要个女子来结姻亲啊！所有人骇然，原来竟然是这么个原因吗？你个满嘴喷粪的老钱婆，好好一孩子被你说成妖女，就是要把这丫头送去给人结姻亲，那是一条命啊！你也不怕天打雷劈劈死你个老钱婆呀！老叔啊，你就任由这老钱婆败坏我们季家村的名声，要让人知道我季家村人皆是草菅人命之辈，还有谁敢和我季家村的人来往结亲啊？大海把人救回来，你们就送人去死，你们这是要遭报应的。她就是妖女。村子里谁不知道季山这一家啊？除了季大海一家是实实在在的好人，其他的全都是歪瓜裂枣。随后村长怒斥了胡春花一顿，
连带着季大虎等人也被好好的骂了一顿，并勒令胡春花不可再胡言乱语，更不可以把人送去结姻亲，那是损阴德要遭报应的事儿。易清，你让九月别生气了。话音刚落，就见刚跑到堂屋正门的胡春花猛地跪了下来，磕到了门槛上，哎呦了一声。谁也没有看到九月是怎么出手的，甚至谁也不知道九月到底是怎么隔着这么远的距离让胡春花跪下的。九月目不斜视地走过，一个眼神也没分给院子里的任何人。季大虎拼命地往后缩，妄图减少自己的存在感。这一刻，季大虎十分后悔刚刚怎么就没趁乱跑出去呢？这妖女要是那么容易对付，他也不会死里逃生了一次。九月一把将季大虎给扯到了地上，季大虎嘴巴一张就要尖叫，九月反手抽出裤管的银针，在他耳后一扎。季大虎惊悚地躺在地上看着九月，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来，九月就蹲在他的身边，抓着他的手，咔的一声复位了，再咔的一声又掉了，像是遇到了什么好玩的玩具。胡春花跌跌撞撞地扑到了季大虎的旁边，九月乐呵呵地看着胡春花。阿奶，你知道一个成年人就像二叔有多少根骨头吗？胡春花被九月那病态的笑给惊得浑身都是鸡皮疙瘩。有206根骨头。而后所有人就看着九月，不知道从哪儿拿出了一把刀，那刀的造型十分的奇特。我技术十分的好，能够拆到最后一根骨头，二叔还不死哦。季大虎已经被吓尿了。九月嫌弃的咦了一声，哟，好，我技术不好，我拆了以后又装不回去，二叔怕什么呀？咚的一声，沈梅已经昏过去了。依晴啊，你和九月说说，阿奶错了，阿奶再也不敢胡言乱语了，让他放过你二叔吧。啊，你们想要干什么都可以啊。季山看着几人的目光都在九月和季青等人的身上，发狠地拿起了墙边的扁担，轻手轻脚地靠近了九月。九月好似全然没有看到，季山内心狂喜，双眼赤红，扁担高高的扬起，朝着九月的后脑勺猛地挥下去。九月，谁也没有看到九月是怎么站起来伸出腿的，只看到季山砰的一声砸到了墙上，然后滑到了墙边。爷爷这是不信我的技术，要亲自来试试了。魔鬼，你就是个魔鬼！九月，他们都知道错了，你别和他们计较。爹爹帮你劝他们，以后他们再也不敢乱说，也不会再和你作对了。九月扭头去看季青，季青松了口气，想着九月是听他的话的，他说了不能随便杀人，九月就没有随便杀人。季大虎还躺在地上，九月收手，众人七手八脚的把季山给抬进了屋子。二叔他大刀好吗？快种麦子了，得让他干活。好嘞。正给季大虎复位，蓦然想起床底下的季大江。哦对，还有你三叔不是在我们床底下吗？季青和季大海把季大江给抬了出来，九月上前给季大江扎了一针，季大江猛地恢复了声音。娘，他是魔鬼，是魔鬼啊！把他丢出去，赶出去，快赶出去！三弟怎么会在易清和九月的床底下？九月呀，那个你三叔的手。九月只冷冷地看了一眼胡春花，胡春花没敢再吱声了。解决好了这些事儿，九月就直接进了屋。易清，九月她这女娃怎么那么邪性啊？那些笑眯眯说出来的话，怎么听着那么瘆人呢？爹，别怕她，你们救了她，九月是成这个恩的。更何况九月也不是滥杀无辜的人，你看她全程针对的只有对她不好的人，只要你们对她好一点，她不会对你们做什么的。婆婆是个不讲理、蛮横、刁钻、刻薄的，这好不容易找了个娇娇小小的儿媳妇，好吗？更可怕了，我的日子怎么那么难呀？我爹，你去有才叔家接下板车和驴，我得趁着这天还没黑去把大哥给接回来。季青走进屋里，九月百无聊赖的正在看他书桌上的书。我要去接大哥回来，还要买药，这20两得留着给大哥治腿，还剩下9两并432个铜板，都给你。你想要吃什么喝什么，都拿这个钱去买。都给我。季青点点头。我让娘先给你找一套她的旧衣服，你穿着。你身上这个，拜托，我这衣服专门定制的好吗？价值上百万的嘞。我要去接大哥和小妹回来，你在家休息会儿，要不你和我一起去？我让爹去借了驴车，不用走路。想起那坑坑洼洼的土路，即使对驴车好奇的不得了的九月，还是拒绝了。不能杀人啊！我又不是什么杀人狂魔。季青都快要无语了，谁刚刚在山上还说他杀人贼快来着？知道这么短短的一句话给他造成了多大的心理阴影吗？往后几十年啊，就是这句话一直在鞭策着他努力再努力，爬高点儿。因为他永远不知道他娘子又得罪了谁，又想要杀谁，他又得去哪儿捞娘子。娘，你不想他死了？哎呀，儿啊，不是娘不想啊，是那贱丫头太邪性了，我们都不是她的对手啊。把柜子里的东西给我拿出来。什么东西？
娘，您听我的，这个东西无色无味的，您装作去给那贱人赔罪，把这东西放到茶水里给他喝下，剩下的就不用管了。儿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楼子里给那些不听话的姑娘用的药。哎，不，我不去！要是被那妖女发现了，我这条老命怕是真的要交代了。您只要给他，其他的不用管，我都会安排好的。你怎么安排呀？您别管，您只要明儿一早来找我，我带您去收尸。收尸？您只知道那妖女不好惹，你们不是答应了王家给那王公子送个媳妇儿吗？那王家就好惹了。王家公子可就最多3、5天了，还能去哪儿找一个这么合适的？到时候我们季家交不出人来，王家是镇上的第一富户，捏死我们季家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您就算不为我们着想，你也要好好的想想还在镇上上学的3个孙子呀。要是被王家针对，您那3个孙子可就没前程了。狗娃可还说要给您挣个诰命回来呢。胡春花还没有答应，季山倒是从门外走了进来。去，哎呀，半个时辰后给他喝。说着，季大江强忍身下的疼痛跑了出去，找到了认识的几个混混好友，让他们半个时辰后到他家的窗户边，他有好事找他们。胡春花和季山佝偻着背，颤颤巍巍地站在九月的面前。九月端着碗茶水，美其名曰是胡春花和季山特意给他赔罪的茶水，轻轻嗅闻了一下。九月挑了挑眉，专业对口了不是？这玩意儿我4、5岁的时候就接触过。九月似笑非笑地看着面前这俩没皮没脸的老人。你们真要我喝这杯茶？是啊，九月丫头，你看你现在和易清也成婚了，都是我孙媳妇了。这2天我们之间呀有太多的误会了，就当我们做爷奶的不是。真喝啊？说着，九月举碗放在嘴边，好似下一秒就要喝进去一般。胡春花和季山的眼睛都蹦出了喜悦的光芒，眼巴巴地盯着九月手里的碗，却见九月手腕一翻，抬手就掐住了胡春花的下巴，直接一脚就把季山踹倒在地上，将大碗茶直接喂给了胡春花，咕咚咕咚地灌下去了2、3口，碗里还剩点底儿。这么好的东西，当然要你们老2口好好的享受了。说完，九月直接把剩下的那点底儿给季山灌了进去。药效发作还有一会儿。谁给你的药？胡春花拼命地摇头，想要呕吐，看来是不想说了。但九月也猜到了，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这药是谁的。眼看胡春花和季山的眼神开始迷离起来，九月站起身，拖着2个人就往外走。等在院子暗处，正高兴得忘乎所以的季大胡和季大江，猛地看到九月出来，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就看到眼神迷离、面部潮红的胡春花和季山了。季大胡和季大江抬脚就要跑，九月乐呵呵地回头看向季大胡和季大江，季大胡就不敢再动了，季大江却还是拔腿就往外跑。九月看向季大胡，他跑了，那我就只能送你了。话音刚落，季大胡直接把季大江按在了院子门口，而季大江离开院子门只剩下最后一步了，就1步了。九月把胡春花和季山直接丢进了他们的卧房，季大江还在挣扎，季大胡却是直接把死狗一样的季大江拖到了九月的面前，然后和沈梅一起十分乖觉地站在了九月的旁边，跟护法似的。上当！季大胡的女儿季小雨狗腿地给九月端了凳子过来，这一家子墙头草的太明显了。说说吧，你那玩意儿都不能用了，还想要给我灌药，你想干嘛呀？你怎么还要说呀？你不是，你们到底是要干嘛呀？季大胡没有参与，他只是听胡春花说季大江有法子治九月，所以躲在暗处看戏，结果又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季大江刚要开口，然后所有人就这么看着九月从腰间抽出了一根2尺来长的银针。你知道吗？我这根针可以从你的天灵盖插进去，然后一直顺着往下，经过你的脑子、眼睛、鼻子、嘴巴、喉咙，再顺着往下，而你不会死。你猜他最后会到哪里去啊？这还是人吗？我找了人来，想要趁着你中了药，然后让人被你玷污了，弄死你。那些人呢？应该在窗户口，他们敲窗户，我就放他们进来。九月看了一眼季大胡，季大胡连忙从屋里拿了一坛酒，跑到窗户口，从窗户直接丢给了外面的人。这件事不能到处宣扬，一旦被外面的人知道，整个季家就完蛋了。九月微眯了一下眼睛，季大胡心惊了一瞬，他们都瞧出来了，九月是真的要杀人了。季大胡双腿发软，第一次跪在了九月的面前。不是，侄媳妇儿，九月。这一刻，季大胡十分的后悔把季大海和苏若给支出去了。一直都没有表情和动作的李小草猛地跪在九月的面前。九月，能不能别杀他？
给我个能说服我的理由。不用让他死，让他活着。口不能言，身不能动，耳不能听，可以吗？哼，是个狠人啊！他若是死了，我就是寡妇，我娘家母亲和屋子里那老钱婆肯定要合谋将我卖了。但只要季大江动不了，他们就需要一个人来照顾。哎呦，那你好棒棒啊，还要照顾他呀？至于他是怎么活着，就是我说了算。我想打他就可以打他，想骂他就可以骂他，想给他吃猪食就可以给他吃猪食，想给他吃屎，他都得给我受着。我要他活着，死了就一了百了了，那我这些年受的苦就白受了。季大江张着大嘴，连哭都不敢哭出来了。有道理。九月缓缓走到季大江的身后，在季大江的背上沟壑处轻轻的一摸，然后猛地往上一拽，像是直接把他的骨头都拽了出来。季大江嘴巴一张，九月双手掐住季大江的下巴，咔嚓一声，季大江的呼喊戛然而止。好了，不能说话，头以下动不了，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李小草给九月磕了一个头，不敢劳烦其他人。李小草站起来，就这么拖着季大江回了屋子。二叔，你们刚刚看到了什么呀？我们什么都没看到，我们什么都没看到。正堂屋传来声音，沈梅怯生生地看着九月，小声地和季大胡道：“我怎么觉得九月可以自己解药，但是他偏偏不解呢？”你快别说话了，你做饭去吧，有米就做米饭。哎，九月坐到了之前季小雨狗腿的搬来的凳子上，看嘛，他就说季家人还是很值得相处的，看看多么听话呀。九月呀，娘刚刚捡到了几个鸟蛋，等会儿给你蒸蛋羹吃。娘，你开心就好。就那么拇指大点的鸟蛋，3颗够我塞个牙缝啊！银子，银子，你在哪儿啊？弟妹，端去堂屋，好吃饭了啊。爹，您最好还是别去堂屋了。你这孩子，我叫你爷奶吃饭呢。爷奶现在可能没时间。咋了？就有没有一种可能，爹你可能快要有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了？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呢？说话间，听到堂屋微弱的动静。哎呀，你别管了，等叶青跟朝眠有情回来就开饭。爹娘这会儿有事儿啊。季大海挠挠头，知道作罢。我说那个侄媳妇儿啊，我说那个你爷奶他们这死不了，但以后再搞什么幺蛾子就不保证，不只是爷奶，你们也是一样的。也不会，哎，绝对不会。回来了，累不累呀？快进来。季昭明和季有情互相对视了一眼，觉得季青可能说的也不尽详实，事情可能比他们听到的还要精彩的多。这弟妹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来这里2天时间就把一家子治得服服帖帖的，是个人物啊。天色渐晚，众人草草的吃完洗漱后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床了。九月醒过来的时候，太阳都升到眼前了，猜测一下时间，大概是快10点了吧。所有人都起来了，甚至出门干了一趟活回来了。也不知道二嫂饿不饿，睡这么久。家里突然变好了，季小雨说是他二嫂的原因，季有情不懂，但他觉得只要家里和睦，他就很开心了。他二嫂多睡会儿就多睡会儿吧，爹娘和二哥都没有说什么呢。季一清怀里藏着个油布包，这是他今早特意托人从镇上带的。进屋，九月就揉着眼睛坐了起来。今天三婶做的饭，不知道你爱不爱吃，我让人从镇上带了点糕点回来，你尝尝。九月哦了一声，说话间，院子门突然被人砰砰砰的敲响。季一清愣了一下，连忙走了出去。二叔，怎么了？王家的人来了。所以他们来干嘛？接姻亲。二叔怎么招惹的？那就二叔自己去想办法吧。季大虎，我记得你昨个说的是随时都可以过来把人带走，不都说死了吗？还不把人交出来？王护卫，不是，这真不是我们不愿意。不是，虽说这接姻亲吧，他确实是自愿的，但要双方都没命了，对吧？这个我家这个他还活得好好的，我说你们总不能对他。哼，你和我说这个话是你自己说的，人也是你自己非要卖的，这白纸黑字的，可做不得假吧？人呢，叫什么？王家很厉害吗？是清水县的第一富商。九月又看了看护卫手里的卖身契，然后站了出去。我就是九月。这小姑娘倒是长得好看，但不是说快要死了吗？这生龙活虎的样子，哪像是要死的了？你们少爷已经死了？你敢治我们少爷？既然没死，那就带我去瞅瞅吧。不可。哼，不管你愿不愿意，王家你都必须去。我跟你一起去。
你是何人？他是我相公啊，第一富商哎，谁知道他有多少银子？不敢相信，要是那些银子是我的话，那该有多快乐！待会要是王家的人要来硬的，你就跑，剩下的我来打。哼，我家老爷夫人最是仁善，可不会做那草菅人命的事情。那你们还非要把我带回去？我一个听命行事的护卫，当然是主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了，管你是死是活，人带回去就是我的任务。带我去看看你们少爷吧。这姑娘到底知不知道他可是结姻亲的人啊？相当于你要给你相公戴绿帽子了。好家伙，当着相公的面问，心真是够大的。王护卫无语的很，根本不想理人，转身就想走。带我去见你们少爷，我是大夫。你昨儿个才说自己是杀手，杀人贼快的。但王护卫哪会信他的话，张嘴就喊人：快来人呐！快跑！我本来就是为了见王少爷来的，跑什么跑？听着脚步声，我就10几个扎掌，撒随了。季青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就真的一点都不敢放手啊！一放手就是干。也不知道9月是怎么出手的，不知道是怎么出腿的。不过半刻钟，地上躺了一排，但个个都发不出声音来。王管家姗姗来迟，看着躺了一地却不出声的护卫，一时只觉得诡异。这群人张着嘴巴干什么呢？这位公子，你们这是？我就是9月，就是你们少爷要结姻亲的那位姑娘。你干嘛呢？我说我是大夫，说是想要去看看你们少爷，但你们不是不信吗？我扎给你们看看，你们就信我是大夫了啊？哎，这暖暖的很。常年习武之人，关节和骨头都会有很大的磨损，有一些受伤严重的，阴雨天还会疼呢。我刚看你走路膝盖凝滞，想必膝盖是有问题的。这套针扎下去，至少保你1个月不会疼。那有没有法子根治啊？已经磨损的骨头和关节虽然可以再生，但是和原装的肯定会有区别啊。况且你做这一行，随时随地都要用武，根治不了，但是可以缓解，至少阴雨天不会疼了。你们别好，我这个人怕吵，听不得这些，只能把你们弄哑了。众护卫破防了，都被揍得那么疼了，还不能嚎？什么人啊这是？稍等，我去和老爷夫人说说。大概半刻钟后，9月蹲下把针给拔了。好了，哎，好多了，哎，真的好多了，我说也舒服多了。姑娘，我家夫人有请。老爷夫人，这位就是9月姑娘了，这位是她夫君季义清季公子。王生，这就是你说的那位大夫？是的，老爷。罢了，那就请9月姑娘给我家景年好好的看看吧。指腹一触到王少爷的脉搏，脉搏微弱的机不可闻。9月闭着眼睛细细的感受，联想到他的体表特征，还有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一一做对比，心里渐渐的有了谱。王夫人看9月不说话，心彻底的沉了下去。王老爷，我给你也搭搭脉。我家老爷也有病。怎么可能？我这生龙活虎，面色红润的，可比同龄人看起来年轻好几岁，怎么可能会有病？你别说话，听大夫怎么说。夫人可以在王老爷的额头上用劲按一下。王夫人愣了一下，用了点力，王老爷被戳得往后仰了一下。然后呢？你看看刚刚戳的地方，有个窝。夫人请看，我夫君戳一下，然后没有窝，很快皮肉就回了。但王老爷则是不然，这是肿的把皱纹给撑开了，当然比别人看起来年轻了。你这小丫头！王老爷说自己生龙活虎，但其实是精力过于旺盛，超出了身体的负荷。白日里哪怕不休息也不会觉得累，晚上睡不好，白天却很有精神。这透支的可是你自己的身体，你不会觉得奇怪吗？还有，王老爷是否夜里常口干舌燥，一夜起码要起来喝3、4次水，嘴里常有甜味。那他这是怎么了？这是把脉才好说。9月还是一样的步骤，闭眼没一会儿，9月就蹙了眉头。怎么样？500两，300两。可真敢开价呀！9月，你到底知不知道800两是多少银子呀？就算王老爷是第一富商，也不可能把银子就这么直接的给出去啊！你这意思是你能治我儿子？不能治我报什么价格？别觉得贵，你家儿子他们说3、2天，可是我说，若是不治，最迟就是今晚了。我这可是跟阎王爷抢人，500两不算高了。而你之所以300两，是因为你大概还有个3、5年，所以还有时间。你说什么
我还有3、5年。你自己不知道吗？看你的脉象、面容和你身体状况，你大概10年前被人下了绝嗣的毒药，还被人下了影响寿数的毒药。那毒药是少量多次的下到你的身体里，长不出来你就还有3年，不且让毒药一直在你身体里，那你就还有5年。绝嗣？是啊，绝嗣，也就是不会有孩子了。这么说你们懂吗？你确定？确定啊，我说你10年前就生不出来了。你这儿子也不是生病，是中了毒，胎里毒。什么？胎里毒的意思就是这毒是下到了母体，在确认你怀孕之后，这毒就被喂下了，然后这毒母亲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生出来的孩子早夭或是多病，而且活不到18岁。说话间，院外来了人。老爷，下一刻，只看到一个挺着肚子的柔媚姑娘小跑了进来。哎呦，姨娘，您慢些。老爷，你也不来看看奴家？9月和季义清对视，互相眨眨眼。他们好像懂了刚才王夫人和王老爷为什么会这么在意子嗣这件事了。要不你先处理一下家务事？王老爷对着王管家使了个眼色，王管家立刻点点头，往外走去。没一会儿，屋子里就多了2个5大3粗的婆子。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我肚子里可还怀着王家唯一的子嗣呢！你们怎么敢动我？老爷，你看呢！王老爷一句话也没说。这会儿不管是不是绿帽子，都不能当着外人的面处理。姨娘被拉了下去。只要你能治好我儿子，其他的一切都好说。我还要我的卖身契。王少爷解毒至少需要3天，引望伺候。王少爷的毒解了之后，身体肯定不会很强壮，但成婚生子再活个30、40年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只要中间没有其他大病。我说你写。9月给季义清说着自己需要的药材还有工具什么的，眼看季义清写完了，最好准备快些，越快越能早一点解毒。待王管家拿出药方去准备，王夫人目光沉沉地看着9月。9月姑娘，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不喜欢别人威胁我。王夫人憋屈地闭上了嘴巴。王夫人和王老爷这些年来为王少爷的病奔波游走，提心吊胆，所以言语间会有些偏激是正常的。9月狐疑地看着季义清，眨眨眼。为人父母的，最是看不得儿女受罪。9月不用太放在心上，王夫人不是那个意思。老爷，谁给我下的毒？谁给你下的毒？恐怕老爷心里已经有了怀疑对象了，还望老爷能够给我们母子3人讨个公道。3人？我还有个女儿，也是一直体弱多病的。所以呢，找我看病要给银子的好不好？别空口白牙的说这些。夫人，小姐到了。老家9月姑娘给我家暖暖看看，至于诊费，那就凑个整吧。也就是1000两，果然是大手笔，比开医馆挣钱不少。9月乐呵呵地看着季义清笑，季义清无奈地带着笑意摇了摇头。9月的性子太好猜了，喜怒哀乐都表现在脸上。9月看向王小姐，面色红润，嘴唇稍稍有些泛白，抬手把脉。随着时间的消逝，9月的表情有些奇怪。9月姑娘，可是不好。王小姐没有中毒。你看，我就说。老爷莫不是忘记了，当初我怀上暖暖的时候，我们是在南边，1年多都没有回过清水县。我家暖暖这是……小姐的症状归根结底只有几个字。什么字？又懒又馋。什么？王小姐是不是经常待在屋里不外出动弹，还经常熬夜、嘴馋、喜爱辣食、大油大盐的也吃得多，爱喝冷茶冰水呢？没有，她睡得都……王夫人察觉到王暖暖心虚的表情，抬头就看向王暖暖的贴身丫鬟，丫鬟立刻跪了下来。好吧，不用说了，又被9月说中了。那她这个……没什么，改变一下饮食习惯，早晚在院子里走走跳跳。酒水最好别喝，这个年纪快来月事了，到时候可得遭老罪了。你一天天的晚上不睡觉，在房里干什么？还有你吃的那些东西，都是谁给你弄的？你才12岁，竟然就天天喝酒。你一直都不管我，现在来管我干什么？你们心里只有哥哥，只有王妈真的关心我，她会给我送罗花本子，还特意做好吃的给我吃，和我在房间说话。又来一出大戏啊！这什么王妈，很明显是捧杀啊！这是。
我不管你，我每天夜里都会去看你，每日都会专门给你做一道菜，3、5不时的给你做衣服。不是王妈给我弄的吗？娘怎么会不疼你呢？你哥哥病得那么重，娘难免会放更多的精力在他身上，但是对你也一直没有落下过关心啊。你心里委屈怎么不和娘说呀？王妈说你偏心哥哥，说哥哥要死了，让我不要拿小事去惹你心烦。若是心里有不畅快的找不到人说，就同他说。这老货！王管家，把小姐院里的所有下人全部关起来，待景年这边的事情处理完后，我一个个的来收拾这些被逐的刁奴。怕是不只有暖暖院里的。说话间，王管家安排下去的东西都弄好了，把药煮了，混在洗澡水里。待会儿你家少爷至少也得泡1个时辰，期间水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所以一直得有人煮药。王管家连忙答应，把他上衣扒了。啊，这男女授受不亲，这怕是不太好吧？你想什么呢？我是大夫，我要扎针的好吗？季青也不再多说了，怕又惹这姑奶奶不高兴。对了，你是不是要找人回家说一声？好。王管家上道的说他会找人回季家村说的。9月安心了，不到半刻钟的功夫，王景年就被扎成了个刺猬。而针扎完之后，9月手里的小刀又开始动作，分别在王景年的脚踝、手腕、指尖、舌头等好几个地方都划了很小的口子。好了，等会儿就给他止血拔针。王夫人和王老爷正满心担忧着，躺在床上被扎成个刺猬一般的王景年发出了一声细微的呻吟。老爷，景年刚刚好像出生了。药水准备好了没有？9月姑娘都准备好了，抱到浴桶里去泡着，记着药水一定要淹过脖子，水冷了一定要换水。王管家立刻点头。饿了啊，老爷和夫人吩咐了，准备吃食，二位请跟我来。坐在正屋，9月啧啧了2声，果然是第一服伤，这吃的就是不一样。9月来到这里3天了，终于是吃上了点像样的吃食了。你们可以喂王少爷点米汤和水什么的，水的话就喝我配的药的那个，随时给他补充着。哎，好。第3天，9月和季青一直待在王家。白日里，9月给王景年解毒，解完了又给王老爷解。这2天季青没干其他的事儿，一直听着9月口述的在写各种方子，主要是针对王景年后续调理的。王夫人捧着方子如获至宝。这个要调理多久？我给了3个月的，但你们可以尝试给他调理个1年。待第3天下午，9月和季青走时，9月得到了1000两银子和好多东西，甚至王老爷还让王管家亲自用马车将2人给送回去。那一马车的东西，9月让他们先弄回去，他还要在城里好好逛逛呢。提起马车，9月觉得他很有必要买一辆马车，还有他身上现在穿的都是王夫人准备的。拉着季青就进了清水县最大的酒楼。说起来，这酒楼好像还是王老爷开的。怎么了？这肉好老。不会啊，这肉炒得十分软嫩好吃啊。那是你没有吃过又软又嫩又滑的炒肉。哎，这位姑娘是觉得这肉太老了吗？是啊，老得很。姑娘可介意我尝一口？尝吧尝吧。掌柜的将肉夹进嘴里，这可是主家的贵客，半点慢待不得。但这一吃，不仅仅没有失水准，反倒还超过了平常时候的水准呢。看2人都没有评价，9月啧了一声：“你们是没有吃过裹了淀粉和蛋液的，不仅是炒出来又嫩又滑又软，煮个肉片汤，汆个丸子，那滋味儿。”淀粉是什么呀？和面粉是一样的吗？9月闭嘴了，眼睛眨了眨。淀粉是什么玩意儿来着？他不知道淀粉是什么呀，毕竟他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季青也不知道9月为什么不高兴了，直到出了门，9月的脑海里猛地跳过了什么。我想起来了。想起什么了？我想起淀粉是什么了，我记得有什么红薯淀粉、玉米淀粉。所以9月一脸的你怎么可以不懂的表情，让季青哑口无言。季青自嘲的勾了勾嘴角，最后只能无奈道：“我回去想想。红既然叫玉米淀粉、红薯淀粉，那肯定和这2样东西分不开。薯价便宜，1年又收好几千，拿来做9月想要的淀粉，也不会有人说什么。
更何况这是9月要的，更不会有人说什么了。接着剩下了1个多小时，9月像是恨不得把手里才赚的银票全部都花出去。眼看天色渐渐的晚了，再晚1个多时辰，今天就只能住客栈了。9月这才意犹未尽的往回去了。两人出了城门，这会儿路上几乎已经没人了，毕竟谁也不想走夜路，人烟越来越少。路边突然窜出来一个人。你是何人？我是马氏的，专门打扫马圈牵马的。姑娘公子，你们今日最好是别往家去了。为何？你们买了马车，从马氏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你们身后跟着好几个人，这清水寨的土匪。我曾经有一次看到过他们杀人，我只听着他们说是要你们的命，又听见什么王家说是埋伏起来什么的，我不知道你们得罪了什么人还是什么，特意来告诉你们一声，今日怕是先回城里住一夜为好。你为何知道我们要走的是这条路？你们和我聊天的时候说过，我知道你们是季家村的。我为什么要特意来告知我们？我觉得你们是好人，话我就带到这里了，你们千万别回去了，至少今晚先别回去了。9月和季青还没有反应过来，少年就噔噔噔的跑远了。你干嘛呢？我们先回去，什么都比不上你的安危更重要。不管是真是假，还是应该谨慎些好。你看不起我？我没有。9月直接抽了一下马屁股。那就回家啊，我不要住外面。可是……闭嘴！季青闭上了嘴巴。事已至此，回去9月肯定要和他闹。9月气鼓鼓的坐在车架上，最好那少年说的是假话，不然他今儿个呀绝对要大开杀戒。我觉得不像是王家的人。为什么？杀了你对他们没有好处啊。王几年和王老爷虽然毒已经被解了，但你不是说他们还需要调理很长一段时间吗？没有你，到时候毒复发怎么办？怎么办？好像要长脑子了，思考这玩意儿怎么那么难啊？不过也不可以保证所有的王家人都是好的。啊？这又是什么意思啊？刚刚不还说不是王家人吗？这怎么又和王家人扯上关系了？王老爷的那个弟弟啊。所以他弟弟为什么要杀我？那个姨娘肚子里的孩子应该是他弟弟的，而他给王老爷下毒，给王几年下毒，这不明摆着是要王老爷断子绝孙，让王老爷死吗？好像有点道理。但你的到来不仅解了王老爷的毒，还让王几年也活了过来。那王家偌大的家业只会落到王几年的头上，和他可半点关系都没有了。也是哈，你可真是聪明。季青刚想说话，就来了。季青什么都没有听见，更不知道9月说什么来了。听着9月的话，刚想扭头，就感觉肩膀一紧，然后他就飞起来了。是的，飞起来了不说，还撞到了树上才停下来。谁家好人一天天的被娘子抓起来扔啊？多好！季青还没反应过来9月干嘛要他多好，就见路边突然出现了好几个大汉，一个个面色狰狞，手上拿着闪着寒光的大刀。为首的刀疤脸狞笑着看向站在车架上睥睨天下的9月。竟是这般标致的小娘子，嘿，哥儿几个今晚可是有福了。只见9月根本就不和那个臭男人废话，如同鬼魅一般的冲了过去。福气给你！所有人都被9月这突然的出手给惊到了，纷纷拿起刀朝着9月劈来。9月反手就是一刀，刀疤脸的喉咙被划了一个大口子，血液喷溅而出。季青开始疯狂拿着木棍刨坑，想了想又觉得这坑肯定不够，开始转为薅树枝和长草，接二连三的倒下了3、4个人。剩下的几个小弟连滚带爬的就四处逃窜。救命啊！杀人了！季青扯长草的速度更快了，不过片刻，地上躺了7、8个大汉，个个面色惊恐。9月啧了一声，将大刀直接丢在地上，没个能打的。正要转身离开，听见草丛里传来声音。9月半点不怵地往前走去，才看到一个身着锦衣的男人。这是王老爷的弟弟。男人嗷的一声站起来，手脚并用的往后跑，太吓人了！这哪里是人啊，这是杀人魔头啊！9月捡了几个小石头，啪的一声打在了男人腿上。王川嗷的一声惨叫，腿好像是断了一般，但和命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拖着腿往山上跑。九月慢吞吞地跟在后面。身为杀手，九月的夜间视力实在是害人。哪怕王川已经跑出去50多米，九月还是能够精准地捕捉到人在哪里。你给了他们多少银子杀我？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第一次杀了这么多人，1两银子都没有得到，感觉有点亏呢。你要银子是不是？我身上有，求你饶我一命啊！九月眼睛噌的一下亮了，转身就想叫他的苦力季逸清过来摸银子，扭头就看到季逸清脸上蒙着块布，正疯狂地把那些被杀死的土匪捆起来。干嘛呢这人？算了。他屈尊降贵地蹲下来，在王川的身上摸了摸。就500两。我哥没给我多少银子，就这么点儿了。这银子是你哥给你的？是，我的银子都是我哥给的。那你还挺狼心狗肺的。你哥给你银子养你，让你好吃好喝的活着，你还要他命，让他断子绝孙啊？你懂什么？我比我哥聪明，比我哥会读书，比我哥会做生意。他呢？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货郎，他就是有心和我嫂子成婚。哎呀，只有无能的人才会这么想呢。你什么都比你哥强，但你就是没有你哥有银子，只能靠着你哥。哎，不对，你说你嫂子，这人为什么要提嫂子？难道这会儿竟然喜欢他嫂子？无能无用还异想天开。王川显然是被九月的一句话给刺激到了，无能的开始狂吼，吵得九月眼神直接冷了下来。然后九月蹲下来，直接掐住王川的下巴。别上！王川只觉得嘴里空落落的。九月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唉，终于清静了，拉着王川的一只腿就往回走。你干嘛呢？这是王老爷的弟弟王川。果然是他。你干嘛呢？前面不远的地方有条大河，我把这些尸体丢进大河里面去。哦，那你快点。你为什么不害怕呢？你是我娘子啊，况且这些人本就该杀。这人不是书生吗？想法倒是有点不一样。季逸清吭哧吭哧的背了好几趟。这人怎么办？我杀人可历来都是要给银子的。那这是城门关闭了吗？快了。来得及进城吗？我们要进城？把他弄上来。我杀人要银子的，当然要有人付银子。谁还会给你银子？你手里的银子应该也算是付了杀人的银子了吧？会有人给的。九月姑娘，我这是去告诉你们老爷，我给他送礼来了。护卫半点不敢慢待，压下心头的疑惑和恐惧，连忙点头，并把九月给迎了进去。九月拖着王川的脚，像逛街似的走在王家的宅子里。九月姑娘，王老爷。九月姑娘此番去而复返，可是小儿的病症有何问题？那倒是没有，此番过来是有其他的事情。我是来要银子的，还要个解释。什么？九月一脚踢向地上的人。你弟弟用你给他的银子找人来杀我。二人还没有说话，九月怒哼了一声。我辛辛苦苦的给你和你儿子解毒，让你们长命百岁，结果你弟弟竟然用你给他的银子来杀我。王老爷呆呆的，王夫人也懵懵的。也就是你的银子杀我，所以请王老爷给我个解释吧。这季清和王老爷对视一眼，怎么有种诡异的他说的是对的感觉？我把他舌头割了，他找了6、7个人来杀我，都被我杀了。什么？那几个人都是亡命之徒，我若是送到府城的府衙，是可以领到赏银的。亡命之徒？是，这些都是犯下了大案的穷凶恶极的亡命之徒，到府衙是有银子的，毕竟县衙的人好像和他们有勾结，但是我没有送去。毕竟若是送去了，府衙的人一查，发现竟然是王老爷你这边的人，那王老爷你包庇罪犯还买凶杀人的罪名一旦落下来，可半点好处都讨不到。王老爷猛猛的点头，觉得九月言之有理。还是王夫人率先反应过来，从荷包里就摸出了5张银票，顺势塞给了九月。多谢九月姑娘为我们着想。好说好说。季清一脸震惊，他本来以为九月说有人给他付银子是说的玩笑话，谁知道王家竟然真的给了。马车正经过一个小巷，巷子里好似有声音。
九月不是个爱管闲事儿的人，只淡淡的扫了一眼，看到那几人好像穿着官服，正把一个少年捆了起来。九月猛地愣住，记忆清一扫，是衙门的人，不要和衙门的人对上，需要从长计议。他们为何要带走他？清水县县令号龙阳，尤其喜欢13、14岁的少年。什么？你别冲动。二人找了个可以将马车放到马厩的客栈。九月生气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季忆清头疼的看着，心里则是快速的思考对策。那少年与他们有一言之恩，是的，刚才巷子里那少年就是特意风尘仆仆跑到路上劫他们，告知他们有人要暗杀他们的人。就为这儿，季忆清也不能不管，只是需要从长计议，那少年难免要受点苦。季忆清抬眸看向九月，睡觉。睡觉自然是不可能睡觉的，不过短短几日，季忆清太了解九月了，看样子不能从长计议了。幽幽暗夜中，九月猛地睁开了眼睛，先侧头看向旁边的季忆清，见季忆清呼吸平稳，轻巧的翻身，而后轻轻推开了门。九月刚一推开门，季忆清连滚带爬的就爬起来追了出去。他就知道，他刚一追出去，九月就发现了。我自己去，你休想拦我。我不拦，但你记着，要留他一命，不可让他直接死了。且1个时辰之后必须回到这儿来，知道吗？好。季忆清很快的出现在一栋看起来有些精致的宅院门前。谁啊？这大半夜的，你谁呀你？学生姓季，特来求见县城大人，有要事相商。这大半夜的，你也真是不知道明日再来，等着。半刻钟后，季忆清抬手执礼后，只轻描淡写了一句：“刀疤哥。”县城的脸色猛地一变。我也是没法子嘛。县城大人多虑了，晚辈夙夜前来，是想给县城大人一个大功。大功？什么大功啊？我今日本要回家，却不想看到有一大汉在河边抛尸。岂有此理！这刀疤这是又杀了何人？他眼里还有王法吗？县城大人莫气，抛尸之人我并不认识，但被抛尸的却是那刀疤。你的意思是说，那刀疤死了？是的，不仅刀疤死了，刀疤手下那几个为非作歹的匪徒也一并死了。那是天色太黑，学生并未看清那人是谁。我也是待那好汉离开了之后，去捞尸体的时候才发现，死的人竟然是刀疤。那若大人信得过我，立刻命人前去告知蒋家军。什么？季忆清和县城都没有明说，就算是刀疤死了又如何？那县令还在，他就可以再找出另外一个刀疤来。你如何保证啊？毕竟那位可是还在呢。多行不义必自毙，学生先在此提前恭祝县城大人荣升县令了。你保证？保证县令再无翻身之日。学生自是保证。就9月那身手啊，别说县衙了，皇宫怕是都能够闯得进去。但季忆清不能让县城注意到9月，以免这县城有个什么歹心，到时候想要9月为他所用。那好汉离开之后，就直接往县衙去了。后生可畏，真是后生可畏啊！大人谬赞，这位好汉可真是个好人啊，能让大人这个好官上位，是清水县百姓的福。想必这位好汉确实是位嫉恶如仇的人，一人之力就将刀疤等人尽数斩杀了。季忆清言尽于此，县城却莫名的打了个寒噤。那这好汉岂不是会一直盯着他了？那他可万万不可同县令一般做尽天怒人怨之事。没了县令的桎梏，他没准儿可以做出一番政绩来，再往上升一升，那也未可知呢。好了，你的好意啊，我这边收到了。这以后呢，那是必不会让你后奶他们再搓磨你们这一家呀。季忆清愣了一下，随后无奈地勾了勾嘴角。虽然不知道李县城又想了什么，但只要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就成。季忆清出了县城家，目光遥遥地看向县衙的方向，心里还是不安的紧。虽然知道9月身手好，但是万一呢？但季忆清拦不住，劝不了。若是敢和9月动手，9月就会像是对待王川一样对他。想到此，季忆清深觉自己如今的力量还是太过于渺小了，不然也不用9月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
九月悠哉悠哉的在宅子里晃悠着，逛了半刻钟，愣是没有找到县令的所在。正晃悠着，九月敏锐的停下了脚步，前方有危险。你是何人？九月眸光一闪，半句多余的话都没有，手上的刀子一个翻转，直接朝着最近的那人划去。另外3人猛地一怔，没想到九月动作如此之快，出手就是杀招。3人瞬间冲了上来，九月也不废话，迎人而上，半点退缩都没有。狗东西们，受死吧！还以为这几个人可以多打一会儿呢，结果就这。屋子里啪啪啪的好几声，隐隐的还有压抑的哭腔。九月一脚踹开了屋门，直接走到了里间。只见给他报信的少年，双手被吊得高高的，脚尖踩在地上，背上和身上全是鞭痕。你是谁？竟敢闯进来！来！啰嗦！九月上前就是一脚。少年听到声音，睁开眼睛。你是谁？九月没有多言，抬手用刀直接把绳子给割断了。少年吧唧一声掉在地上。多谢恩公。九月把县令刚刚抽的鞭子在少年的旁边踢了踢。抽他！少年茫然地看着九月。不抽就走。你敢？你可知我姐夫是谁？我姐夫！九月烦躁的抬眸，拾起一个蜡烛往前一扔，正好打在男人的嘴里，把男人的嘴巴堵住。啪的一声，一边接一边，边打边哭，打完了也终于是哭完了。少年缓缓地往后看去。少卿，多谢姑娘救命之恩。打完了，那就走吧。恩人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少卿下辈子给恩人当牛做马。九月疑惑转身，就见那少卿拿着把小刀攥在手里，一边抖一边朝着县令前去。你干嘛？恩公快些离开，不然一会儿县衙的人进来看到，恩公就没法离开了。那你呢？我会杀了他，然后再自杀，绝不会连累恩公。为何？县令的姐姐是知府的宠妾，一旦被他发现恩公与此事有关，一定会为难于恩公。恩公还是快些离开吧。我既然来了，就是要把你救出去的。外面……废什么话，快走！少卿迷糊地跟在九月的身后跑出屋子，院外满是血腥味儿。九月灵活地穿梭在宅子里，没一会儿就带着他从一个狗洞出来了。当然，他钻的狗洞，九月飞身上墙，一个翻身就翻了出去。恩人，竟然是你！快走吧，你这一身在外游荡，怕不是什么好事。少卿还想说什么，九月却脚尖轻点，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了暗夜中。少卿知道待他养好伤，一定要去季家村找恩人，以报救命之恩。待姬青回到客栈的时候，九月已经睡了。他刚进门，床上的人就猛地翻身爬了起来。是我。九月哦了一声，啪叽一声又躺了回去，瞬间秒睡。姬青无语，他本来还想问问九月顺不顺利的。翌日一早，城门一开，二人就出了城。只是出城的时候被士兵为难，季青给了30文。九月看得一脸的不赞同，简直是无法无天。这个世道就是这般，只要披上一层官皮，无论官位的大小，百姓都是没法子反抗的。凭什么？九月还是觉得很不爽，一直不爽到回家就冲进门，连季家人看着他惊恐的眼神都没有发现。季青无奈的叹气，但一马车的东西不能不搬，不然九月待会儿出来看到没有收拾好，以他的性子又要闹一通了。这昨天的王家才送来的，这又送来了一车。这车的东西都是九月买的，东西先放到我们的屋里吧，看九月要怎么分配。那狗屁县令光天化日的就敢抢人，还有那守城门的，不过是披了件衣服就敢收我30文，30文呢，简直是不能忍。九月是越想越气，有种想要把他们全部的错觉。猛地想起来季青的那句话，官皮，那就是当官的了。九月不气了，猛地站直了身子，看向季青的书桌。他要做官夫人，他要狗仗人势，呸！他要狐假虎威。你读书那么久，能当官吗？啊？我看你在读书，不是要当官吗？曾经是。什么叫曾经是？你问这个干嘛？
那你书读得好吗？可以考上当官吗？还行吧，但我现在当不了官，也考不了试了。什么考不了试了？大齐律，为官者五官端正。就这么一条疤，你就不能当官了？季青低着头，心里说不难过是假的。你别管吧，你就说现在你去参加科举，能不能考上？我和大哥本就准备明年参加科举，我们现在已经是童生了。童生好像就是科举的入门考试了，童生后是秀才、举人、贡生、进士，这一关关的，和升级打怪似的。不，好像比升级打怪还要难。据说每3年举行一次科举，若遇上什么大事才有开恩科的说法，每3年全国录取人数不到200人。苍了个天呐，这朝代读书可比杀人还要难啊！那你好好准备，我要做官夫人。啊，9月，我脸上小问题，1个月包你脸上什么都不剩。真的？该死，他竟然敢怀疑我的医术。9月瞥了一眼季青，我相信你。9月哼哼了2声，他又不是真的憨的，他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但鸡蛋不该放在一个篮子里，万一季青考不上怎么办啊？你们不是好几个堂兄弟吗？其他人呢？都。9月啧了一声，又开始在屋子里转圈圈。要是季青不能当官，他怎么办？让他一直憋屈着是不可能的，他一点气都不能受，让他受气的人只有死。想到此，9月噔噔噔地走出去。大哥，你读书好不好？考科举能不能考上当大官？什么？易清啊，大哥书读得很好，童生事实是暗手。在考秀才的时候，我和易清都因生病没有去。但现在我大哥的腿，抬房里去我看看。易清，这是他应该是想做关老爷的弟妹，然后就可以狐假虎威了。你的意思是弟妹可以治好我的腿？大哥，9月的性子比较单纯，做人做事比较冲动，若是真的有朝一日……但是我看9月并不是那等会胡作非为的人，不是吗？9月不怕权贵，甚至没有什么怕的。他刚刚说我的脸也可以治，他这性子，我只有拼命读书，以后才能护得住他呀。你能有这个想法便是极好，不管我的腿究竟能不能够治好，你的脸能够治好也足够了。若是我的腿能够治好，作为大哥，那护着弟弟妹妹们不也是我应该做的事吗？季青勾了勾唇，他一直没有主动提过要9月给他们治腿的事儿，就是怕9月有负担。但现在9月愿意倾力一试，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他们都认了。没多大会儿，9月走了进来，从季昭眠的脚趾开始顺着往上摸，然后2只腿一点都没有放过，全部摸了个遍。腿上经脉断了大半，可以治，可是会比较痛苦。大哥，你要治吗？此话一出，饶是等在外面的季大海和苏若都冲了进来。9月，你说你大哥的腿还能够治？可以治啊，他这才受伤没多久，距离受伤的时间越短越好治疗。他这个腿3个月就能恢复了，最迟半年就能和常人无异了。不过想要习武还是困难。真的可以吗？别怀疑我的医术，你不是亲身感受过了吗？我知道，我就是太开心了。是的，9月你别生气，我们没有那个意思。是啊。大哥，要治吗？过程会很痛苦，不是一般的痛，是很痛，而且没有办法缓解的。治，我要治。9月，你放心吧，以后你有什么事，我一定竭尽所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正好有事找你。弟妹，你尽管说，只要是大哥能做到的。 9月，你尽管说，要我们做什么？我想吃酸丸子。哎，好，我马上让你二婶做，她厨艺是最好的。汆丸子是什么东西？我们几个想办法把你说的那个淀粉弄出来。可以。对了，淀粉弄得出来的话，藕粉应该也是一样的工序。几人皆一脸懵，但又不敢问9月，只能看向季青。没事，等会儿我和你们说。写方子吧，趁着时间还早，季青去买回来，明日就可以开始施针了。季大海闻言直接老泪纵横。9月直接开口，季青下笔如有神，刷刷刷的开始写字，满当当的写了满3张纸。就这些了，
你尽快弄回来吧，早一点治疗早一点好。季忆清脚步飞快地往外走，九月挑眉，倒是没想到他们会不跟自己要钱，毕竟他赚了近2000两呢。等等，还有其他的吗？九月从兜里拿出了200两，直接递给了季忆清。去吧。季忆清捏着那200两银票，自尊心让他很想还给九月，但现在不是说自尊心的时候，只重重地对着九月拱手行礼。我以后都会还的。九月转身就看到房檐下站了一排，都过来开个会。众人满脸的懵，开会？什么是开会啊？但他们都听得懂九月的意思，那就是都跟上去，不听就得挨揍。九月坐在了正堂屋的主位上，谁也不敢坐下，都站在他下手的位置。我只说几点，在我这儿人只分2种，听话有用的比如爹娘，不听话没用的比如爷奶。所以呢，我决定再给你们所有人一个机会，看你们到底要做听话有用的还是不听话没用的。以后呢，这个家就由我来当了。这是要谋夺家主之位呀！一个小姑娘竟然敢明目张胆的谋夺家主之位呀！当然了，在我这儿只有用的人可以吃，干活的人才有的吃，不干活光动嘴的就只有饿着。应该的。吃的用的全部都可以一起用，只要干活我就不会亏待了任何一个人。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胡春花不知道说什么，他当家的时候让他们吃不起这些，更是买不起那么多的布匹。都听话点，我也不想家里见天的鸡飞狗跳。是。好的，没人敢说话了。九月咧嘴笑笑，这才乖嘛，他开心了，大家就都可以开心了。爹娘，你们给我腾个屋子，我要做药房，顺便弄个药柜，就和医馆那样的，做小点就成。好。九月从兜里把剩下的银子全部都拿了出来，大概有个40多两。够吗？够。九月站起来，想起了他要狗仗人势的计划，呸，耀武扬威的计划。凉飕飕的看着季大湖和李小草。书院快巡修了吧？所有人都愣了一下，然后冷汗直冒。季大湖是知道自家那2个崽子的，李小草张嘴想说什么，但最后却什么都不敢说。怕什么？以后他们读书的银子我也会出的，只要他们听话。当然，若是下一次科考考不上，那就另当别论了。哎，这是什么意思啊？必须考上秀才举人还是什么？九月没说，他们不敢胡乱的猜测。娘，季忆清说你做衣服和鞋子有一手，我的衣服和鞋子你帮我做。成。我留几匹布，剩下的你分分，让他们都给做。好，娘给你做几身漂亮好看的衣服，绝对把你装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些我要，剩下的你看着分配。大哥小妹季忆清，还有你们老2口的，剩下的给2婶3婶还有阿奶的。好。还有鞋子，这底也太薄了，娘做千层底的鞋吧。九月呀，娘不会做千层底的鞋子呀。不是真的千层，就是用旧衣服和不要的那些衣服糊底，多糊几层，不要那么薄。怎么糊啊？好像是用浆糊，反正你多铺几层就是了。说完，九月火速离开，怕再问下去自己露馅了。九月觉得自己就是那种提无理要求的甲方，而乙方苏若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脑子里除了一句浆糊，没有接收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午饭过后，季昭眠坐在房檐下，手里拿着红薯，思考淀粉到底怎么形成的。季有琴带着季小丫和季小雨在一边把挑选出来的红薯清洗干净。3个小丫头又洗又切又蒸又晒的，但是红薯就还是红薯，顶多晒干的红薯变成了红薯干。苏若几人做完活回来，看到那满满一盆的红薯皮泡水，叹了口气，又不好说什么。苏若准备把泡着红薯皮的大盆端到厨房准备煮猪食，大盆晃荡了一下，本来还算清澈的水猛地变得浑浊。娘！哎呦，我的天，你怎么叫这么大声啊？有琴！大哥，怎么啦？你给我弄一个小点的盆，然后弄点清水，把红薯洗干净了给我。哥，你是想到怎么做淀粉了吗？季昭眠也不好说自己是不是想到了，只是刚刚突然看到了浑浊的红薯水沉底。那沉在底下的，是不是就是左月所说的那个什么淀粉？先试验一把吧。季青风尘仆仆的回来，满车的药材。明日就可以为大哥治腿了。
一日一早，用完早饭，九月就准备给季昭眠治腿了，却见季昭眠正在那倒水，季青蹲在一边，眼睛冒光的瞧着，九月也挪了过去，就见底下沉了好厚的一层白色的东西。弟妹，你说的这个淀粉是这个吗？不知道啊，我只吃过没见过。等它晒晒。有晴啊，你等会儿去王屠户那割点肉，我们中午试试就知道是不是了。把大哥弄进屋里去吧，我要开始治腿了。季青和季昭眠对视一眼，心里满是激动。真的会很疼，要不要咬块布或者是棍子？这点痛楚若是都忍不了的话，那在以后还怎么成大事？一针下去，饶是季昭眠再能忍，还是啊的一声惨叫出来。按住他，别让他乱动。在双腿上扎了10几根银针之后，九月又摸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的以后，才让季青放开季昭眠。这种痛是持续性的疼痛，只是比刚刚扎下去的要好受一些。今天第一次扎，至少要扎2克重。大哥，还能忍吗？能。九月拿着筷子在那烤着膏药，干脆聊起天来。明年3月份就要参加科举，你们该看的书都看过了吗？看完了。我明天去街上书肆。季青，你要不要去看看，需不需要多买点书回来？反正你们俩现在的样子，怕是也去不了书院了。好。既然答应了九月会好好的读书，那季青就绝对不会食言。最主要的是，就以九月的性子来看，若是他爬不到一定的地位，那就没有办法给九月善后，没准有一天他就会和九月隔着牢房的栅栏对望了。想到此，季青和季昭眠莫名的对视了一眼，两人心照不宣的达成了一个共识。等知府收到消息，县令已经彻底废的时候，已经是好几天之后了。而这个时候，县城已经把整个县衙都收拢到自己的手下。九月疑惑地看着面前几个家丁。所以你们的意思是什么？我家姨娘特请您为我家老爷医治。你们是哪里知道我会医术的？我家姨娘和王老爷略有些交情，知道您治好了王老爷家的公子。你家姨娘是清水县县令的胞姐。等会儿，我和我相公商量一下。刚进屋子，九月就看到了坐在床前的一位貌美的少妇，正凄凄爱爱地看着躺在床上那肥头大耳的县令。有劳大夫了。九月向前给县令把脉查看。如何？能治好吗？手脚可以弄好，但脑子怕是治不好。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脑子还有问题啊？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呢？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都要我弟弟恢复如初。什么意思？哼，我说我弟弟的手脚要好，脑子也必须治好。九月嗤笑了一声，然后手在空中挥了一下，假装被呛到，掩嘴咳嗽了2声。芸娘还没有反应过来，就闻到了点香味儿。治不了。站住！卓青说办不到就是办不到，还望这位夫人莫要为难于他。你以为你是谁啊？敢这么和我说话？手脚想要治好，1000两银子，脑子是没有办法的，但仅限今天之内，明天过后会发生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你什么意思？还能有什么意思啊？这位夫人，今天过后，你弟弟就只能一辈子躺在床上了。治，我们治。1000两，抓药的银子你们自己出。芸娘看见管家，管家连忙从荷包里拿出了银子。九月丝毫没有觉得愧疚地收了银票。开方子。季青拿出笔墨纸砚开始誊写。把药材准备好，至少要2个月才能站起来。以后每日我都会过来给他扎针敷药的。等你把家宝治好了以后，就送你归西。九月，那个县令怎么了？我带你跑吧。你是担心那姨娘对我不利？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医治那县令，但看那知府小妾的样子，怕是不会放过你。那县令没有你哥哥伤得那么严重。我说2个月，不是治好那县令的意思，而是那姨娘彻底失宠的意思。失宠？妾嘛，就是靠着主君的宠爱过日子的。一旦没了主君的宠爱，你说他还会有什么？弟弟不管用了，自己也没有恩宠，你说他还有那个功夫来对付我吗？你做了什么？九月笑得像只小狐狸，当然是他给芸娘下毒了呀，都说了他的毒术是最好的。九月没想到季昭眠等人竟这般的聪明，
不过短短几日，沈梅用淀粉做的肉菜已经炉火纯青了。另一个碗里是一碗藕粉。关于藕粉的冲泡，九月知道一些，加点桂花枸杞什么的，可是别有一番风味。终于吃到了一点自己想要吃的，九月的心情也好了不少。沈梅得到九月的夸奖，喜不自胜，已经彻底把自己定位成为了一个家里的厨娘。简而言之就是，只要跟着九月干，那就会有好日子的。没看他们现在新衣穿着，每日白米饭肉不停，这可是他30多岁了从来没有想过的好日子。吃完了以后，季青把季昭眠给弄回了屋。大哥，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现如今我们已经做起了好几种粉，藕粉跟红薯淀粉，玉米淀粉最迟晚上也可以吃了。我瞧见了，给县令？可以。现在调任还没有下来，这个也算是给李县城增加一些筹码，就要看他怎么做这事了。我已经看过了，红薯淀粉可以储存很久，价格也并不会很贵，是百姓买得起的。我已经让二婶尝试用红薯淀粉多多研究一点食谱。那行，我和九月说说，看他那边愿不愿意把这个献出去。季昭眠什么都没说，毕竟在他看来，九月压根儿不在意这东西可以给他带来什么。当然，若是可以带来银子最好，没有银子的话，只要能让他吃就好了。两人正说着话，我想起来了，那个红薯好像还可以做成粉条，酸辣粉。什么是粉条？大概和面条一样吧，好像可以放1年呢。九月说起这个，又想起了酸辣粉儿。最主要的是，他是嘴馋，但是不会做呀。除了会生活以外，关于厨房的事儿，他什么都不会。待九月离开，季昭明和季义清同时沉默下来。给李县城上交去做个人情或者向上爬的工具，这自然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东西，最终会不会出现在百姓的餐桌上？毕竟上位者是很难和底层百姓共情的。不给李县城，我们和王老板合伙做生意。还有千层底的鞋子，你看过了吗？娘给九月做了好几双，我们几个可也是有的。明日九月去给县令治病，我去找一下王老板。那粉条，再等2天，等我们把粉条弄出来再看。我们现在需要商量一下，不管是粉条还是淀粉、千层底，怎么跟王老板合作？我们没有人脉，也没有店铺。自产自销的话，实在是有些太慢。究竟要多久才能普及到全国呢？帮助百姓把红薯淀粉、红薯粉条搬上食桌呢？说实话，两人读书还行，说起做生意的事情，却是半点头绪都没有的。还是先尽快的把粉条弄出来吧。九月也不得不说，季昭明和季义清是实干派，都是极为聪明的。在连续作废了3大盆红薯淀粉以后，就顺利的把粉条给研究出来了。昨天就给王家送了请帖，今天特意留了1天出来见季义清。哟，这是可以出门了吗？年儿，这位就是九月大夫，就是他将你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王景年有些激动，这一激动，喉咙就有了2分痒意，忙用袖子遮挡着咳嗽了2声。你说你自己闹着要对救命恩人当面道谢，怎的话都没说一句，自己先咳上了。娘亲，这位是我二婶，实不相瞒王老爷，今日我是来同王老爷做生意的。我二婶厨艺了得，我要同王老爷做的生意就和这原料有关，不知可否让我二婶做2道菜给王老爷试试？王老爷做事洒脱，不拘小节，直接让掌柜的带沈梅去小厨房。季义清从沈梅带来的几个布袋子里面，先拿出了几双千层底的布鞋来。王老爷请看，这鞋穿着走路不磨脚，穿久了脚底也不会觉得疼，甚至这鞋底十分的软和舒适。王生摸了摸鞋底儿，发现和他们穿着的单层布鞋底儿确实是有很大的区别。布鞋、锦鞋、靴子，不管是什么样式的鞋，都可以用瓷斗方式做鞋底。这鞋底真的牢固吗？王老爷尽可以放心，如今我家中人人都有布鞋，就算常年走路的我，一双鞋也能穿上几个月不坏。这本钱，一双1尺3四的鞋底，本钱4文钱都不到。竟这般便宜！实不相瞒，鞋底就是用的碎布头来做的，就是耗费一些时间罢了。这鞋底的方子如何卖？王老爷莫急，这才是第一样。季公子还有好东西。季义清从布袋拿出了一个小罐子，劳下滚水和温水各准备1壶。王生丝毫不怀疑的立刻命人去准备了。桌上放着几个小碗，季义清把冲好的藕粉递给了王生。王老爷尝尝。这货真该去当金牌销售员，就冲这颜值，
这架势，买都买。吃完喝完，王生满心的舒畅。这又是何物？白玉丸。这白玉丸有清热凉血、通便止泻、益血生肌、止血散瘀、安神助眠的功效。不仅可以加桂花，还可以加红枣碎、蜂蜜、冰糖等等，吃起来的味道都很不一样，尤其适合食欲不振和睡眠不好的人吃。只要别和寒性的食物混在一起吃就可以了。竟还有这般功效！食补吗？王公子不应该深有体会吗？季公子，那这个……王老爷莫急，这才是第2个，还有几个，等我二婶把菜做好了，您就知道了。正好，趁着菜还没有上来，我给王公子把脉吧。九月边把脉边点头，他就喜欢这种听劝的病人。方子让干啥干啥，不让干啥就不干啥，这多好。恢复的不错，根据那方子再吃2、3个月，以后就如同常人一般了，能够正常的生活了。说话间，掌柜的亲自带着小二来上菜了。松鼠桂鱼是大菜，掌柜的亲自端上来的，还有用淀粉裹鸡蛋油炸的小酥肉，清炒的木耳青笋肉片，还有蘑菇打底肉片滚蛋清做的蘑菇滑肉汤。最后一人端上了一碗还冒着滋滋热气，一看就是又麻又辣的酸辣粉。王老爷，王夫人，尝尝。王生知道季青的意思，就先每道菜都尝了尝，边吃边恩恩。季公子这些东西，说实话我都很满意。季公子看开个价吧，不管是这些菜品方子，还是鞋底的方子。王老爷的意思是，只准备和我做这一次生意，一竿子做完了，以后就不合作了？季公子的意思是？想必王老爷也看出来了，今日这桌上的菜，都是市面上可以说是整个大齐也没有出现过的菜品，还有千层底也是，大齐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鞋底儿，所以说市场有多大，想必不用我多说了。所以你想怎么合作？季青把最后一个布袋提起来，赫然是粉条。这个是粉条，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可以放上1年，可做主食。所以呢？实不相瞒，今天我拿出来的所有东西，本钱都不高，是平常百姓绝对消费得起的。当然，菜品做的精致点，加点昂贵的食材，卖给富人也是可以的。至于千层底的鞋底，鞋面用锦、用缎、用丝，富人就可以穿；用棉布棉花，穷人也可穿。白玉碗不加那些桂花、枸杞、蜂蜜、冰糖，穷人也能吃得起，不过1、2文1碗的本钱。那这些菜，有这个东西，更多的也能够研究得出来。1斤大概是8文到10文的本钱，可以做调味，也可以用来做成凉粉和饼。所以你要怎么合作？这些我都只要1成利，我只出方子，原料不出，人工不出。当然后续有新加的关于这个调味的方子，也会第一时间给王老爷。季公子胃口是否太大了些？王老爷不想合作？没有不想合作，只是这1成实在是太多了些。你们什么都不出，就出方子，这方子我可以直接出高价买，但是1成利。九月冷哼了一声，直接开始掏他的小包包。季青看着九月的动作，觉得实在是可爱的紧。这是排毒养颜丸，这是补血益肾丸，这些都是食补的方子，只要把不适宜的人群仔细说明，基本上所有人都可以调理。九月和季青那志在必得的样子，让王生意识到，不管他如何挣扎，这1成利是绝对保不住的。走，我们走，大不了去府城找人合作去。九月大夫，没不愿意，没有不愿意。九月哼了一声，1成就1成，我们现在签约。好呀。王生立刻安排掌柜的去拿笔墨纸砚。还有，我到底是季家人，还望王老爷在要买什么原料的时候，能最先买季家村的。这是自然。王生写完契，递给了季青。自我签好了，也摁了印，你再看看。九月，你先。果然是年少有为啊！你们村的红薯有多少斤？藕呢？藕有多少斤？几万斤是没有问题的。你确定这淀粉、粉条还有藕粉什么的可以放上1年之久？只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1年是没有问题的。明日你直接给我先弄5000斤红薯来，至于剩下的，过2日再说。一清在此替季家村的百姓多谢王老爷了。沈梅背着背篓，亦步亦趋地走在2人的身后。王生眯着眼睛，王夫人看王生看着季青和九月的背影。你看什么呢？我就是觉得怪怪的。当初不是说季家都以老太太做主，季义清他们那一方备受欺凌吗？怎么那个二婶看起来有些害怕季义清和九月呢？你管那么多呢？
这是人家里的事情，方子既然到手了，你还不快点看看接下来怎么做？哦，对。九月和季青又往家里买了不少东西。沈梅缩在角落的位置，捧着九月给她买的糕点，好大的一大包，说是让她舔舔嘴，花了好几百文。沈梅觉得她的嘴不配。今天好像是巡修。季青嗯了一声，九月勾勾嘴角，回去大概又有好玩的了。沈梅则是身子都僵直了。九月随手往车厢里丢了50两。二婶，食谱的方子你是精心开发的，我说过，只要听话且有用的，我向来不会亏待的。沈梅捧着那50两，简直是手都在抖，也忘记了刚刚还在担心冀州野和季晚桥了。季青下了马车，转身就伸手想去扶九月，孰料九月直接就跳了下来。季青，你把我爹怎么了？季维洲，你在学堂都学了些什么？见到人不会喊吗？礼仪都学到哪儿去了？我是你二哥。你到底把我爹怎么了？季青还来不及说什么，就见季维洲冲着九月去了。维洲，不可！季维洲压根儿没有近到九月的身，就被九月一脚踹进了院子里。儿啊，你有没有事啊？九月走到季维洲的身边。你刚刚说什么？再说一遍。孩子还小，九月别和他一般见识。九月蹲在地上看着季维洲。你爹呢？是我弄的。想知道我是怎么弄的吗？你要试试吗？二嫂，我错了，二嫂，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九月嗤笑一声，目光扫向没有见过的2个小伙子。快喊二嫂，这是你们二哥新娶的娘子，九月是你们的二嫂。二嫂，二嫂，把马车里的东西卸下来。季大海和苏若长出了一口气，知道这是九月要给这仨的下马威，让他们搬东西，就是这事过去了。九月躺在季大海找木匠给他专门做的躺椅上，摇摇晃晃地看着季家人忙碌，让他干活，抱歉，没人敢。你怎么不听娘说的？娘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千万不要惹你二嫂。爹他，季大江是罪有应得，但这话他怎么告诉季维洲？看几人把东西给弄完了，九月直接喊了一声：季青，去把大哥弄出来，扶着站一会儿。季青本想和几个堂弟说几句话，看九月这意思是要自己来了，不再多话，转身就进了季昭眠的屋子。三弟，二嫂，去把堂屋的桌子搬到院子里来。你二嫂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别多嘴。多嘴不是死就是挨打，识时务为俊杰的好啊。季州也哦了一声，不知道九月要干嘛，但还是进了堂屋。四弟，二嫂，拿笔墨纸砚出来。五弟，二嫂，把凳子搬出来，你们兄弟3人1人1根。待笔墨纸砚准备好，兄弟3人排排站在桌子边上，1人坐一处。既然你们在书院读书，花用了那么多银子读书，要参加科举，正好我考考你们。啊，考什么？二嫂，还能考什么？当然是考你们功课了。九月看3人都准备好了，直接道：妹妹我思之，写后一句，还有何意？3人执笔的同时顿住，季昭眠正被季义清搀着站在一边，听到九月说的，2人对视了一眼，都知道九月怕是真有学问的。李小草看到九月站在季维洲的身后，手都捏紧了，千万要答对呀。结果就看到九月抬手给了季维洲的后脑勺一巴掌。妹妹我思之的后一句是哥哥我来了，你疯了还是我疯了？季州也和季晚桥同时一顿，鬼知道他们俩刚才听到妹妹我思之的时候，脑子里也是哥哥我来了。同生只考4书5经的背诵、写作和理解。哦，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只看4书5经，不看其他，不用写八股文、试帖诗、经纶律赋、策论了？你们也是？季州也不敢说是，季晚桥不敢说不是。读了几年，连这点都不知道？3人低着头不敢说话。说啊，我已经问过我娘了，你们每回来都要银子，都是几百文的要，银子都花用在了哪儿？书呢？书又读得到底如何？巡修前书院考教了我们的功课。多少名？我在丁班考了111名。书院多少人？冀州也不回答了。富山书院每巡考校，除去科举班的20名不参与排名之外，共271名学子。一共就200多名，考个100多名就觉得自己是文曲星转世了。
这还只是一个书院的排名，还没有算上其他的书院，还有家中勤有惜习的，在一些德高望重夫子那里学习的。要照你们3个这样的成绩，别说考秀才，怕是童生都难吧。哎，给他们一次机会，下次巡修绝对不会这样了。考前50，给他们一次机会啊！娘9月，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好说好说，1个月前50怕是有点困难。9月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瓶子，一人1粒，吃了吧。你太过分了！看样子季大江的下场还让你们不够警醒，是吗？我爹他是我，从今往后，季大江一辈子都不要想站得起来，说不了话，动不了，和废人无异。这是什么药啊？还能是什么药？毒药呗。哎呦，9月，这可使不得呀！这毒药哪能随便吃呢？季婉乔却是直接把药瓶拿过来，直接吞了1粒到肚子里。婉乔，我会努力读书的。可3个月吃一次解药。好。其实你们可以选择不读书，我这个人吧，向来好说话，只要有用且听话的，我就愿意用着，绝不会亏待人的。季州爷，看看你娘身上穿的戴的，可比一般人穿的好多了。再看看你们家这一大家子，只要有用又听话，什么好东西没得享受呢？3人直书生礼。不敢，二嫂，我们一定好好读书。明年考过以后，最多再给你们3年的时间，我不养吃白饭的。听二嫂的，你为什么要吃那个药？不吃难道就能够活下来了？那我们现在和死了又有何区别啊？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那二嫂可不是什么好人，没看季维州差点被卸了吗？不知道季义清是不是疯了，往家娶了这么一个罗刹。那是阿奶给季义清娶的冲喜娘子。季州也噎住了，这就是现世报吗？既然是毒药，他敢让我们吃，就肯定会有解药，至少现在不会死。既然他这么想要我们读书考取功名，那我就好好读书考一个，待他日我高中之时，就是9月的生死之日。另一边，芸娘听着管家报回来的消息，心如死灰。你说什么？那9月大夫确实是把县令给治好了，能走能跳能吃能睡，就是吃傻了，还被他偷跑出去，让整个清水县的百姓看了个遍。还有那李县城的任命已经下来了，正式成为了清水县的县令。怎会如此？云姨娘，您这到底是怎么了？你去替我寻个大夫来。什么大夫啊？芸娘的脸色有些灰败，府城的大夫能请来的，她早就请来了，但是都没有用，谁也不知道她到底是怎么了。芸娘哀叹了一声，竟是急急的气晕了过去。9月搓着药丸，看着院子里的季昭眠杵着拐杖在那走路，看季昭眠走得满头大汗。行了，就这么点儿，别太急了，不然得不偿失。没事，大哥不累。季昭眠心头一片火热，能够再次站起来，再受多少苦他都不觉得苦。二嫂，中午可有想吃的？我同二婶学了好几道菜，都弄得可好吃了。9月脑子发木，想说随便，天天的想吃什么，他又不是饭桶，只是偶尔会有想吃的罢了。季有琴自顾自点头。哦，我知道了，我看着弄。用过饭，季有琴把温水打好。我可以自己倒水。大哥，我是有话要说。怎么了？还能怎么？还不是村里那些碎嘴子。别担心，你二哥会处理好的。我就是觉得二嫂好不值得，她给你和二哥治病，让你能站起来，让二哥的脸好了，医术那么好，这些人怎么净盯着人家家里的事看？我看二哥把几个说的过分的悄悄的收拾了。季昭眠想起自家弟弟的那个性子，认准了就是谁来说都没用，不打是不可能的。爹娘担心那些人在背后嚼舌根，被二嫂听到，到时候二嫂发火，就说二嫂医术很好，给你治腿呢。知道了，我会跟爹娘说的。二嫂医术那么好，可不是什么头疼脑热的就给治的，别到时候上门来了，二嫂不给治，又在外面乱说，平白坏了二嫂的名声。你很喜欢你二嫂吗？喜欢，很喜欢。自从二嫂来了，阿奶和爷就不能再给我们脸色看了，二叔二婶三叔三婶他们也不敢欺负爹娘了，吃得饱穿得好，还有小零嘴吃，都是二嫂来了以后有的。还有你的腿，二嫂也说能好，还有二哥的脸，
这些都是二嫂的功劳。那就好好感谢你二嫂，别管外面的人说些什么。季有情点点头，看这样子，还是要跟易清好好的商量一下这件事究竟该怎么办了。九月借着油灯的灯光，轻轻地掐住季青的下巴，瞬间季青的呼吸都停了，一点都瞧不出来了，以后可以不用用药了。说着，九月看向季青，直直撞进季青情绪翻涌的双眸。想亲我？季青呆呆地看着他，没有任何的动作。亲吧。季青的眼睛眨得飞快，像是被九月的一句话给炸懵了，还没来得及再回想刚刚那句话是梦还是现实，微凉的唇瓣直接压到了他的嘴上。季青猛地回神，九月竟然在亲他，到底是第一次，到底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季青瞬间反客为主，轻点儿，会疼。也可能是男人在这方面都有得天独厚的天赋，倒是让九月体会到了一次什么叫被吻到腿软。眼看就要到最后一步了，季青猛地埋在了九月的肩膀处。我不会。没事，这次我伺候你，我找输给你看，下次再说。师傅吗？九月。季青快要发疯了，明明都是第一次嘛，为何九月就能够这么坦然？坦然就算了，还能逗他，要了命了。九月生物钟很准时，现在早起锻炼，手上脚上都绑着沙袋，让苏若特意给他做的，隔一天还会特意跑一次山。负重越野训练不能断，只有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训练才能不丢命，这是九月的生存法则。今日王老爷那边要到季家村来收红薯和藕，王生为了显得重视，这第一次收购特意让酒楼的掌柜来了季家村。季青看了几眼排队的人群，点出了几个农妇。你们回去，不收你们的。二娃呀，你这是要逼着我们去死啊！凭什么大家的都收，就是不收我们的？你以为你是谁啊？难道你还做得了王老爷的主？这生意是因为有九月才能做的。掌柜的扫过那几个农妇。我家老爷说了，一切都听季公子的。要知道，来前儿自家老爷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让好好的对待季青和九月，他们手上多的是好东西，万万不可得罪了。没听季大海和苏若说吗？那季义清娶回来的冲喜娘子医术了得，那王家公子好像就是被那冲喜娘子给治好的。治好了不说，王家还送了多少好东西，那整整一马车的好东西啊！人不捧着九月，难道还听你一个只会嚼舌根的农妇的呀？真是不知所谓。在场不少人暗自庆幸没有跟着这些人在后面说九月的坏话，想不到这季青看起来是个翩翩公子，却还是个护妻的。季青就是要让村民们明明白白的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够卖出这些红薯，那都是托了九月的福。我在这儿也不瞒大家，大家的红薯和藕之所以能够卖得出去，完全是因为我家九月，是他特意让王老爷先买我们季家村的。要知道清水县10几个村子，家家户户有多少红薯跟藕，我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王老爷不是什么冤大头，他要的多，不会没有人用低于1文钱1斤的价格卖给他。王老爷看的都是九月的面子。二娃，帮我们和九月说声谢谢。好说。掌柜的拉走了好几车的红薯，季青忙活完直接回家。季昭眠和季青现在每日没有其他事情做的时候，一直都在读书。九月虎视眈眈地看着，两人都不自觉地更加用功。你们年轻轻的不懂事儿，那季二娃的媳妇才多大，医术能有我这老头子好？你们不让我给你儿子看，你儿子的手就得废了。九月看着院子里乌泱泱的一群人，脸都黑了。哎呦，大娃，你竟然站起来了！说话间，那村长儿媳妇儿就要给九月下跪，孩子哭得都快要没声音了。有什么就说话，别动不动的就跪。老陈头冷哼了一声，也不管村长儿子是不是抱着孩子，上手就去摸孩子耷拉的手。嘿，你干嘛呀你？老陈头讪笑了一下，但这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脱臼，蒸个骨就是了。但可惜他不会蒸骨。你们最好是去城里，孩子的手可耽误不得，别听风就是雨的，别什么人都当成是神医。九月听到那老陈头的声音，对着季青扬扬眉，应该是孩子的手出什么事儿了。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更何况年纪那么小，又是个女人。
大齐女神的地位本就低，明里暗里的嘲讽让九月有些生气。九月来到村长儿子的身边，抬手摸了一下村长儿子怀里的小家伙，就摸出来孩子就是脱臼了。按着他没事的那只手。小家伙目不转睛地看着九月手里的白云糕，想吃吗？死！九月把白云糕往前一递，小家伙一只手被按着，只能用自己脱臼的手往前伸。九月随后往上一转，小家伙手一抬，直接拿住了白云糕。可以了，回去吧。众人无语，你干了什么？这就可以了？明明九月什么都没干啊，就是给小家伙递了块白云糕。季昭眠和季青对视一眼，好吧，现在九月医术好的事情，怕是怎么都瞒不住了。季青怕有人乱说，忙道：“这只是一种治疗方式。小孩子骨头脆弱，刚刚应该就是脱臼了。我让孩子抬手是在给他正骨，但是你们不要胡乱尝试啊，毕竟孩子骨骼走向什么的你们也不懂。我使用的治疗方法，你们就算学了，到时候也不一定能正好。”村长儿子和村长儿媳妇连连道谢。这是诊费，也不知道够不够。季青在一边看到九月神思不属，上前把诊费接在了手里。不收是不可能的，不然按照村民喜欢占小便宜的作风，怕是时不时的就会来麻烦九月。不管多少，只要需要花用铜钱银子的，大家就不会那么趋之若鹜。九月最近在搓强身健体的药丸，这个没办法不做，因为古代读书人金贵，个个都是只用读书，其他什么都不用操心。九月觉得季家这几个兄弟啊，很有必要加强身体锻炼，可别读死书去了。他好不容易投资了这么5个，5个人啊，要是一个都没有考上，或者因为身体原因导致了考场，那我的投资可不就打水漂了吗？九月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难得今天无事，九月骑着马进了城。这古代也没个酒吧 KTV 什么的，更没有手机电脑给他打发时间。九月刚把马拴到城里专门放马的地方，就看到一个小少年喝着气跑了过来。这位娘子，这里放马是5文钱，这是对牌，您到时候拿着牌子过来就可以了。这少年不是那城门处正和别人聊天的少卿吗？自从那日之后，两人就没有什么交集了。你刚刚在城门处讲的那些城里富商的那些阴私，都是真的吗？就是听别人闲扯皮，我嘴贱，我嘴贱。少卿，你还记得我是谁吗？少卿听着这些熟悉的声音，茫然的抬头，一抬眸对上那亮晶晶的眼睛，瞬间就跪了下来，砰的一声磕了个头。恩人，起来吧，别动不动给我跪的，容易折寿。你在此处当差？没有，当差的都是衙门里的人。今儿个他有事儿，让我来替他一日，给我10文钱。那马氏那边也是帮人替的，所以你没有固定的可以做事的地方。我年纪太小了，没人愿意要我，所以我就到处找活干。别看这里替一天，那里替一天，我每月至少有100文呢。那你到处去和别人聊天，不会浪费时间吗？我替人干活每月能赚100文，但给那些贵人打听消息什么的，有时候多的时候能拿200文呢。打听消息？恩人，你别看那些乞丐不起眼，但其实他们遍布整个县城，谁家有点什么事情，问乞丐他们都是知道的。所以偶尔会有一些公子哥找我问这些消息，顺手给我打发点银子什么的，然后我就给这些乞丐买馒头什么的。做好事？也不是，大家都不容易，能帮一点是一点。认字吗？爹爹还在的时候有给我开蒙，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这些我都是读过的。要来帮我做事吗？我给你开工钱。能给恩人做事是我的荣幸，不用给工钱。给我做事没有免费一说，我会给你开工钱的。找个地方聊聊。少卿在原地跺跺脚，又想和恩人说话，这里又暂时走不开了。我等会儿过来找你。好，少卿在这等恩人。九月半点不拖拉的直接转身就走。最近在家闲来无事的时候，九月有考虑一下自己来这个古代到底要怎么生活。他不想受气，也不想把自己的命交给别人，所以必须自己强大起来。九月想要弄一个情报机构，专门收集这些富贵人家、这些权贵人家的把柄，但具体怎么操作、怎么做，九月一开始是没有想到的。直到看到少卿和小乞丐聊天，这不，看到少卿就知道要怎么操作了。九月边逛边在心里盘算，到底要开个什么店。恩人，你可以叫我九月大夫。九月大夫，我们去哪里说？我刚刚回了趟家，和我娘亲说了一下，娘亲说要好好感谢您，
想请您吃顿粗茶淡饭，不知道可以吗？九月没有拒绝跟少卿回家，毕竟他要说的事儿最好还是隐蔽一些的好。一路跟着少卿走到城北的贫民区。娘，九月大夫来了。青儿，你回来了。我娘还有妹妹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九月静静地凝视着少卿，小少年没有说的理由也很充分。瘦弱又矮小的妹，瞎眼又体弱的娘，加上一个破碎的他。我不说。九月不会和人寒暄，而少卿娘大概也觉得自己眼盲不好招待客人，和九月随意地说了2句家常就离开了。倒是少卿的妹妹少宁一直忙上忙下的给九月递东西吃、泡水喝。眼看两人要谈正事儿，少宁转身走出了屋子，临了还看了一眼少卿。九月突然觉得少卿自以为是的瞒过了他妹妹和娘，可能谁也没有瞒住。这小姑娘也挺聪明的，这古代不吃激素打药的菜和不加任何添加剂的食物，真就比较养人吗？两个人这才开始谈话。九月按照设想，把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具体如何操作，全部一五一十的和少卿说了。我希望你能帮我看这家店。九月大夫，我不行啊。是不行还是害怕？卖药丸什么的，我会找专门的伙计和掌柜的，但收集那些信息、整理成册，就你做，每月1两银子，可行？不用，太多了。我说值就值，你就说行不行就成。可以的，我能做到。那行，我看上了青云街那家铺子，你帮我打听打听，卖的话是多少钱，做又是多少钱。这是这个月的，说是有看到机灵的或是适合做事的，也可以适当的每月提供点铜钱，将他们招入麾下。在我这儿做事，嘴巴紧是一方面，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才是最主要的。至于你找的那些人，最好是无父无母，没有什么牵挂的，也最好给我看看。少卿连连点头。去把你娘带出来吧，银子拿着吧。知道九月说一不二的性子，少卿还是把银子拿到手里，忽略了九月看着银子那一闪而过的微暗眸光。上面有毒，不背叛还好，但只要背叛，九月就算不近身，也能用这个毒把人给杀了。不管少卿是因何原因同意，但这件事本就危机重重。记得做这个一定要小心行事。少卿点头，连忙跑出去牵他娘。九月大夫，为何要把我娘给带过来啊？手抬上了。九月大夫，你这是要帮我娘治眼睛？既然在我手底下做事，只要听话，我就不会亏待的。九月大卖的时间有点久，片刻后道：家中可有笔墨？有的，我爹当初留下来了一点。丑话说在前面，我不会每日都到县城里来，明后天应该会来，会给你娘施针，后面隔3天施针一次。我若是没有提前来提醒你，你就自己想办法把你娘弄到季家村给我施针。我娘这个有的治吗？可以看见，但应该不会特别清晰，只是淤堵了。再加上前2年是不是经常哭，伤了眼睛？前2年是少卿爹离世的那2年，少卿娘就是那段时间把眼睛伤到了的。九月对他们的事儿不感兴趣。所以要治吗？不治，我们不治。九月大夫大恩大德，少卿来世必定是当牛做马，此生以九月大夫马首是瞻。若我为此事，少卿不得好死，五马分尸。恳请九月大夫为我娘医治，不管多少银两，少卿必当奉还。少卿，你起来呀，你起来！娘不治啊！好说，恩威并施嘛。毕竟九月给少卿下了药，这人要是想要背叛他，那就只能拿命来还了。当然，九月还是不想看到他的背叛，毕竟收个小弟实在是不容易啊。吃了饭，九月兴冲冲地骑马回了季家村。季青和季昭眠在屋内看书，时不时地讨论1两句。九月推门而进。季青，两人皆是一愣。季昭眠看九月回来了，扶着桌子就要走，却见九月丝毫不在意，直接站到季青的面前，巴拉巴拉的把要自己干的事给说了出来。说完，屋内2个大男人皆目瞪口呆地看着九月。弟妹果然是非同凡响，旁人不想受气，顶多就是闭门不出；弟妹不想受气，就是要把所有人全部都拿捏在手中，主打一个我不好过，所有人都别好过。
这等魄力和行事方式，一度让季昭眠把自己的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拴得紧紧的。然屁用没有，因为九月永远不按常理出牌。我说弟妹，此番会不会有些太过于冒险？不冒险怎么干大事？再说了，我又不是要去探查他们的阴私，我就是收集点他们的把柄，只要他们不来惹我，这些东西就永远不见天日。但若是他们敢来惹我，魏晋之言没有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但季义清和季昭眠都听懂了，九月不可惹，不能给气受。弟妹，要不然你再好好说说你要做的事，就是你说的那个情报机构。明面上就是开个药丸店，暗地里弄个情报据点，先在县城，然后府城、郡城、都城。季义清无语，季昭眠惊叹：你们想想啊，只要我这据点顺利的开到了都城，到时候你们俩再考去都城，在都城当官，那有了这个据点，你们看谁不顺眼，嘎嘎的就能把人弄死，那不爽死了。九月看两人还是一脸的呆滞，也懒得和这俩人说些杂七杂八的了。季青，你就说明天和不和我去县城里弄吧。没说不同意，就是觉得你这个据点是不是要好好的规划一下？要规划，但是先把铺子买了再说呀，我还得把药丸搓好什么的，可能年前勉强开得起来。弟妹，那些药丸确定有用吗？九月眼睛顺着季昭眠的头顶看了看，季昭眠莫名的觉得头皮有点凉。我没吐。然后九月的视线缓缓往下，落在季昭眠的腿上就没动了。季昭眠懂了，九月的药丸怕不是有用，而是很有用，再待下去就不礼貌了。季昭眠生怕九月再说什么惊天骇语，颤颤巍巍的挪出了门。帮不帮我？那我们明日去县城。瞬间九月就眉开眼笑了，这才对嘛，他要做的事情哪有做不成的。抬手扯着季青的衣襟，就把人拉到了自己的眼前，然后在季青的嘴上亲了个响的。九月英姿飒爽的跑出去了，徒留下一个满脸通红呆愣在原地的季义清。青天白日的，这青天白日的，九月这是干嘛呀？到了县城，赵就先把马车给停在专门的区域。九月拉着季义清先去找少卿。这个人很聪明，而且他还能够专门靠卖消息挣钱，想来是有点本事的，所以我们先去寻他。九月大夫，少卿本来是要牵着他娘出门走走，这会儿看到九月来了，也不好耽误正事儿。九月大夫，季公子，你们稍等等，我先把我娘牵回家。两人站在巷子口等少卿，没过一会儿，少卿小跑着过来。那个铺子我已经打听过了，主家和牙人签了契约，上面写的是200两，但我四处打听了一下，170两可以拿下。拿下来了以后，需要简单的装修一下。我打听了一下县城里的几家工头，有2家可以选，牌匾可以到老王家做，他做的好看，而且能用的很久，口碑好。掌柜的人选我也打听了好几家，之前云霄楼的掌柜姓庄，此人在云霄楼干了10几年，本来干得好好的，然后被老板的小妾的弟弟给顶了。他被辞退了之后，那小妾的弟弟到处打压他，然后他已经有2个月没有开工了。好几家出的喜悦营的都和那云霄楼的老板都有点交情，就不大愿意得罪那老板。我觉得他挺合适的。之前在云霄楼，庄掌柜的1个月月营是3两，我们若是出得起2两500文，应该就可以做。小二我也找了好几个机灵的，但具体的要用哪几个，还得九月大夫和季公子来定夺。昨个我听九月大夫说要卖的东西，听起来就十分的高级，不知道九月大夫有没有想好要用什么东西来装那些药丸，所以我自作主张问了一下磁场。九月听得叹为观止，连季青都不自觉地听入了迷，事无巨细。九月笑得都看不见眼睛了，扬着下巴看向季青。看我眼光好吧？季青看九月那嘚瑟的样子，不禁失笑。真能干，这样看来，只要我把店铺买下来，剩下的事情基本上都不用我操心了。从县衙把过户的房契拿到了手，九月决定去和少卿说的庄掌柜聊聊，他是不可能看店的。和庄掌柜聊得也很顺利，少卿了解得很透彻。不过九月也担心庄掌柜被撬走，直接和人签了5年协议，违约金就是200两银子。九月今天算是干了很多活的，跟着少卿走了做牌匾的店，找了装修的工头去定制了瓷瓶，甚至还在算命的摊子上寻了个开张的吉日。最后九月又去药店进货一样的买了1车的药材，
花了好几百两银子呢。回到家就把那一车的药材弄到药房，九月莫名的有点后悔了。为什么要给自己找事情做呢？我明明可以混吃等死的呀！莫名的想起了什么，九月脚步一转，把家里的3个小丫头拎到了堂屋。季家人可谓是看到九月要干点什么就心惊胆战。沈梅很想去把季小雨给拉回来，李小草看着季小丫站在九月的面前就流眼泪，可见九月的余威。倒是季有琴不知道哪里来的滤镜，看着九月的眼睛像在发光。怎么，事情办成了是吗？我写了一些关于九月要做的那个据点的想法什么的，大哥帮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季昭眠嗯了一声，看向堂屋坐得端端正正审视着面前3个小丫头的九月。哦，3个小丫头惹他不高兴了？他大概是不想搓药丸吧，所以想要这3个小丫头帮他搓药丸，是吗？我给你们月银，每人每月300文，如何？九月呀，这些都是你的方子，这怕是不好吧？怕什么？我说过我喜欢听话有用的，若是不听话的，那就弄死好了，是不是啊？直接弄死你们不就好了？季小丫和季小雨眼睛一眨就想哭，生生的忍住了。倒是季有琴觉得九月这样子好酷。阿嫂，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背叛你的。乖啊！你妹妹这样崇拜九月，以后还能嫁人吗？季昭眠和季青对视了一眼，没觉得有什么。若是他们妹妹能学到九月，哪怕是一星半点儿，就不会受夫家欺负。当然啦，没人要也没关系，他们兄弟俩又不是养不起这个妹妹。九月像个鸡妈妈一样的领着3只小鸡进了药房，紧锣密鼓的开始搓药丸。都认字吗？认字的，哥哥没有教我。过几天才会有瓷瓶送过来，所以你们慢慢搓，每种药丸先搓几瓶出来。药丸这东西也是有保质期的，别到时候保质期过了没人买就不好了。是，阿嫂。真乖，看嘛，季家人还是很乖的，半点都不用九月操心。不过半个多月就已经把暗月阁给装修好了，转眼就到了开张的第一天。九月懒得到店门口去当什么吉祥物，还要讲话，干脆就把季昭眠给推上去了。是季昭眠，是季昭眠。他的腿不是毁了吗？站起来了。欢迎各位父老乡亲来参加暗月阁的开业，令暗月阁蓬荜生辉，小生在此谢过。随着季昭眠的讲话结束，人群轰的一声进店，小小的铺子瞬间就被人群淹没。九月拢共都没有抄几本食疗方子，看着100多本食疗方子，没一会儿就只剩柜台上供人抄写的几本了。九月的脸都黑了。古代人的购买力竟然这么猛的吗？这也不是双11啊！九月木然地看着庄掌柜，一支毛笔写的要起火星子了，难得的有了点良心，凑上前去。庄掌柜，要不要多请2个人？不用，今日是开业，也有人是因为东家你的名气，所以来买这些。等过2日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了。好吧，反正生意上的事情他也不懂，庄掌柜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到时候给你们发奖金。多谢东家了。二嫂，我这几位同窗想问问，那强身健体丸还有没有？还有几瓶。二嫂，你不知道，自从你教了我五禽戏，然后配合这强身健体丸，我身体都好了不少，所以我同窗看到了才想也试试。眼看离过年不足月余，天更冷了些。今天季青和季昭眠一并同行，2人看九月要上街都少见的严肃。一进城，九月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压抑和沉甸甸的感觉，来自于九月做了那么久的杀手的直觉。不是，不管怎么说，也落不到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头上来。所以是什么大官的事儿？季青和季昭眠查看了一番，确实没有什么人后，才告诉九月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大齐建国快要200年，各任皇帝都十分的勤勉克谨，所以大齐的百姓相较于其他国家的百姓要过得好得多。但自开国皇帝之后，大齐皇室就像是被诅咒了一般，没有哪个皇帝会活过45岁，且子嗣不丰。到如今的皇帝竟是只有2子1女了。皇上早早就立了太子，而今皇上也40有2了。若是真有诅咒，皇上也活不了多久了。
所以为了给太子留下一个还算好治理的国家，皇上雷厉风行地处置了不少的世家，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就带出了不少贪官污吏。九月听着这朝堂上面的弯弯绕绕，不想听了，本来也不关他的事情好吧。所以你们俩这段时间经常往城里跑是吗？明年4月份开考，是丰原帝留给太子的新臣，所以势必会更加的严厉。所以说明年的科举，说是难也难，说是简单也简单，我们免不了要跑一跑，看看能不能得到点什么消息了。随便你们吧，只要你们两个有打算就行。两人又出去找自己的夫子了。九月在那查账，好吧，他真的看不懂。虽然庄掌柜写得很清楚，但看不懂就是看不懂啊。庄掌柜把银子给了九月，一个小木箱子装的，短短1个月左右赚了200多两。九月下巴都要掉了，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银子，心情一好，直接给庄老板包了5两银子的奖金，2个小二一人2两，几人乐得不行。按理来说该发点年礼，但我这人不爱买那些东西，所以直接给银子，你们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谢东家。3人都觉得九月大方，要知道就算是在云霄楼的时候，庄掌柜年礼算下来也不过几百文，这九月直接给了5两，当他2个月的月银了。处理完了这边的事情，九月这才去看那少卿做的事儿。要不说少卿得用呢，院子里2个房间，少卿都让人打了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架子，然后每一面墙对应着县城里的每一个区域，每个区域住了什么人，人物关系，来自哪里，家有多少人，事无巨细的。少卿基本上是把自己能够打听到的事情都写在了上面，实在是出乎九月的意料。干得好，你娘的眼睛年后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多谢东家。明年5、6月份我要到府城开店，你准备一下，到时候那边还是你去管。五禽戏好好练，别到时候倒在考场了。要完明日我让人给你们送到书院里去。多谢二嫂。好说好说。冀州野和冀晚桥许是看出了九月已经不想应付了，连忙告辞。冀青忙得衣衫都有些凌乱了，他一直站在签字本边，每个要购买药丸的人都需要讲解一遍。毕竟九月卖的时候就说了，这个是重中之重，不然若是被有心急或者顽疾的人买回去吃了就不好了。看来这王老爷应该是到处去宣扬过你的医术了。九月撇嘴，就说怎么这么多人？我让酒楼给庄掌柜他们端了饭菜过来，毕竟谁也没有料到今天竟然这么多人。端就端了呗，你和我说这些干什么？没有，这不是你的铺子吗？当然事事以你为重了。你这话不对，是我的铺子，但这不也是你的铺子吗？我这也算是给你造势了，那食疗方子分享出去，你和大哥的名声该多好听。我可知道你们这儿那什么方子一类的，可都是当做传家宝传下去的。好，也是我的铺子。这边你手上这摊子事儿，最好是交给一个妥帖的人来。你找到了之后，记得带来给我看看。府城？你放心，我去哪儿都带着你。明年府城，后年我们就可以直接去都城了。都城？你太能干了，所以我去哪儿都会带你去的，你放心吧。等季青和季昭眠回来，3人又一同去了一趟王老爷家。季大公子、季二公子、九月大夫，你们都不知道这1个多月赚了多少。哎呀，别啰嗦，银子呢？王生哽了一下，递了10张银票给九月。红薯粉年前最后一批的利润还没有出来，想来应该也有个300两。九月大夫啊，您那药膳方子5文钱1张卖出去，可真是卖亏了。那本来就是给大哥和季青做名声的，相当于是回馈父老乡亲，有什么？王生不好接话了。确实，这段时间出去，但凡是抄了方子的，谁不说季家2兄弟的好？春节悄然而至，整个季家村每家每户的烟囱都冒着带着浓浓香味的烟气，扫帚和锅铲刷刷哐哐的，像是一首来自春节的交响曲。怎么在风口站着？不冷吗？马上祭祖结束就可以吃团圆饭了。弄好了。季青带着笑意，今年是一个好年，开了个好头，明年初1一切都是新的开始。用过团圆饭，该守岁了。一家人又移步到堂屋中，大家看九月没有什么反应，试探性的开始讲话。九月不参与，只是一小口一小口的吃着季青包的瓜子、花生一类的小食。难怪古代人可以生那么多的娃，天一黑就上床睡觉，可天黑也不过才6、7、8点钟，不造娃还能干什么呢？
季青正剥着瓜子儿，就感觉肩膀一重，屋内的声音瞬间停了下来。季青扭头就看到九月靠在他的肩膀上，睡着了，看了看屋内的众人。我带他进屋睡觉，你们接着守岁就成。谁也不敢反驳。季青将九月抱了起来，没由来的就有一丝的心疼。明明九月看起来那么无所不能，但季青就是心疼。九月好轻啊，轻得他抱着人都觉得没有什么重量。转眼间就到了2月初，季周野、季晚桥和季维洲就要去考试了。这场考过了，就可以和季青和季昭眠参加4月份的考试了。九月难得好心的送3人进了考场，三人顶着九月要吃人的目光进了考场。许是九月给的威压实在是太重，三人进入考场以后，几乎是瞬间就进入了状态。3天过后，九月没有去接季周野他们，倒是季家的其他人几乎是倾巢出动。没办法，这可是关系着生命的考试啊！看着游魂一样飘出来的3人，怎么样？能考上吗？我觉得还成。季晚桥则是在嘴巴里默默的念叨，应该是可以的。季家人领着游魂一样的3兄弟回家，一进院门就看到了九月。二嫂，考得如何了？应该还成。九月哦的一声，转身端着药材就进了屋。身后的一群季家人谁也不敢接嘴。儿啊，娘给你们准备了猪蹄汤，考试辛苦了，吃点好的。九月神出鬼没一般又飘了出来。想他们3个拉脱水，这几天就多给他们吃点油荤了。他们这几天考试也没吃什么油荤，脾胃虚弱，最好弄点清淡的，缓上个1-2天。沈梅感激地看了一眼季昭眠。九月，你让爹弄的小木屋已经做好了。九月哦了一声后，然后走了出来，对着站在院子里发呆的季昭眠道：你和季青收拾准备一下，后天开始模拟考。模拟考是什么？季青也走了出来，他和季昭眠一人穿着2件单衣，在木屋里瑟瑟发抖。外面站着季家人，看猴子似的看着他们俩。今天一大早的，九月就把2人给扒的只剩下2件单衣了。大哥是在九月那要吃人的目光里自己扒的。手边有个篮子，里面是有点馒头、咸菜，还有藕粉什么的。笔墨纸砚也给准备了，角落还有个小小的炭炉，里面要死不活的放着几块炭。看着上面的考卷，2人也终于知道了什么是模拟考。季青和季昭眠同时叹了口气，虽然看不到对方，但这种同病相怜的感受还是让他们惺惺相惜了一番。2人倒是也没说什么，想着九月应该也出不了什么太难的题目。谁知道拿到题目的瞬间，兄弟2人就被九月的题目给吸引进去了。九月全部都是根据科举的正常难度给2人出的题，不，准确的来说是比科举还要难上一点。2人也不再觉得九月是在胡闹了。夜里，季青和季昭眠还是依着院士的样子，就歇在了小木屋里。实在是冷了也没法子，这会儿都撑不过去，院士的时候也就不一定能够撑过去了。3天时间一晃而过，季青和季昭眠从木屋里出来，将试卷交给了九月。给我看什么？我又不会批改这个，你们找你们父子看。行，那明日我们就拿去给父子看看。放榜日，季晚桥和季周野、季维洲3人鬼鬼祟祟地躲着九月去了城里，却丝毫没有想过九月做事跳脱，但他不是瞎子呀，九月可以自己去看榜啊。所以3人迎面对上九月的瞬间，都不自觉地抖了抖腿。怎么没上榜？你们准备怎么办？离家出走？3人连忙拨浪鼓似的摇头。看榜。3人怂唧唧地挤进了人群。季晚桥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虽然是倒数第1，但好歹是上榜了呀。我中了，我中了！没出息。我也中了，我也中了。一个倒数第1，一个倒数第7。季维洲年纪最小，没上榜。回家，考了倒数还好意思丢人现眼？二嫂，我下次一定会努力，我一定会考上的。下次？人生短短几十年，哪来那么多的下次？你最好记住你自己说的话，3年后若是考不上，你自己知道的。接下来，季青和季昭眠全力应对4月份的院试。9月抽空去了一趟县城，
不管季逸清和季昭眠过没过院试，9月都习惯做2手打算。行吧，你们觉得可以就可以。等他完全接手了你手中的所有事情之后，你就可以先去府城了。少卿和小少年同时一乐，吃了吧。东家，这是什么？能是什么？当然是控制你的毒药了。不过你放心，这毒药是1年发作一次，而且只要不背叛我，我就不会让你有发作的机会。9月把毒药放在桌上，静静地等待着。少年连连深呼吸，最后还是拿起药丸吃了下去。少卿足够聪明，所以从来不会去幻想9月有没有给自己吃毒药的事情，反倒是觉得9月手段高超，或许在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被下毒了。时光匆匆似流水，季逸清和季昭眠院试成绩相当亮眼，李县令直接赏赐了1人10两银子。刚过端午节，季逸清和季昭眠一连猛地拖家带口的去了府城。是的，所有人都去了，连带着胡春花和季山都一并去了。这般是否太过兴师动众了？又不是养不起，一家人嘛，当然是要永远在一起了。没了他们，谁给他洗衣做饭，谁听他使唤？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府城的一条街上响起，3两路过的人群好奇地看向这新开的一家店铺。那新开的铺子是你的铺子？哎呀，夫妻一体，这也是你的铺子，感动吧？小象还拿捏不了你。府城到底比县城要大上不少，少卿也是第一次来府城，所以收集情报肯定会比在县城要困难。少卿拿出自己早就写好的计划，这什么计划书还是9月教的。我们做一个隐蔽的记号，像是个月亮的符号，做一个令牌，这令牌只有你有，也只有你能调任这些人。之后具体要开什么样子的店或者是什么生意，我也根据每个县城的情况做了调整。哦，那他们干嘛要听命于我呢？9月大夫，这世上多的是活不下去的人，只要给他们一点甜头，别说听你的，就是命给你都可以。9月冷静地想了想，少卿说开的店铺最好是越不起眼越好，不要给人注意到。9月觉得少卿言之有理，但所有人必须要拿捏在他手里。拿出一瓶药，跟着我，只要不背叛，之后会有更多的好处。说着直接拿出了500两银子。具体做什么店铺，你等我回去规划一下。您还是别规划了，你每次都说不要挣钱的，结果一共就开了2家店，一家比一家更挣钱。但他不敢反抗，只拿着银子和那瓶药走人。入夜，9月洗漱后挪上了床。天气热了以后，9月就受不了那热，季逸清不自觉地贴着9月，然后哎呀，热得很，你别挨着我呀。季逸清委屈巴巴的，越发觉得自己像是个工具人了。冬天天冷的时候，9月恨不得直接睡在他身上，这会儿夏天了，天热了，一脚将他踹开，恨不得他挂在房顶上睡，反正别挨到他。9月9月嗯了一声，已经开始有些迷糊了。季逸清本想问他们可不可以圆房了，每天晚上香香软软白白嫩嫩的媳妇儿就睡在自己身边，不敢亲不敢吃，要多么大的自制力呀。之前9月还帮他了一次，但也就那一次。9月当然是想过这件事情了，圆房是肯定要圆的，但是要等明年的考试过后，不然万一季逸清得了趣儿，沉浸在他的温柔乡里，然后荒废了学业怎么办？所以为了以后不憋屈的生活，9月觉得还是忍忍吧。待9月睡熟，季逸清叹了口气，轻轻把9月圈在怀里，低头在9月的脸颊上轻轻亲了一口。9月微微勾了勾唇，他早就知道季逸清每晚都会偷偷摸摸地亲他一下，但怂得要命，只敢亲脸。罢了罢了，到底是自己项目，是自己选。哎呀，谁让我这么善解人意呢？到底是考举人，季家人都担心的不行，毕竟金举人银进士，可想而知举人的含金量有多大。3人坐在马车里，9月也没有言语间鼓励或者威胁，但季昭眠和季清觉得9月还不如恶狠狠地放2句狠话呢。毕竟一上车，9月就直勾勾地盯着2人。弟妹，我跟2弟都会努力，你一切放心好了。我不担心，你们放心去考就是了。说完还是直勾勾地盯着人。你真不如说2句，或者实在不爽干脆打我们2下。
你别这样看着我们呐。9天时间一晃而过，少卿这头的事情安排下去以后，接下来2人就等着季青和季昭眠的成绩出来了。毕竟9月一早就和少卿说过，只要季昭眠和季青，不管是其中一人过了，还是2个人都过了，接下来都要立刻马不停蹄的到都城去了。少卿先去都城采地皮，9月站在马车的车架上，看着考院门口那2个游魂似的飘出来的人，死死的咬着下唇不敢笑。季青和季昭眠2人身上散发着十分酸爽的味道，爬上了马车。爹，我和你一起坐车架上吧。累了。去床上睡，我给你擦头发。你陪我睡吧。季青看9月没有拒绝，嘴角微不可察的勾了勾，把9月塞进了薄被里，没做什么，只是手搭在9月的腰上，眼睛一闭，竟然就这么沉沉的睡了过去。这一觉足足睡了1个下午加1个晚上。9月初1初2才会出榜，中间还有这么长的时间，季青和季昭眠对于此次相识都有极大的把握，所以决定趁着榜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回一趟季家村，再买点田地，一部分让佃农来种，还要让族长开办族学，拿出50亩当做族田，而族田的收益用于维持族学的开销，刚好修葺祠堂，待考上的时候再回来祭祀先祖。但2人都悄咪咪的暗中进行，万一没有上榜，被人知道他们这般的大动作，少不得会被人骂上2句庶子狂妄。不过好在最后的结果是好的，2人都在2甲上，季青更是第7名，险些就上了1甲，季昭眠则是27名。9月火急火燎的就要往都城去，想着回一趟季家村，立刻就出发。9月坐在凳子上，旁边放着个小茶几，真是好久没在季家村这住了，真是不习惯的很。院子里站了一排，从季山开始到季小丫结束。阿奶，爷，家里如今2位举子，莫大的荣耀，想来寻求庇护的人很多。季家家规不收不合规矩的礼，你们都记在心上。胡春花和季山绷着唇线，想着9月马上就要走了，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但9月一看到他们的样子，就知道这2人在想什么。胡春花和季山还没有反应过来，9月已经到了他们的眼前，抬手就直接喂了几颗药。半年发一次，不吃解药就肠穿肚烂。胡春花和季山蹲在地上撕心裂肺的吐，妄图把咽下去的药吐出来，但无济于事。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没要你们死吗？当然是因为你们死了之后，季青和季昭眠要因丧停考，你们活着也就这点作用了。但若是你们敢惹了我不高兴，不听我说的，你们自己掂量掂量，你们这把老骨头经得起我弄几次。胡春花和季山险些都要哭出来了。我本来一开始是不想给你们喂药的，想着好歹是一家人嘛，我总不能一直用药控制着你们。沈梅和苏若对视了一眼，直接看着9月。我们吃。娘和二婶可真上道，1年1发的，若是明年他们考上了，即刻就会接你们到都城去，到时候我就会直接给你们解药，以后就不用再吃了。沈梅和苏若直接吞了下去。季大海和季大湖这一年倒是乖觉了不少，直接吃了。3个丫头到底年纪小点，沈梅和苏若有些不忍心，但若是3个丫头不吃，不敢想胡春花和季山会不会让他们干什么。最后一家人都吃了，胡春花和季山畏畏缩缩地站在墙角边。9月也曾想过，要不干脆就像季大江一样给人弄瘫算了，但这俩到底是老年人，9月怕自己弄过了，嘎的一下人就没了，得不偿失啊。说起季大江，9月就说自己有件事忘记做了嘛，这样的人渣留着他也没什么意思了。正好季维洲要3年才去参加童生试，正好这会儿死了守孝，3年以后考试，主打一个死得其所。临睡前，9月去了一趟柴房，季青也不知道怎么又和9月想到一块儿去了，季昭眠也不知道从哪儿晃荡出来了。3人在柴房门口相遇，看样子心里都想的是一件事儿。9月轻轻推开门，直接走了进去，只听到几声咔咔咔的声音，那是9月在给季大江的骨头复位，以防万一要是有人验尸咋办。不过一吸就走了出来，对于季大江杀了他，9月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然后3人谁也没说话，各回各屋，各找各床。
一声鸡叫吵醒了熟睡的人们。下一秒，李小草凄厉的哭喊在柴房乍然响起。早已经起来的季家人三三两两地冲到柴房门口。三弟啊，你可以放心了呀，你不是看到了昭眠跟怡清考上了举人，知道季家终于出头了吗？你这才放心了呀。三弟你放心吧，我会替你孝顺父母，爱护子侄，让季家蒸蒸日上的呀，三弟呀。九月和季清还有季昭眠对视了一眼，这季大胡还挺上道的，就这么短短的时间还找了这么一套说辞出来，不然若是让不知情的人看到了，还以为季家卸磨杀驴了呢。季大江上山后，季家人就该干嘛干嘛。九月把沈梅和苏若叫到了房里。三婶想要再嫁别拦着，但小丫和维州是季家的人，三婶要走就让她签断亲书，以后和季家还有小丫怀州再无任何干系。沈梅和苏若对视一眼，都觉得李小草不大可能会离开。九月没说什么，单看那日李小草娘一个人来吊唁时候的嘴脸，九月就不信他们会不来。九月的话，沈梅和苏若不敢不听，这桩事还是要告诉胡春花。10月初10，几人决定好出发的日子，除了季家5兄弟，就只有九月了。季清正在收拾东西，东西还没有收完，院子里就有人在哭喊：小草，娘可怜的孩子。九月和季清对视了一眼，有种果然还是来了。好吧，趁着他们都在，也好早点把事情给了了。我说亲家，你女儿命苦，我儿子命就不苦了。亲家，我也不和你们说那些。我女儿在季家，给季大江留下了一儿一女，没道理要一辈子为季大江守寡。小草啊，你怎么想的？李小草嘴一张就哭，季维洲呆呆地看着自己的亲娘，脑海里拼命地呼喊：说你不要再嫁，说你不要回家，说你要待在季家，说呀说呀。但李小草只是哭。哼，亲家，你要带他走是你们的事儿，但只要跨出我季家的门，那李小草就和我们季家，和我们季家的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了啊！你什么意思啊？哼，你觉得还能有什么意思？断亲！真不知道图什么，在季家做寡妇也比回去做李家女好。李小草含着眼泪看向站在人群后方的九月，但九月只冷眼看着。一个人如果自己立不起来，谁也没办法帮忙。最后的最后，李小草带着一纸断亲书，拿着季家给他买的好衣服，窝窝囊囊的走了。二嫂，我娘为什么不反抗呢？虽然在季家做寡妇，但有吃有喝呀。只要她不愿意，外祖母他们就不可能带走她的呀。她为什么不说不呢？你觉得呢？九月冷冷地看着季维洲，季维洲又扭头看了看沈梅和苏若。明明他们之前是一样的，但好像只有他娘被留在了原地。以后季维洲和季小丫就是没爹没娘的孩子了，但季维洲和季小丫会被九月、季青他们带到更广阔的天地，不会一辈子待在这个落后的小山村。但李小草被留下了，他是自愿留下的。季维洲在马车上躺了一天，几个哥哥谁也没有叫他，九月更是理都不理。车子晃晃悠悠的往都城的方向去了。九月初开始还挺有兴致的，偶尔坐车架上和季青聊天。但当九月第15次撩开车帘，外面的风景还是没有多大的变化，且他的屁股被爹麻了以后，九月气鼓鼓的不动了。好想念飞机高铁啊，哪怕火车也行啊。难怪说古代车马很慢，本来就慢呢。又过了10天，经过了3个府城，九月等人在破庙扎帐篷。清晨一起来，就看到漫山遍野的白，下雪了。而因为这场雪，马车就慢了不少。他们走在野外，竟然一时没有找到适合住的地方。再往前走点吧，若是还没有可以扎帐篷或者是投宿的村子，就找一个背风的地方。今晚就歇在马车上吧。好啊，再走5里路。雪哗啦啦的下着，寒风带来一阵血腥味儿。九月动作极快地钻出车厢，停！季青扭头正要问九月怎么了，就看到九月站在车架上，遥遥地往前方看。怎么了？
马车藏到林子中去，我去前面看看。要走一起走。说话间，前方的缠斗转瞬间就到了他们正前方不足100米的地方，而且前面的人似乎也发现了他们。九月不准备掺和，但既然对方看到了他们，那就只能黑吃黑了。等他们两边打得差不多了，九月再上前去收尾，主打一个都不剩。季昭眠却看到几人手里的一个小军旗，还有前方人身穿的盔甲。是沈家军。你认识？那些人好像跟我们长得不太一样。细作，你说我帮他们把那些人杀了，沈家军会给我银子吗？季青疑惑地啊了一声，所有人还来不及反应，九月踩马借力，顺着跳高，人就朝着前方缠斗的人群而去。整个人像是一头蓄势待发的猎豹，瞬间就冲进了异族的人群里。记得给银子。说话间，九月以十分诡异的速度穿梭在异族的人群中，一个接一个的轰轰轰的倒地。局势骤然变幻，陷入死局的沈家军因为九月的到来，很快的迎来了上风。季青抽出马车下方的铁锹，就说出门的时候他怎么鬼使神差的想要带几把铁锹，分发给了兄弟们。5人疯狂的在马车旁边刨坑。九月余光扫过，看到季家几兄弟正在疯狂的刨坑，微微勾了勾唇。上当。季维洲神色恍惚，前几天他刚死了爹，没过多久失了娘，好不容易平复了心情，现在他在挖坑准备埋尸，这是正常的吗？半刻钟后，九月微微喘着气停止动作，异族人的尸体倒了一大片。这位女侠，你说谁壮呢？胖也行，不用壮来形容一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姑娘的吗？我活不了了，不用管我，送回去，一定要把情报送回去。少将军，九月抬手给沈宗年把脉，这是中毒了呀？能写吗？你在质疑我？不敢不敢。九月拿出药箱，先拿出了几根银针，封住了心脉的几个穴位，防止毒入心脉。整整半个时辰，九月才一根接一根的拔银针。正弄着，外面脱力昏迷的亲兵们终于一个接着一个的醒了过来，几个汉子在那嚎啕大哭。少将军一路走好。少将军一路走好。你们少将军他没有死，那是北疆特有的毒药春乳，中毒者无解药，5天之内必死无疑。今天就是第5天了，我们闭嘴！少将军无事，毒我娘子已经给少将军解了。公子，你说的可是真的？我们少将军的毒当真解了？各位将士，你们少将军的毒确实解了，解毒的人就是我家娘子。我刚刚帮你们把那些人给杀了，你们少将军会给我银子的，对吧？啊？什么银子啊？眼看九月张嘴就要说自己杀人是要银子的，而且杀人贼快了，季青一把捂住九月的嘴。姑奶奶，这是沈家军呐，你的杀手身份不能到处说呀。你干什么？不都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吗？姑娘说的是，姑娘的大恩沈家军铭记在心，只是我们此番是在执行任务，身上未带有太多的黄白之物，待我们回到都城必定会奉上厚礼，以酬谢姑娘大恩。好说好说，我很在意厚礼，所以你们最好是直接给银票就行。你是觉得我很蠢吗？对不起，我不该那般想你，不该觉得你会口不择言，是我错了，以后都不会了。那些个尸体呢？他们还没有探查尸体，没准尸体上会有什么线索也不一定呢。10好几具尸体呢，怎么一具都没有了？秦兵头头再看九月这几个人的眼神充满了恭敬，觉得几人都是高手，不仅能杀人，处理尸体那也是很干净利落的。天蒙蒙亮，马车里传来一阵响动，站岗的亲兵飞快地跑到马车边。少将军，我的毒是那位夫人给您解的毒，昨日也是她将那些细作斩杀，我们才得以脱身。沈宗年惊诧了一瞬，要知道春乳这毒药之所以在北疆出名，就是因为它无解药必死无疑，但那位小姑娘竟然把她的毒给解了，这姑娘的医术竟这般登峰造极。在下沈宗年，
多谢各位仗义相救。季昭眠等人回话，纷纷的报了一下自己名字什么的。沈宗年正要说话，垂眸就看到了季义清的娘子九月对着他满眼的殷切。怎么个事儿这是？季夫人的救命之恩，宗年必定结草衔环，没齿难忘。没齿难忘啊，没齿难忘，那就给银子，快点快点儿！季夫人说可以给银子，你怎可这般说季夫人？季夫人高义风光霁月，怎么可用那等黄白之物来？沈宗年正义正言辞的叭叭着，余光却见到九月脸色越来越沉，小手插在腰上，大有一种你敢不给银子，我就敢嘎了你的错觉。沈宗年脑子转得飞快，话锋一转，立马连上刚刚的那句话：来搪塞呢？那必得是稀世珍宝，才不负季夫人大义之举。什么稀世珍宝？沈宗年就是说顺嘴了，他对自家库房里有些什么东西啊，压根儿就是不知道的好吗？九月，少将军这般还未到都城，就算现在有什么珍宝，你也看不到摸不着的，不若等到了都城再说。九月撇撇嘴，觉得也是，就他们这胡子拉碴跟个乞丐一般的模样，身上肯定是没有什么东西的。沈宗年对着季义清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季兄，你们既然要去都城，何不同我等一起？这样路上也好有个照应。此番我等护送边关急报回都城，路上恐怕还会遇到危险，不知可否邀请季夫人同我等一起？宗年在此谢过了。绝不会让季夫人白做工。到都城后，必定奉上丰厚的报酬。又有银子啦！好说好说，什么报酬不报酬的，你给点银票就行。沈宗年被九月这毫不避讳的说辞给逗笑了，就该这样嘛，贪财就贪财，有什么不能宣之于口的？总比那等明明贪财却要道貌岸然的说些冠冕堂皇的话的人要好得多。今天投诉的时间比往常要早一点，因为谁也没有办法确信不在破庙投诉，他们再往前走还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安置地点。吃了晚饭，时间也不是很晚，若是这会儿就直接去休息，那也有点无聊。九月左右看了看，五弟，我给你讲个书生赶考的故事好不好？季维洲看了九月那贱兮兮的样子，莫名的打了个寒战，有阴谋。二嫂，我可以选择不听吗？弟弟，你觉得呢？二嫂说的故事一定十分的引人入胜，深人入心。能听到二嫂讲故事，我简直是三生有幸。哎呀，你这么上道，我都不好意思讲鬼故事。那是不可能的。狂风裹着黄尘滚滚而来，天色倏地暗了下来。赶路的书生宁采臣一看天色大变，瞬间有些惊恐。这样的天若是在外歇息，不知会遇到什么事情。宁采臣急步往前跑去。宁采臣脸色欣喜，只见小路尽头处竟然出现了一个破庙。宁采臣慌忙跑上前去，只见石碑上写着兰若寺。九月讲的时候刻意压着声音，众人一开始没觉得有什么，但随着九月越讲越深入，那种荒郊野外看到破庙投诉的即视感，不和他们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吗？而后九月接着讲到了荒庙之中美人小倩，所有人都以为接下来的剧情该是美人和书生一见如故，互诉衷肠。而后九月话锋一转，姥姥和小倩皆为鬼怪，之所以找宁采臣是为了吸宁采臣的阳气。砰的一声，门被风吹开了。大哥！九月看见所有人都一脸惧怕的表情，笑得哈哈哈的。二嫂，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你猜猜呢？大哥，救命啊！最后因着九月这一个故事，这一晚的帐篷格外的拥挤。沈宗年这个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少将军，抱着自己的被褥，站在季昭眠和季维洲的帐篷前。季公子，今夜寒冷，不知可否能同你们同住？几个人挨在一起暖和一些。我们行军打仗的，在外常是几个人同住，没有什么的。少将军只要不嫌弃就好。不嫌弃，不嫌弃。你这个弟妹，着实有趣的很。季维洲和季昭眠同时沉默。有趣吗？挺有趣的，会丢命的那种有趣。但他们不能拆九月的台，只能讪笑了两声。是，少将军说的是。
季青缠缠绕绕的，几乎要用手脚把九月给捆起来了。你干嘛呀？这样暖和一点。暖和你个头！九月本来没有往自己讲的鬼故事上面想。那个小倩。小倩？什么小倩？哪来的小倩？九月瞬间哈哈哈的笑出声来，竟然真是因为小倩。是我编的，都是假的，没有小倩，也没有黑山姥姥。一夜无话，九月梦里都觉得自己被一条巨粗的蟒蛇缠着，半点都挣脱不了。又过了好几日，终于看到了那高耸的城墙，众人长出了一口气，这是终于到都城了呀！万里长征终于到达目的地了，真是不容易啊！沈宗年执意要带着季逸清他们回将军府去住，但被季逸清和季昭眠给拒绝了。那你们既然不愿意去将军府住，将军府名下有好几处宅子都离贡院较近，要不你们选一个去那儿住？季逸清和季昭眠还是拒绝了。九月不懂，直到上了马车，季逸清看九月略有些郁闷不高兴的表情，轻声和九月解释道：看您就是春闱了，若是我们和沈家的来往太过密切，很难不被人说是结党营私。啊？什么？春闱前后都是多事之秋，为了春闱顺利，我们必须要谨慎一些为好。九月再一次感受到古代做人做事一言一行有多么的重要了。到都城的第6天，季逸清收到了将军府下人送来的请帖，写得极其的敷衍，让人单看到这帖子就知道对方的不重视。季逸清没想着要去攀将军府的人情，但说好要给九月的厚礼应该要奉上，而不是像这般拿着帖子上门去讨要。季逸清冷冷地看着这几个弟弟，任何人都不得去找将军府的人。啊？为什么？当初九月救治那些亲兵时拿出的伤药，沈宗年很明显就有兴趣。这会儿该是沈家来求人，而不是九月求着跟沈家结交，你们知道吗？二弟，你想好是要做什么了吗？大哥你也知道，九月嫉恶如仇，很容易就会跟旁人产生矛盾。说的也是，弟妹的性子确实是嫉恶如仇。是啊，他这样的性子，得罪人先不说，还容易被人觉得他没有教养。但是大哥，九月为我等做了那么多的事儿，我不想他被人口诛笔伐。你说，大哥肯定会配合你。我要给九月造势，让世人都知道，九月不是寻常的女子。你的意思是说？是的，九月的性子本就不适合困幼后宅。季逸清要用书斋来给九月造势，况且这本身就是九月做的。寻来会种地的老农教导农民种地，关心农桑，让具有大才的读书人每日在书斋门口给贫寒的学子讲课，关心读书人，以极低的赁书价格让更多的寒门学子能够阅读书斋内的书。这桩桩件件，九月关心农桑，关心贫寒学子的大胸襟，可比什么宜家宜室好多了。好，你的想法真好。至于那些夫人小姐，若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他们瞧不上九月，那正好，省得他们邀请九月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宴会，惹怒九月，还不如从一开始就杜绝了那些小姐夫人们的念头。这倒也是，与其以后我俩进了官场，等九月来维护那些关系，不如一开始就绝了这样的事。那九月的医术，九月可以医术好，也可以很好，但现在这个阶段，至少我们还没有进入殿试，没有确定自己会当官之前，这个名声暂时不要传出去。历来医术好一点的，都很容易被有权有势的人请去，说好听点是请，说难听了那就是卷。九月医术好的事也瞒不住太久，但要让沈宗年帮忙隐藏一二，还是有可能的。就等沈宗年上门了。此次帖子的事儿，若是沈宗年做的，那就是他们看错人了。但若是此事不是沈宗年做的，季逸清知道沈宗年会想要九月手里面的止血药的方子，就看他这次能不能处理好帖子的事了。入夜，九月瞧着季逸清闭上眼睛睡了过去，轻手轻脚地爬起来，换上了夜行衣。沈宗年竟然敢昧他的东西，这不能忍。今晚怎么都要去一趟将军府，把沈宗年暴揍一顿，才能消他的心头之火。九月，切不可将人打死了。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北疆的安定还需要沈家军来维护。少将军此番行事确实不妥，但我们也要给少将军一次辩解的机会，所以你莫要将人给打死了。九月瞪着季青不说话。还有，
你真将他给打死了，那厚礼你不就得不到了？你一个人孤身前去，能拿将军府多少东西？就算是你要拿银票，你确定你找得到放银票的地方？还不是你没用。要是你武功高强，今晚我们就能搬空将军府的库房，那些什么金银财宝都老重了，我怎么可能搬那么重的东西呢？我的错。走了，不能把人给打死了。9月几乎是轻车熟路的来到了将军府，就是没进过将军府。这将军府大的没边儿，他找不到沈宗年在哪儿啊？转着转着，就转到了将军府后门的小巷子里面。啊，怎么转出来了？9月一愣，正要重新进将军府，就听到一阵乐声。没多想，9月避开那乐声所在的地方，悄无声息的再次进入了将军府。找不到只能随机找寻一个幸运儿了。9月缓缓地逼近屋子，悄悄趴伏在屋顶上，掀开了一块瓦片。哦，幸运儿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子。远处的乐声隐隐约约地传来，9月愣了一下，就见那老头子忽然拿起桌上的匕首，猛地划破自己的手臂。咦，这人还有自虐倾向呢，竟然还有比我还要残暴的人，自虐症啊，这个人是。定睛去看，却看到那手臂上一股一股的，像是有什么活着的东西正在他身体里钻来钻去，而屋子内的老人死死地用刀在身上划，像是恨不得直接把那活物给徒手划出来。乐声越来越激烈，那老人像是受不了疼一般，猛地把匕首塞到嘴里，死死地咬住，硬是忍着疼，却不发出任何的声音。这是苗疆的鼓。9月有些兴奋，他在现代也只见过几次鼓，还是那种很低级的一些治病鼓。这个鼓一看就不是那种低等的。吹乐的人似乎没有等到想等的人，乐声渐渐停了，底下的老人被折腾了一身大汗。随着乐声的消失，人也平静了下来。将军，哎呦，这个幸运儿竟然是沈宗年的爹。但现在比起揍沈宗年，9月更想看看什么人能够控鼓。一个闪身，消失在茫茫暗夜中。9月的速度很快，到时只看到一个身姿曼妙的女子从巷尾离开。9月手里的银针夹在指尖，在女子快要消失在拐角的瞬间，手中的银针带着颗小石子儿，一下子投掷出去。这看起来像是楼子里的姑娘。9月蹲在地上，在女子身上摸摸索索。姐妹儿，出门在外怎么连点银子都不带啊？你刚刚是在控股？姑娘在说什么？小月听不懂。哦，你叫小月，大半夜的不在家睡觉，在外边晃什么呢？姑娘说笑了，小月乃是长川楼的继子，夜里正是小月接客的时间。所以你不在楼里接客，大晚上的到这犄角旮旯来干嘛呢？小月一时说不出话来，9月也懒得和这人多说了，直接把小月给扛到了身上。那沈家这次不把他家底儿给掏空了，9月就不叫9月了。至于这人嘛，9月决定弄回去找季青和季昭眠。他擅长审问，但是不擅长动脑子。这归纳总结的事儿就交给季青和季昭眠吧。你把沈少将军给扛回来了？嗨，我没找到沈宗年。啊，那这是这二弟，弟妹回来了吗？你和大哥说我去揍人了？不是我说的，是大哥猜到的。哼，这人有点问题，正好你和大哥集思广益一下。说着，9月直接穿着一身夜行衣就去开门了。进来吧。这是9月带回来的，说是有点什么问题，让我俩问问这人。9月把脸上的面罩扯开，然后才和季青和季昭眠说了今晚的事情。哎，要不我把这人直接送将军府去？不可。那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和我说一说。沈将军乃是大齐第一个超一品将军，号威武大将军。所以呢？沈将军身份贵重，且是安定北疆举足轻重之人。若是你看到的真是蛊，那么他们对于将军用蛊的目的，只怕是并不简单。他们是不是想要从将军的手上拿到什么东西？就比如北疆布防图，或者是命令将军做什么对大齐不利之事？这是间谍，不是，是细作。俩人都点了点头。算了算了，这事先不说了，这人都被我弄回来了，
那沈将军这段时间肯定是安全的，等你们考完试了以后再说。母亲好些了吗？大夫来看过了，还是老样子。母亲的身子自大哥走后，五哥，你也别太担心了。9月医术那般高，不知能不能让他来帮母亲看看。五哥还记得我之前同你说过的季夫人吗？啊，记得，那可是你的救命恩人，父亲也让你要好好感谢人家。啊，我都知道。当初若不是季夫人，我哪能从北蛮的杀手围堵之下侥幸逃生？而且我身上的春如也是他解的。我就是想请季夫人来给娘看看。你既然这般说，那想必那季夫人自有过人之处，你自可去请一请。对了，我让祝姨娘给季夫人送去的珠宝字画孤本还有银票，祝姨娘可送过去了。沈宗生本就不管事，哪会知道这些？罢了，我自己去问问祝姨娘。你给她下什么帖子呀？季夫人乃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谢她，自该是我拿着厚礼上门感谢。你下帖子，平白的让人以为她成了上门来打秋风的恶人。祝姨娘，你是怎么想的？说什么救命恩人不救命恩人的，这个无名无分、半点根基都没有的读书人，能得到将军府的邀约，可是几世修来的福分。你还要开库房送他那么多的好东西，你以为将军府有多少好东西啊？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让你把东西准备好就准备好，爹都同意了的事情，轮得到你来智慧。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半个时辰内，我要在大门口看到那些东西。沈宗年刚出院子，就看到沈将军走了过来。去干嘛？父亲，你这气冲冲的要去哪里？哼，还能去哪儿？去向9月大夫赔罪。我本是让祝姨娘给9月大夫送去厚礼，那9月大夫是个性情中人，救了儿子，却没有想过用这恩情来要求儿子做什么，只说自己喜欢点黄白之物。季家家境一般，那季家兄弟5人都在读书，花费不可谓不大，所以我觉得9月大夫的要求并不过分。我要送9月大夫的东西，父亲您也是知道的，还让祝姨娘寻些好的来。但祝姨娘高高在上的，竟是瞧不上人家，敷衍的让人送了帖子，说是让人来府上参加宴会。可我将军府哪有什么人来参加宴会啊？都是些七大姑八大姨没事做的人来。到时候9月大夫来了，那些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人会如何说9月大夫？莫不是觉得人家是来上门打秋风的？沈将军轻轻地摸了摸昨晚才划破的伤口，夫人还在床上躺着，祝姨娘的问题他早就知道。你大嫂她罢了，为父舔着这张老脸让她回来，她为老大守了这么些年，早就够了。不，她本来就不需要为老大守寡，是沈家对不住她。若是她愿意改嫁，将军府必为她添上一份厚厚的嫁妆，送她风光大嫁。这段时间就让她先回来主持下家里的大小事，你和老五的婚事，你娘力不从心，也只能靠你大嫂了。我和五哥去吧。为父去，为父找你大嫂的父亲一起去。到底是我沈家欠了他的。那祝姨娘，这几天先让管家管着。啊，父亲，那季夫人的医术高超，我准备上季家去一趟，先赔罪，再将我答应季夫人的厚礼奉上，顺便再问问季夫人能不能替母亲瞧一瞧。沈将军嗯了一声，提步去了祝姨娘的院子。下人告知9月，沈少将军来了。沈宗年正和季青还有季昭民道歉，9月直接一个大跨步进了堂屋。季夫人，听闻沈家公子个个武功高强，不知9月可有心能讨教一二？沈宗年愣了一下，讨教不敢当，只切磋点到为止可行。行吧。两人一同到了院中，季昭民的心提了起来，不为旁的，就怕9月下手太重，把这沈家的少将军打出个好歹来。然后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9月把沈宗年按在地上暴捶了一顿。季周也腿都是软的，他总觉得自己来到都城是一个错误。那可是超一品大将军的儿子，二嫂啊，您老悠着点成吗？季昭眠觉得自己的眼前一暗，有种以后的生活从此暗无天日的感觉。他要考的官，没准啊，真是为9月考的。9月打完了，站起身，爽了。9月就是这样，不记仇，
毕竟有仇，他当场就给报了。看着沈宗年送来的一沓银票和一些布料啊、瓷器啊、金银珠宝啊，觉得这人太上道了，所以看着他鼻青脸肿的样子，九月友好的奉上了一瓶极好的跌打损伤药，然后让季青拎着药箱，九月屁颠屁颠的跟在沈宗年的身后去了将军府了。一路到了将军府，刚刚接了管家权的管家正候在门口。戚少爷，季夫人来了。怎么出去一趟被揍得这么狠呢？谁呀？竟敢这么揍戚少爷！季青先下了马车，抬手想要扶九月的瞬间，九月直接就跳了下来。好的，在外人面前恩爱不了一点啊，谁昨晚对着我又搂又抱又亲的呀？季青一个举人，跟个小药童似的，背着个药箱跟在九月的身后。一路到了沈夫人的院子，九月先是嚯了一声，这一步一景的，九月一个毫无美学细胞的人都被这个院子的景致给惊愣了。我以后买的宅子，我那院子也要这样好看。好啊，我到时候亲自给你弄。几人一路到了正屋，我寻了个大夫给母亲瞧瞧，你们自己忙自己的。宗年，母亲。九月抬手给沈夫人搭脉。季夫人，我母亲她这到底是怎么了？也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就是郁症。找了很多大夫，确实都和你说的一样，但自从大哥走后，母亲的身体就一日一日的垮下去了。还是要自己想得开，毕竟你们不是还有好几个兄弟呢吗？有时间带沈夫人四处逛逛，看看大好河山什么的，多看看外面的美景，许就想得开了。再者，你们还有几兄弟，不是还要娶妻什么的吗？不管怎么说，还是十分感谢季夫人。好说好说。正说着话，沈将军匆匆地走了进来。父亲。沈将军，你母亲如何了？季夫人说母亲是郁症，让我们带母亲到处走走看看，想必会好很多。晚辈九月早就听闻大齐战神将军沈将军的威名，沈将军武功盖世，不知晚辈今天可否讨教一番？沈宗年听着这略显熟悉的话语，冷不丁的打了个激灵。季青则是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到，九月竟然要揍沈将军。沈将军第一时间看向自己的儿子，这才看到自己儿子鼻青脸肿的样子。宗年，你这……父亲，季夫人的武功确实很好，儿子和季夫人切磋输了。既然如此，那老夫也就来领教领教你的武功吧。好说好说。季夫人，可别说老头子我欺负人，场上的武器任你挑。沈将军，晚辈就不用武器了。季夫人，狂妄过头，可是要吃亏的哦。晚辈有狂妄的资本。沈将军嚯的一声，长枪直直的朝着九月刺来。九月身段灵活的从侧面直接避开，九月一边躲着沈将军的长枪，一边抽出了银针，从小腿开始，动作快的谁也没有看清楚。沈将军只觉得一丝丝凉意。季公子，我怎么觉得你娘子似乎……怎么了？他像是在耍我父亲玩。沈将军到底是年纪大了，体力和准度到底是不够了些，而九月还有刃有余的在场上飞速的变换位置，不多时就在沈将军的身上刺入了至少20根以上的短银针。沈将军又刺了一枪，却感觉喉间似有血腥气，胸口淤堵。就是现在！九月飞快地来到沈将军的身后，脚尖一勾，直接踹到了沈将军的后心处。父亲，九月是在给沈将军解骨。那口血一出，沈将军瞬间觉得整个人都清透了不少，看九月的眼神已经变了。奇女子也。父亲，这无事。将军可松快些了。九月，我们进屋去说吧。这还有个瘸的，行吧，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一并瞧瞧吧。沈宗年和沈将军对视了一眼，都听出九月言语里的轻松。九月大夫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不瞒两位少将军，我大哥曾从悬崖上摔下来，大夫也说我大哥再也站不起来了。然后呢？后来我娘子给我大哥医治，不仅让我大哥可以站起来，还参加了科举，得了举人功名。九月姑娘是如何得知我中了蛊虫的？我昨晚夜探将军府的时候，看到有人催生了将军体内的蛊虫。夜探将军府？九月在将军府来去自如，整个将军府的护卫和亲兵竟然丝毫不觉。
这姑娘的武功可能比我看到的还要高一些，那她到底有什么目的？来将军府到底是要寻找什么？难道她是别国的探子，或者细作？九月大夫为何要夜探将军府？你问他。我？季夫人呢？您可好好说呀！您都成婚了，这可是事关我名誉的事儿，我可不曾做过和旁人的夫人偷情的事儿。宗年？对，就是沈少将军，他明明答应了我要给我厚礼的，结果呢，这人给我送了一张帖子，让我主动上门来，那是感激我救了他吗？那是把我当成打秋风的人了。所以，你昨晚夜探将军府，实则是想要揍宗年一顿？不然呢？那我大半夜不睡觉跑将军府来干什么？他这样都不该打吗？我可是救了他命的人哎，还是2次，结果他竟然说话不算话。所有人无语。不过经此一遭，沈家人大概是知道了，欠谁钱也不能欠9月的钱，不然他可能大半夜的睡不着觉，专门千里迢迢的来揍你一顿，一点都不开玩笑。那我身上的是骨吗？就这个东西。啊，多谢九月大夫替老夫解骨。哎，好说好说。多谢九月大夫，沈家必定会奉上厚礼，还望九月大夫能替我五哥也看一看。小事小事。哦，对了，我昨晚还在将军府后面的巷子里抓到个女的，就是她吹了什么笛子，这才催生了沈将军你体内的骨的。你说你抓住一个人，是催生我体内骨的人？啊，将军府太大了，我昨晚跑了一圈也没找到沈宗年住在哪个院子，只能到处跑，然后就趴在了一间屋子的房顶上。我听到了乐声，然后就看到你在那儿用刀子想要把虫子弄出来，浑身的伤口。哎，沈将军，不是我说，你年纪到底还是有些大了，更何况专业的事还是要专业的人来做嘛。要是在自己身上动刀子就能把蛊虫弄出来，那蛊虫也就没有那么恐怖了呀。父亲，您为何不告诉我们？罢了罢了，先给宗生看一看吧，骨的事待会儿再说。要撩开他的裤腿吗？撩开吧。9月凝神看了一眼，萎缩的还不是很厉害，看样子哪怕是受伤了，保养的也还是很好的。现在我要将银针刺入你的脚趾，有痛感就告诉我。沈宗生点点头，所有人都以为9月拿出的就是刚刚给沈将军解骨的那种手掌长的银针，却见9月华丽丽的拿出了一根手臂长短的银针。9月大夫要把这么长的银针刺入我的脚趾？对啊，不然我拿这个出来干什么？显摆啊！沈公子放心吧，我娘子的医术很好，只是有时候治疗方式有些异于常人。这是异于常人吗？谁家的银针是这么长的？只见9月手脚飞快的直接拿出银针，就刺入了沈宗生的脚趾。一只脚连换了3个脚趾，还是丝毫没有感觉。刚要说不用了，治不好的了，却见9月大力直接往大脚趾一戳，戳的沈宗生瞬间嗷的一声喊出来。沈五公子这腿不只是伤了，还中了毒。你说我儿还中了毒？我可以帮你们找出下毒的人，别太感激我，记得多给我点银票就成。当真？将军尽可放心，我娘子既然这般说，那就证明肯定是可以的。那姑娘要如何做，老夫这边皆可配合。让宅子里的人都来我面前溜一圈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沈将军等人互相看了看，倒是沈宗生不知想到了什么，表情有些不好。但9月既然这般说，沈将军还是让管家立刻去安排。所有人看完了以后，9月还是没有找到想找的人。府里所有人都在这儿了。回将军，祝姨娘院子里的人还未来，还有个姑娘。什么姑娘？叫来一起看看。父亲不可叫她来。你同人无眉苟合了？不是的，我没有同她有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9月走上前，心里有了底，抬手就把沈宗生腰间的玉佩扯了下来，往茶杯里一扔，盖子一盖。现在可以让那姑娘来了。小五，到底是怎么回事？沈宗生却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9月见几人说不清道不明的样子，叹了口气。这事儿吧，归根结底就是五公子中了一种毒，不知道你们怎么换这种毒。我知道的就是这毒叫魅。魅？什么意思？
这种媚会让人不由自主的对另一个人产生异样的情感。最为可怖的是，一旦见到对方，就会不由自主的答应对方说出的任何事情。且长久不见到这人，心里还会焦躁难耐，甚至还会心痛难当。久不解毒，甚至还会爆体而亡。唯有两人那啥啥方可缓解一二。其实也就是在内啥啥的过程中，由另一方服下解药，通过内啥啥的过程中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沈宗生的毒性已经很深了，可是却没有解过一丝半点，可见到底是从小就在军营长大的人，意志力非同常人，明知不见人会不舒服，但还是用强大的意志力控制住了。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九月姑娘的意思，这玉佩被魅毒禁过，长期以往你就不自觉的中毒了，看这个样子还不止一次呢。五公子，你手底下的人怕是有细作，不然怎么能拿你贴身的玉佩一而再再而三的下毒呢？沈宗生的手死死地捏紧了把手，这玉佩乃是恩师所赐，自他12岁后，这枚玉佩不管在任何时刻都不曾离过身。说话间，院子外就走进了一个长相十分妖异的女子，一身鹅黄锦衫，衬得人倾国倾城。生郎，毒到底是有所残留的，九月抬手就给了沈宗生一针。沈宗生迷茫的眼神瞬间变得清明。沈将军在一旁看到沈宗生的眼神从迷茫到清明，不过一瞬，但也领教了这魅毒的可怕之处。沈宗年自诩自己从不轻易打女人的，但看到那女人眼看就要扑到他五哥身上，还是没忍住，一脚就把那女子给踢飞了。生郎，你到底是何人？生郎，你怎可这般待我？你将我带回府，却不见我，好不容易见我一回，却任由你弟弟打杀我吗？许是觉得自己的魅毒不会出问题，女人十分自信，看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交谈，文绉绉的，听得九月耳朵都不舒服了，直接走过去。废话那么多。九月直接蹲到了那女人面前，只见九月漫不经心的抬手，咔咔咔的几声，手脚全部被九月给拧断了。这一出让院子里所有人都噤声了。沈将军自诩自己在战场上几十年，都从未有见过像九月这般干脆利落的审讯动作。这九月到底是什么人？让我死！让我死！问吧，长话短说，别说些有的没的。你们不嫌烦，我还嫌浪费我时间呢。趁着沈宗生问话的间隙，沈将军一心两用的和九月说话。毕竟九月这样的人，若是我方的人，那对大齐必是大有益处。魅毒十分不易得，应该不会有太多。之所以用在沈宗生身上，大概也是因为他本身的能力和他的家世能获取到的情报会更多，其他的可能就单纯的利用美色什么的了。沈宗生点点头，而沈将军则是让人把这个女人给关了起来，准备告诉丰原帝后，再看接下来的事情到底如何调查。还有九月家里关着的那个。老爷，给老爷请安。五公子，你这腿可以？哪来的庸医？怕是来骗银子的吧？多少御医都说老五的腿治不好了，你这小姑娘才多大，竟也敢口出狂言说可以？朱双，闭嘴！九月抬眸看了一眼季青，强压住自己的火气，而后看向了沈将军。这腿虽然有些难，但对我来说……老爷，你看他的样子，谁知道是不是真的能治好老五的腿？怕是打着什么龌龊心思，上门来勾引你的。祝姨娘，你在混说些什么胡话？沈将军直接怒瞪着祝姨娘，还未开口，就见九月死死地咬着牙。季青，我真的不能打他吗？季青茫然了一瞬，忍不了了。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九月抬脚就是一踹。祝姨娘尖叫了一声，直接被踹飞了出去，还是觉得不够解气，快步走到祝姨娘的身边，抬脚又是一脚。你瞎还是我瞎呀？我能看上那个老头？你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清楚，那位是我相公，我相公又高又帅又聪明，我疯了才会去勾引一个半截黄土都埋到脖子眼的老头。你脑子里装的是屎，也以为旁人脑子里装的也是屎吗？啊！倒也不必说的这般直白。九月复又踢了两脚，把祝姨娘踢了个半死不活，终于是顺心了不少。
九月转过身，恶狠狠地瞪了沈家3个男人一眼。季青，去把我药箱拿过来，我们走。姑奶奶，我不伺候了。季青乖觉地眨眨眼，满脑子的都是九月说他又高又帅，还聪明绝顶的话，连忙小跑着就进了屋去拿药箱。九月大夫，不是这样的，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就是没有反应过来。九月大夫莫气，这不过是老夫的一个贱妾，他说的话半点都做不得数。九月大夫若是真的生气，这贱妾任由九月大夫处置。老夫和儿子们从未觉得九月大夫有那般龌龊的想法。九月大夫高风亮节，且老夫都一大把年纪了，如何能配得上九月大夫呢？爹真是拼了，自己贬低自己可还行啊？这贱妾口不择言，污了九月大夫的清誉，随便九月大夫怎么处置。老爷，九月，走吧。季兄，是我府上的仆役僭越了，那绝不是我沈家人的想法。父亲，杖杀了吧。沈将军不多嘴，直接挥了挥手。老爷，我错了，我不该那般说，我真的错了。你们就不担心我说的是假的？宗生的腿早就被判了死刑，不管九月大夫说什么，宗生也认了。九月啧了一声，到沈宗生的身边，抬手给他摸脉，而后又摸了摸沈宗生的腿，查看了一番身体状况，默不作声地收回了手。沈宗生看九月那意思，最后悬着的心也掉了下来。既然九月大夫也没办法了，看样子是宗生没有福气，这辈子想是永远站不起来了。说着，看九月没回答，沈宗生滚了滚轮椅的轮子，转身就有气无力地自己推着轮子走了。哎，他怎么走了？我五哥的腿不是没有办法了吗？九月大夫刚刚不也没回答吗？我说过这话，我怎么不知道？九月，你这意思是五公子的腿还有救？啊，没得救，我在这坐着干什么？祈祷啊？我不得好好思考思考，没有完全的把握，我怎么好随便乱说呢？啊，五哥，九月大夫说你的腿有得救。当真？但我看刚刚九月大夫他……九月大夫刚刚只是在想治疗方案，所以没回答你，不是说你的腿没救了。啊，我的治疗方式确实有点异于常人，但我既然敢这么做，就证明我有能让他痊愈的本事。但若是你们受不了我的方法，那我也不强求。还有，五公子这腿想要彻底痊愈，2年嘛，加上康复治疗的时间，2年应该就可以骑马打仗。沈宗年抹了一把不知不觉流下来的眼泪。自大哥离世后，沈家跌入低谷太久了。那个，你们先别激动。九月大夫，你说。就是吧，我现在手头上没有趁手的工具，所以……九月大夫，你说，你需要什么东西？不管老夫能不能弄来，都一定会想方设法的给你弄来的。我需要再多打几把这种类型的工具，铁可能不行，得用玄铁。可否给我看一看？九月毫不在意的把自己的小刀递了上去。这刀好像是我师傅给我的，但怎么弄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把我需要的东西画出来，就劳烦沈将军费心给我弄出来了。不费心，九月大夫，这都是为了我儿。坑到了一套手术设备，开心啊开心。这里没人会用，这打出来了，不也就是他的了吗？其实若是没有这毒，五公子应该也不至于只能坐轮椅，不过可能会瘸。还有，因为后续还要做康复训练，所以住处可能需要改建一下。我回去画个图纸，到时候你们一起弄就成。好。对了，沈夫人的病到底算是心病，如今五公子的腿可以治疗，你们不妨用这个借口，让沈夫人出来主持大局，给她找点什么事做，就不容易陷入自己的情绪中了。更何况五公子的腿又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治好，这时间也算是够沈夫人好好的开解情绪了。沈将军自是十分信服九月的话，沈宗年睫毛上还挂着泪，抬眸就对上了九月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又怎么了？怎么九月大夫又这般的看着他了？九月很是无奈的翻了个白眼儿。今天的治疗就结束了，我和我家相公就先离开了。我每3日会过来给他扎针一次，还要回去准备药，一大堆的事情要做，我忙死了。有劳九月大夫了。多谢九月大夫了。九月急得都快要跺脚了。季青提着九月的药箱，差点失效。季青猜测啊，九月让沈将军准备的用在沈宗生治疗上的东西很是贵重，所以九月就不好再开口了。但他又不甘心，季青，我们走。啊？
又怎么了？怎么感觉九月大夫又生气了？直到9月都快要跨过门槛了，沈宗年冷不丁的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忙上前道：“九月大夫，等等，还有什么事啊？”韦伯，刚刚让你给九月大夫准备的银票呢，怎么还没有拿过来？快去拿！哎呦，你看我这脑子，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九月大夫，见谅啊。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呀就去给拿过来。九月大夫，您等等。还有银票啊？应该的，应该的。之前送的东西是救治我，现在送的银票是感谢九月大夫给我父亲解骨，又给我哥哥治腿。待我哥哥腿好了以后，还有更为丰厚的谢礼。九月大夫就不要推辞了。不推辞，不推辞。还是那般不会委婉含蓄，这可不是主动要的啊，是人主动给的。沈将军没想到9月最后不高兴的点是因为这个，直接爽朗大笑。这小姑娘，父亲，人家已经成婚了，叫小姑娘怕是不合适了吧？好，不过虽然贪财，却是知道取之有道，倒是率性。父亲说的是，当初在雪地的时候，他是直接同我要银子的，这完不说，怕是那什么给五哥治疗的物件有些贵，不好意思再开口要了。钱财沈家不缺，不至于这点都给不起。待下次他再过来给生儿治疗，切记要小心招待。母亲那边无妨，我会和你们母亲说的。还有你大嫂，那庙里清苦，她总不能一直都待在那儿吧？那季家的2位公子都是举人，此番是要来参加春闱的。是，此番是特意到都城来参加春闱的。那九月大夫的性子，若是季家兄弟真到了关城，那九月大夫在女眷中怕是要吃亏的呀。啊，爹，您在说什么胡话呀？您说这话不亏得慌吗？就9月那几脚，祝姨娘就算是今日不被杖杀，怕也是活不了太久的。父亲，季家那个空谷的女人，我们是不是得让人给弄回来？哎呀，我给忘了，你快去，尽快把人提过来。说起这个，沈将军决定进宫一趟，之后的审讯他不参与，但他身上的蛊解决的事，他总是要告诉一下丰原帝的，就怕被蛊控制的不止他一人。九月很棒啊，又赚了这么多银票。那是。不过9月现在也有了问题，天气冷了，不适合给沈宗生做手术，就算是要做手术，也得等开年的时候。最主要的是，9月手头上没有青霉素一类的药物，这类药物是消炎的关键。好在这类药品9月自己也会做，只是天气太冷了，食物的保质期会加长，9月只能尽力去找，顺便让少卿去收集点寡妇床头灰。虽然这名字离谱了点，但它里面真的含有青霉素。少卿接到9月说的任务时，隐晦的瞄了一眼9月。你那什么表情？寡妇床头灰是一味药，因为阴暗潮湿的环境才会滋生，对于外伤和消炎有很好的疗效。少卿看9月解释的那么清楚，点点头，很快就去办了。时光匆匆，转眼就到了腊月25。想着家里的几个读书人关了好几个月了，9月十分好心的给季家兄弟们放了1日假，出去溜达溜达。季义清和季昭眠拒绝了，毕竟开年就要春闱，正是争分夺秒的时候。季周也和季婉乔还有季维周这3个小少年在街上晃荡了一圈，吃也吃了，喝也喝了，看人斗鸡，还去茶馆听人说书，流连忘返。眼看到了晚间，3人雄赳赳气昂昂的进了名为万花楼的青楼。你说他们去了哪里？少卿也觉得有些不好，但据他在都城的人来说，3人确实是去了万花楼。9月直接被气乐了，难得给3人放了1天的假，好嘛，逛窑子去了。9月对着少卿耳语了一番，少卿一脸的惊讶，最后还是点了点头。9月则是去书房把季义清和季昭眠给一并抓了出来。季义清和季昭眠一连猛地跟在9月的身后，直到看到了明晃晃的万花楼牌匾，而9月的意思是他们还要进去。娘子啊，你对我有什么不满直说呀，怎么还把我带青楼来了？恍恍惚惚，人生第一次进青楼是闭妹请客，这说出去谁信啊？东家，神能准备好没有？少卿连连点头。那就走吧。9月，这等地方我们不去。相公，听说这万花楼的姑娘个顶个的美，你就不想瞧瞧？
哎，我不想。老鸨迎上来，看到少卿，笑得十分欢快。这位是我东家。哎呦，这位夫人，您要我们安排的，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让他们都打扮得好看一些。自然，包夫人满意。然后老鸨就将三人领到了2楼去。都在里面了。那3个小崽子呢？已经按照您的吩咐，让他们进厢房等候了。然后少卿指了指空着的2间屋子，9月直接抬脚把季青和季昭眠给踹进了厢房里。娘子，哎呀，别叫了，就让你长长见识。说着，9月和少卿就等在了门口。季周野等人还丝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他们正在楼下大厅喝着小酒，美人相伴呢。那老鸨就说楼里有3人丝毫没有觉得意外，只觉得天上掉下老大一个馅饼，吧唧一下就掉到他们的头上了。老鸨立刻就把3人给带到了2楼。只见厢房的门开了又关，身姿曼妙的美人扭着细腰，盈盈迈步朝着他们走了过来。隔壁却传来尖叫，像是他大哥和二哥的声音。季周也觉得自己真是魔怔了，他大哥和二哥怎么可能到这等烟花之地来？非礼勿视，非礼勿视啊，姑娘，我们不是来这里玩乐的，请姑娘放我离开，拜托了，姑娘。季青捂着自己的眼睛，知道9月站在门口。娘子，回去瞧清楚。看什么呀？娘子，我真不想嫖啊。谁让你嫖了？我是让你好好看看你嫖的下场。而这边的季周也看到姑娘从屏风后走出来，身后还跟着个男人，立刻大叫一声：救命啊！救命啊！公子，你也嫌弃我吗？季维周只剩下尖叫。你别过来啊！季维周实在是忍不住了，直接背过身就吐了。公子，我今年18。季维周一边吐一边瞪着眼睛，这男人不说的话，他还以为这男人至少30了呢。一时间几道门都被拍响了，叫弟妹的，叫娘子的，还有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尖叫的季家3兄弟。季青手脚麻利的从窗户口直接爬了出来，听着季昭眠的声音，季青解救了自己，又去解救季昭眠。没一会儿，关着季维周和季周野、季婉乔的厢房门也打开了，3人连滚带爬的爬了出来。那是什么呀？哼，是梅毒，弟弟们。二嫂，大哥，二哥。季昭眠也没有受什么迫害，就是从手指缝看到了些东西。说实话，受的冲击还是有点大的。回家吧，弟弟们，回去受死吧，弟弟们。 5个房间经历的差不多，都是一个身患梅毒的女子，一个被酒色掏空还被传染了的年轻男子，太恐怖了。那身上都是些什么东西啊？9月坐的马车回去，兄弟5人则是走的路。一路上，季青和季昭眠把3个弟弟骂了个狗血淋头。等兄弟5人到了正屋，就看到9月端坐在那儿。坐。季青和季昭眠倒是一屁股坐了下来。二嫂，难得给你们放1天假，好玩吗？3人腿一软，就差跪下了。简直了！既然管不住自己，那就签了吧。二嫂，我们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我们以后再也不去青楼了，再也不去了。季家家规，季家男人不准嫖，不准养外室，不准叫小官，不准纳妾，犯了就没收你们的作案工具。季青和季昭眠则是事不关己的坐在了一边。说实话，他们本就从来没有进过青楼，今儿这一遭，直接把2人给弄出心理阴影来了。二嫂，饶了我们这一次吧，我们真的再也不敢了。饶了你们，可没有人来饶我们呢。你们去青楼带些乱七八糟的病回来，受苦的是我们，我们凭什么要因为你们受苦受罪啊？3人只会哭嚎着求饶，但谁也不敢起身试图往外跑。但凡敢跑，那下场就是打断腿，然后可能还会被嘎掉。没关系的呀，反正我不让你们死。你们去青楼了也是会死的，知道什么是梅毒吗？3人刚要摆手，却见9月已经开始绘声绘色的讲解起来了，比季青和季昭眠刚刚讲解的还要可怖。你们以为在青楼只有梅毒这么一个威胁吗？
不，弟弟们，你们太天真了。为了让里面的姑娘不怀孕可以多接客，楼里的茶水都会添加一种东西，水银。三人忙不迭的就要去抠喉咙，水银是会死的呀。9月下巴朝着手术刀的位置扬了扬，别光是求饶啊，给我看看你们的决心。今日不可能不见血的，9月一肚子的气，不见点血又如何能够消得下去呢？三人哭得像是死了娘一样，拿着手术刀左右比划了好几下，最后心一横，撩起袖子在胳膊上狠狠地划了一刀。不划是肯定过不了关的。看三人划破了手臂，9月冷笑了一声：罢了，当太监还是不如当官的。就季义清和季昭眠2个人当官，那肯定是不够他霍霍的。弟弟们要听话哦，再有下次我就只能亲自动手。弟弟放心啦，我动作很快的，你们一点都不会觉得疼哦。季州也真是强撑着才没让自己晕过去。既然知错了，那刚好用这血做墨汁，抄写3遍《金刚经》吧。这么好的墨汁可不能浪费了，都用血抄，想必佛祖也能知道你们的决心。三人脸都吓白了，这是连他们的血都不放过，一环接一环的。但三人不敢反抗，解了气，9月站起身，看到端坐在椅子上的季昭眠和季义清，露出个笑容来。大哥和相公可得好好的遵守季家家规哦。我们从未去过青楼。做得好。季昭眠看着9月，真是不管再见几次，9月总是能给他一种新的变态方式。然后同情的看了一眼季义清，却见季义清双眼亮晶晶的看着9月。季昭眠无语。年过完，春闱如期而至，又是一个漫长的9天。9月把人送到考场，就什么都不管了，努力就行了，我不在意最后的结果，才怪，肯考不上，回家就等着吧。前些日子太冷了，9月日日窝在家里，连门都懒得出。今儿个阳光普照，还算合他心意，勉强可以逛逛吧。刚走出小巷子，9月手里捏着的糖画就给人撞到了地上。9月的火气瞬间就起来了。小娘子长得这般貌美，怎么一个人跑到这等偏僻的地方来了？本公子送你回家吧。小娘子你大爷，竟敢调戏我，你是活腻歪了是吧？你可知我父亲是谁？9月笑了，感情拼爹这个传统文化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呀。小年纪竟学些纨绔子弟作败，该死！9月死死的捏着拳头，要不是季义清去考试之前耳提面命，就差给9月跪下般的劝说，让9月千万不可在大庭广众之下杀人，面前这一直叫他小娘子的小公子只能死了。那你知道我爹是谁吗？我怎么可能知道你爹是谁啊？真是巧了，我也不知道我爹是谁。把他给我抓回去！说时迟那时快，9月扬起拳头，半点不用兵器和工具，3下5除2的就把林墨的护卫给解决了，一脚就将林墨给踹翻在地上，然后坐在林墨的身上，一边打一边骂：谁让你叫我小娘子，我让你调戏我，毛都没长齐就敢来调戏人。9月只把林墨打得鬼哭狼嚎的，火消下去了，也终于算是解气了。站起身，然后蹲在哭的眼泪鼻涕都糊在脸上的林墨面前：去吧小家伙，去你爹的怀里好好的哭。你！9月拍拍手，直接走人了。我要杀了你，我让我父亲杀了你，你给我等着！灵王刚下牙，这2天因着春闱的事儿，连他这个没什么实权的异姓王都胡乱的忙了一通，结果还穿着官服呢，就听到自家那傻小子哭得哇哇的。林王妃满头黑线的坐在那儿听着林墨哭，没办法，问了10好几遍了，结果这小子只会捂着被揍的青紫的眼睛哭嚎。怎么了这是？父王，到底怎么了这是啊？父王，我被人给打了。本王知道，但在这大齐，谁人敢揍你啊？别哭了，说清楚。林墨连忙噤声，哼哼唧唧的，只捡着说自己被个小娘子给揍了。到底怎么回事？林墨沉默了一下，还是老老实实说了他调戏人的话。该。林王妃也不想接话了，这不是自己找揍呢吗？可是纨绔不都是这样的吗？母妃让你做纨绔，
没让你去调戏民间的良家妇女。你那不是纨绔，你那是渣子。我看那些人不就是这样吗？旁人是怎样的，你就要学什么样子的吗？你可以去斗蛐蛐，去斗鸡，去招猫逗狗，跟着那些个去跑马玩耍，不学无术就成了。还不下去擦药？看这个样子，这条路行不通了，得再找个旁的方式了。这傻儿子连纨绔都当不明白呢。哪吒，且给你报仇。姐，你可真好。这边的灵王妃看儿女离开以后，看向灵王，如何？可有什么人选了？暂时还没有，咱们要等殿试的成绩出来了再说吧。你虽说要让月儿低价，但也不能太低了吧？本王好歹是大齐朝唯一的一个异姓王了。灵王妃嗯了一声，灵王府只有急流勇退才能保下富贵，不然就会和另外3王一样了。灵月和灵墨在灵墨被揍的小巷子里蹲守了7天，7天也没有看到九月。灵墨，你确定你就是在这里挨揍的？灵墨坚定地嗯了一声，这般奇耻大辱，他怎么可能会忘记呢？身后的侍卫欲言又止，真是棒槌啊！虽然人家是在巷子揍的你，可人也不是住这个巷子里啊，更何况除了一张脸，连人是谁、住哪儿、什么信息都不知道。你们到底蹲这里干什么呢？在终于，灵月和灵墨还是听从了侍卫的话，直接把人扑下去，大张旗鼓地找人了。但找了一整天，还是没有任何的消息。春闱的9天终于结束了，季青和季昭眠一上马车就闭上了眼睛。哎呀，实在是太累了，像是受刑一般。哎，灵王府这是在找什么呢？哎呀，你可小声点吧！我听说呀，是世子被个小娘子给揍了，揍得哭天喊地的。这么丢人？嗨，世子才多大呀，被揍不是很正常的吗？嘘，小点声。又拿着画像过来了。马车外百姓的声音时不时地传入耳中，季青和季昭眠不约而同地睁开了眼睛。主要是一听到什么揍人的是姑娘，是个小娘子什么的，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九月的身上。俩人一起沉默地看着九月。你们俩那什么意思啊？怎么可能是我呢？季青长出了一口气，九月这意思应该就是说明他没有揍人了。哎，没揍人就好。结果九月又说了一句：那人高马大的跟个憨憨似的，怎么可能是世子啊？九月，你这几天打人了？你们都不知道，那傻小子看起来年纪不大，结果竟然敢来调戏我。你被人调戏了？对，所以你说我该不该揍？该呀。只恨九月没将人给打死，竟然敢调戏他娘子，季昭眠心都快要不会跳了。弟妹，他怎么调戏你了？你们可不知道，他还叫我小娘子，真是太过分了。那对方是什么人？你可知道？不知道啊，不过我看到了他的玉佩，上面好像有个字。字？什么字？然后兄弟俩就看着九月在季青的手掌心里一笔一画的描绘那个字，描着描着，九月手默默地停了下来。这字儿怎么越看越像灵字呢？所以，弟妹，当街暴走灵王世子的人，真的是你？九月呵呵了一下，季昭眠想要掐自己的人中了。你们放心啦，他绝对找不到我的。弟妹，为什么会这么确定呢？他问我知不知道他爹是谁，我又不认识他，怎么可能会认识他爹是谁呢？所以我说我不知道。这跟找不找得到人又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也问他知不知道我爹是谁。你怎么回答的？我说巧了，我也不知道。所以你们安心了，他连我爹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可能会找得到我呢？所以弟妹，你知道你爹是谁吗？不知道啊，所以我才说他肯定找不到我的嘛。季昭眠、季青无语啊。大哥不用慌，我有法子了。哦，你有什么法子了？九月当时在治疗沈宗年的时候，曾用过一瓶止血药，那止血药的效果很好。沈宗年曾问过我，能不能用银子把方子给买下来。九月同意了吗？九月早就同意了，只是我们俩要考试，就说等我俩考完以后，他把方子给写出来。
然后再让沈家军的军医前来学习一下是怎么弄的。是了，沈将军在皇上跟前，在灵王面前也是能够说得上话的。我们让沈将军做一个中间人，到时候看看能不能上门去赔个礼。季青把少卿给招了进来，耳语了一番，兄弟俩这才去洗澡睡觉去了。九月冷着脸坐在院子里，那什么狗屁世子调戏他，结果竟然还敢大张旗鼓的找他。当初觉得自己是打中了，今日再瞧，分明是打得太轻了。待到天黑之时，季青这次显然是累狠了。九月穿着夜行衣出去的时候，季青是半点都不知道的。上次夜探将军府没经验，这次九月出来就带了致幻药粉，随便就对着一个下人下了很小剂量的致幻药。世子住在哪儿？那下人迷迷糊糊的眨眨眼睛，立刻就给九月指了方向。九月轻飘飘的进了林默的房间，这口气是要出的。九月没想着要把林默给弄死，所以九月又把林默揍了一顿。揍完人，九月神清气爽的走人了。清晨的阳光照进了屋内，世子，世子起床了，连叫了好几声，床帐内却是没有半点声音。丫鬟壮着胆子去撩开床帐。世子，世子你怎么了？世子，好痛，好痛！怎么了这是啊？叫大夫，快叫大夫！凌王妃一进屋，就看到瘫在床上生无可恋的凌默。默儿，母妃。凌王府找了3日都没有找到行凶的人，而凌默更是对于被打那夜的事情半点印象都没有。终于又到了再一次到将军府给沈宗生扎针的时候，只是今日季青和季昭眠也一同跟着去了。3人一同到了将军府，九月照旧去了沈宗生的院子。季青和季昭眠对着沈将军行了个礼。这是晚辈有个不情之请。季青直接递出了九月的那张止血药的方子。这是九月当初用的那款很好用的止血药。是，当初少将军询问之后，九月有着家国大义的胸怀，立刻就说了要把这方子献给将军，但因我和大哥要科考的缘故，所以这事儿就耽误了下来。主要九月还是担心有人不会做，所以想要亲自教他们弄这药，所以直到今日才把方子给拿了过来，还望将军莫要见怪啊。瞧瞧，这话说的多么的好听啊！好样的，你们都是好样的。此番有一事，让晚辈跟九月都有些惶恐，所以晚辈在这里斗胆，请将军做个中间人。好说好说，是什么事啊？不知将军可有听闻灵王世子在街上被人不慎打伤的事？所以是九月。沈将军也知，卓青性子比较刚烈，所以在听到世子口出狂言之时，这没忍住就……所以你们是想上灵王府去赔罪，让我做个中间人？将军高见。行，你们准备准备，我先给灵王府下个帖子，再登门。多谢将军。无妨，这到底是九月的事情。不过说起来，世子也好几日没有在外找人了，想来那边也不是很在意这件事了。你们上门应该不会受到太多的刁难，要是真的被刁难了，还有老夫在，老夫自会帮九月说话的。多谢将军。又过了2日，将军府那边来信，说明日可以到灵王府去拜访了。季昭眠和季青急忙拾掇了一下家里的东西，这上门赔罪也要有个赔罪的样子。一清，你这箱子里也是给世子送的赔罪礼物吗？大哥，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吗？那就走吧，将军府的人也快要来了。今日怎想起来本王府上还特意下了个帖子？哎呦，说起来这事也算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前几日不是听说了世子在街上不慎受伤的事情吗？嗨，那事过去了就过去了，况且本也是默儿做的不对。沈将军看了一眼九月，九月对着灵王和灵王妃矮了矮身，然后背着季青昨夜特意教他说的那些话，对着灵王和灵王妃赔罪了。灵王越发觉得自己儿子丢脸呐，被这么一个小姑娘揍了就算了，还好意思回来抱着她哭，真是丢了他凌家老祖宗的脸了。无事，你们先坐下吧。林王爷，此番前来赔罪，一清带了些家中读书之时写的文章，
还有自己收集的文章和孤本。一清家贫，拿不出什么贵重的礼物，所以一清斗胆用此作为赔礼献给王爷。这些书和文章，若是世子常读常看常背，定能满腹诗书才华，一举成为都城文人之首的。哦，对了，你刚刚说你和大哥是季家贫，昭绵跟弟弟读书还未有所成，侥幸得了举人的功名。一个弟弟尚未5韶，刚成了童生，还有一个弟弟不成器一些，也才得了童生。好好好，你们家中共有几兄弟啊？怎么个个都是这般成器？堂兄弟共有5个，此番还有一个小弟尚未止学，不才童生试时只得了200多名，并未上榜。在哪儿呢？给本王看看。季青把最大的那个箱子给打开了。好啊，这些可真是送到了本王的心坎上了，本王就厚着脸皮收下了。父王，我听下人说那日在街上那夫人上门来赔罪了。看到林默浑身是伤，沈将军和沈宗年连带着季家兄弟都诡异的沉默了。当时也没有说这么严重呀。不对，前2日好像还看到了林默在街上呢。当时林默只除了脸上有些许的伤外，没这么严重啊。这是……灵王一看到糟心儿子那糟心的造型，更觉得糟心。看沈家父子和季家兄弟的样子，忙道：“哎呀，这不是那日受的伤，前几日夜里，府里不知怎的进了歹人，将默儿给伤成了这样。好不容易养好的伤，却又成这样了。怎么觉得这一出有点熟悉？是怎么回事？大半夜的被打了一顿，这……”沈将军惊讶了一瞬间，连忙回神，立刻义愤填膺道：“什么？竟有歹人进了王府？武成兵马司的人是干什么吃的？还没有抓到人吗？”没有，也不知道默儿得罪了什么人了。大半夜的前来无影去无踪的。王爷督着武成兵马司和京兆府的人都抓了好几天了，也半点线索未有啊。这更熟悉了，来无影去无踪，这不和9月夜探将军府那日一般无二吗？这那不是9月干的啊？沈家父子都有点同情林默了。你还好意思说呀？自己不成器不学好，学着那些恶习，当街调戏人本就该打。人不和你计较，还特意上门来赔罪。这季家兄弟还特意把他们科举之时读的书啊、写的文章啊什么的整理了给你，你可知人费了多大的心力？林默眨巴眨巴眼睛，低头一看，这箱子都能把他给塞进去，那满满当当的一箱子书和文章，他能读到死。林默承受不住一般的往后退了一步。你就是把本郡主弟弟做了个鼻青脸肿的小娘子啊！月儿，怎可这般说话？人今日是上门来赔罪的，给足了你弟弟诚意。此事本就是你弟弟做的不对，你这般说话是要助纣为虐吗？父王，我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和这小娘子头去。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向来也喜欢舞刀弄棒的。这都城中的贵女，哪有能同我玩耍在一起的人啊？打一架吧，打赢了我，你打我弟弟的事就一笔勾销了。但我弟弟那日对你言语调戏的事，不管你输还是赢，我弟弟都该同你道歉呢。9月挑眉，这林王一家和他书上看到的那些个王爷还真的是不一样的很。凌月看9月不回答，又问了一句。9月仰头去看季以清，你看他干嘛？哦，他就是你夫君吗？回郡主的话是。凌月不问9月了，直接问季以清，你说能不能打？郡主武功盖世，卓经只学了点皮毛，定是不敌郡主的。眼看季以清还在那说着文绉绉的听不懂的话，凌月手里本就拿着鞭子，瞬间后退一步，鞭子直接就朝着季以清的身上打了过去。凌月9月捏着鞭子的手臂青筋四起，后槽牙都快要咬碎了，死死地盯着凌月。你在胡闹什么？抱歉，本郡主鲁莽了，你真的不能和我打一架吗？来，好嘛，还是那个莽得不行的9月。好，悬着的心继续悬着吧。狠闺女儿，你给人家塞牙缝都不够使的。姐，你给我报仇！灵王知道自己这个闺女是个执拗的，今日不和9月打一架，绝对不肯善罢甘休的，只得命人带路到演武场去。承让了。
九月气定神闲地站在原地，不拿武器，也没有什么多余的动作，只看着凌月，眼神里自带一股轻蔑，让凌月莫名的有种被侮辱到的感觉。手中的鞭子啪的一声就直接朝着九月而去，而后凌月莫名的就被自己的鞭子给捆了个结结实实。一招，甚至也可以说是九月根本就没有出招。就见九月直勾勾的盯着凌月，贴在他的耳边轻声道：你可以去你父王的怀里哭了。你！九月十分好心的给凌月解开了鞭子，还拱了拱手：郡主承让了，我会打败你的。我等着。凌月哼了一声，没再胡搅蛮缠。这还真是半点不觉得意外，只觉得惊喜。不是，我说能不能不要有这种惊喜啊？这关算是过了吧？应该是过了吧？季兄，你怎么想着给世子送书的呀？哎，疫情佳品，囊中羞涩，也确实拿不出什么珍贵的礼物出来，生怕送的不好，惹了灵王的不快。好在疫情还算是有点才选，只能把今年读过看过的书拿来送人了。其实心里也知道，这份礼物送的十分的不体面呀。沈宗年哦了一声，没怎么怀疑，全然忘记了自家前1个来月才给季家送上了万两银票，还有1马车的好东西。季家人这是第一次到都城来，应该不知道凌墨世子最厌读书的，更不知道凌墨曾经因为读书一事被灵王追打，甚至被关在屋里读书，不然也不会这般投其所好了吧。将军，再有5日就可以手术了，之前让您找的大夫可寻到了。明日他们就到了，到时候九月大夫可以自己选2、3个机灵一点的。九月嗯了一声，上了马车。我说弟妹，那个前几日潜入王府暴揍世子的人，你有没有什么头绪？应该不是那天吧？肯定不会是那天。不对，凌墨肯定不是9月打的。九月睨了一眼季昭眠，弟妹是向来人善，肯定是不会做出那夜闯王府之事啊。确实是大哥想左了，大哥给你道歉，还真是对不住。弟妹真的跟你没关系对吧？你在说什么废话？我就说不可能吧。不是我还能是谁啊？没打死他都是我善良了，弄得现在整个都城都知道有个女子被世子调戏了，我的名声都没了。不该打他吗？我就该直接打死他。悬着的心终于死了，并被再次悬了起来。九月啊，抱歉。陷入恋爱的男人这么恐怖的吗？他应该不会是满脑子都是自己怎么没办法给九月去报仇吧？我说弟啊，你稍微清醒点。九月能在王府来去自如，是因为他武功确实是高，但是你不是啊。就你那空有体格没有武力的样子，恐怕还没进到王府就得被人捅成了筛子。还有，你在这个当口给九月道歉，九月以后做事只会愈发的肆无忌惮呀。古的事情已经确定是北蛮和南蛮联手合作了。既如此，老臣也算是放心了。你所说的那位九月大夫，当真有如此好的医术？回皇上，九月大夫的医术确实高超，但他行医问药总是有些异于常人，是以旁人瞧见了，怕是会觉得他是个庸医。哈哈哈，无妨，异于常人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只要真的能治病即可。皇上说的是。听说明日那九月大夫就要给你家老五做手术了。是，这些日子九月大夫一直在培训老臣挑选出来那几个军医作为助手，也一直在给宗生用药。明儿日子正好，九月大夫说可以做手术了。丰原帝挥了挥手，李总管默默点头。很快就有几位头发花白的御医给领到了御书房里来。医术一类自该是融会贯通，你说那九月大夫的医术有些异于常人，既然如此，就让岑院士去观摩观摩，也好学习学习。那位九月大夫的脾气有一些激进，若是明日手术的过程中有什么不快，还望岑院士多多包涵。
岑院士倒是没有想到，沈将军竟然会为那小小的大夫说好话。要知道，当初沈宗生的腿也是他一言断定，绝不可能站起来的。时间很快来到了手术日，来到将军府的时候，岑院士等几名御医早就已经到了。9月特意让将军府的人整理了一个房间，当做专门的手术室。沈将军领着9月到了屋子外，岑院士等人看到9月，瞬间眼睛都瞪大了。胡闹，简直是在胡闹！这女子太年轻了，这又是个女子，花家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9月只冷冷地瞥了一眼那为首的老头子，哼，迂腐，懒得理会这些人。9月只淡定地对着前来当他助手的2位军医道：“背皮。”说完，李军医和陈军医立刻就知道了9月的意思。哦，背皮？何为背皮啊？老夫不是大夫，并不知晓。然后几个老头子就看着李将军和陈将军正在那刮毛。胡闹，真是胡闹！毛刮完了，很快就有下人端来了麻沸散。这是什么药啊？麻沸散。9月大夫说，手术室里要保持干净、整洁、无尘，所以不宜有太多人。旁边佐伊特意弄了个小窗户，可供各位大人观摩。岑院士几人骂骂咧咧地站到了窗户边，而里面的9月已经在确认麻沸散的药效是否已经开始了。就见9月手里拿着把锋利的刀，直接一刀就划开了沈宗生的腿。岑院士，这又怎么了？皇上不是说只让你们观摩学习吗？你这是怎么了？胡闹，这简直就是在胡闹！那女人划开了吴公子的腿，那么长的一条口子，这9月大夫早就已经告诉过老夫这些了，老夫早就知道了。9月充耳不闻外面的声音，而这个手术一直做了2个多时辰。好了，别到隔壁去观察。9月大夫如何了？情况比我想的要好一些，手术很成功，后续的康复治疗训练什么的跟上了，我想可能要不了2年就能够站起来。狂妄小儿，妄言妄语，痴人说梦，这简直就是在痴人说梦。9月这会儿真的是饿喊了，听到这话很是不屑地翻了个白眼，举了举拳头。哎，9月大夫，不可不可！真的不可以吗？真的不可，这可是派来的。烦死了！饿了，我去给沈宗生打针，今晚我要守着，谨防他发热什么的。真是粗鄙不堪，难堪大人。岑院士已经准备好了一肚子的话要回去和皇上禀报了，对着沈将军冷哼了一声：“我们走。”就冲着你们那样子，9月就是有点什么也不会交给你们。丰原帝沉默地听着岑院士等一众御医义愤填膺地说着关于9月胡闹的手术，那一句句的简直是把9月给定在了庸医的航道上。丰原帝听得微微蹙了蹙眉头，但心里还是没由来的有些烦躁。行了，皇上恕罪。你们先下去吧。岑院士冷汗涔涔地告退。李峰，你说当真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皇上洪福齐天，一定会有法子的。9月，怎么都这个时辰了才吃饭啊？还说呢，刚刚才完成手术。辛苦你了。不辛苦，命苦。说话间，床上的沈宗生蹙了蹙眉头，很快就哼出了声：“宗生啊，腿可千万别动啊，沈宗年，看你割腿要动就按住。”哦，好嘞。9月匆忙又扒了2口饭，吃了个7分饱。父亲，母亲，你觉得如何了？疼。哪儿疼？大腿疼，小腿疼，膝盖也疼，好疼好疼。9月大夫，这是不是太疼了？生儿都被疼哭了，他从未这般哭过呀。行吧，让他们把止疼药端上来，我一早就吩咐人熬上了的。母亲，不用止疼药，儿这是高兴的，这是高兴的哭了。你在胡说什么呢？父亲母亲，儿已经很久不知道腿疼是什么感觉了。疼哭就疼哭了呗，本来就很疼，哭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自己寻了个这种理由。哦，所以你就要这么疼着不喝止疼药？这么一直疼着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不会有问题啊，就是疼啊。那没事，我就想他疼着，我可以好好感受一下腿的存在。行吧，你自己乐意就成。翌日早朝下朝后，丰原帝留了沈将军问话：瞧你今日那喜滋滋的样子，可是有什么好事发生？回皇上的话，老臣府上确实有喜事。哦，是何好事？皇上昨日没有让岑院使他们回话吗？老五的腿手术已经成功了，九月大夫说他的情况很好，或许要不了2年就能够痊愈了。老臣自是十分高兴啊。丰原帝蹙了蹙眉：这些个老匹夫！皇上也知道宗生的腿久未有知觉，但昨个做完了手术，痛了1整天。但宗生很是高兴啊，能再次感受到痛，不就证明九月大夫的手术是成功了吗？那你说的那个九月大夫可有说过，你家老五何时能站得起来？哎呀，说了，说是最多3个月应该就可以站起来，但是想走想跳什么的，怎么也得配合康复治疗1年半载的。好啊！丰原帝是由衷的感到高兴，不为自己，是为沈宗生高兴。沈将军乐呵呵地离开了。老东西，朕要即刻召那九月入宫，为朕调理身体。皇上三思啊！什么意思？皇上，沈将军虽然那般说了，但手术才做了1日，至于后面到底是如何的，谁也不知道。奴才以为不如等上个2、3个月，看看那沈家老五是否真的能够站起来，到时候再召九月大夫入宫，岂不是更好？丰原帝冷静了一下，也是自己一时高兴昏了头。李丰则是有些不安，瞧着丰原帝如今这般高兴的模样，若是那九月还是没法让丰原帝的身体好起来，那小丫头还有命在吗？九月坐在锦物上给沈宗生把脉，沈宗生微微动了一下，然后缓缓睁开眼睛，顿了顿，然后就这么和九月对视上了。水汪汪的大眼睛深情的像是能掐得出水来。九月眉头一蹙，直勾勾的看着沈宗生：哎，你可别喜欢上我，你爹给了好多银票我才照顾你的，这是我该做的。啊，九月大夫请可放心啊，宗生对人妻是没有兴趣的。那你用你那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我干什么？我真的没有。你最好是没有。亲弟啊，你信为兄的，为兄真的没有对弟妹有任何的非分之想。若为兄当真有那等龌龊心思，就让为兄的腿永远都好不了。不行，你腿必须得好，九月的医术是最好的。好的，为兄的腿能好，但若是为兄对九月有那等子龌龊的心思，就让为兄天打雷劈不得好死，这可行。那你为什么要用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九月啊？为兄是疼哭的，不是有意用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弟妹的。九月啊，你要不要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我沈宗生浑身是嘴都险些说不清楚了呀。我让九月给你开个止疼的汤药吧。求劳亲弟了。应该的。在将军府待了5日，沈宗生的腿算是没有任何的危险了。两口子就这么带着1沓银票归家去了。说话间就到了自家宅子的门口，季青照旧先下了马车，九月随后直接跳了下去。季青抿抿嘴：九月，怎么了？以后能不能让我牵你上下马车？怎么嫌我举止不雅，配不上你季公子？不是啊，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就是想牵你嘛。你居然是这挂的，想不到啊，想不到，粘人的小奶狗类型，好吧，1.9米几的小奶狗，反差也太大了。姐，给你钱。两人刚迈了2步，九月猛地听到了破空声，是鞭子。九月的眉目瞬间变得很利，一把抓住了那鞭子，然后猛地朝着自己的方向一扯，凌月又被九月用鞭子捆住了，还是只是一招。九月很是无语的给凌月解开了鞭子。这人是什么毛病？打又打不赢，非要来此犯贱。我会打败你的。凌月狠狠地瞪了九月一眼，然后在九月的手上塞了一张100两的银票，接着就拉着凌墨华丽丽的离开了。怎么回事？这是他脑子是不是有病啊？是不是想跟你道歉，
但是又拉不下脸来，所以就给你银票啊。九月哦了一声，半点不怀疑季青的猜想。日子匆匆而过，随着放榜日的到来，九月头一次兴冲冲的要去看榜。只是刚出了门，马车才走了一息，那人山人海的架势立刻就劝退了九月，直接就从马车窜下去了。我觉得在家里等着你们回来说是一样的，一样的惊喜。说完，九月噔噔噔的就往回跑了。好了好了，弟妹的性子啊就是这般，你也莫要太过于伤心了。再说了，那放榜的地方那么多人，你也不怕被九月真的挤出个什么好歹来啊？其实不是被挤出个好歹来，是怕九月被挤出了火气，然后来个大开杀戒，要不就是大开打戒。他们兄弟俩可能就是前一夕在榜上，后一夕就在京兆府。我没有伤心，就是不知道怎么了，老是想黏着九月罢了。只是这话就是对着亲哥哥也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直到快午时，兄弟俩都还没有回来，九月不得不为自己英明神武的决定拍手叫绝。不过一会儿，巷子里就开始了敲锣打鼓的。九月一愣，直接飞快地朝外跑去。果不其然，报喜的官差来到了他们住的地方。10年苦读未今朝，金榜题名喜若狂。季昭眠19名，季义清23名，兄弟俩的成绩都十分的亮眼。九月就差在门口转圈圈的蹦跶了。少卿给了报喜官银子，还可以敲锣打鼓的回清水县报喜，也让季家人感受感受吧。送走报喜官后，门还没有关上，就有媒婆上门了。媒婆看着九月，显然是事先了解九月的身世背景。不说其他，就他们介绍的，那怎么都算是都城里的官员之女啊。先不说极品，那怎么都比九月这么一个毫无助力、毫无背景的孤女好得很多吧。若是九月识趣儿，那就该主动下堂，还季义清一个锦绣前程。哼，说是一个男人事事都要依靠自己的妻子岳丈，那只能说明什么？说明他无能。这样的人还会有什么作为？你这是擅妒啊！犯了七出的，季老爷就该把你直接休了。让他试试。少卿，送客。以后但凡没人上门，不管是来做妾还是做妻的，直接大棍子打出去。请。哼！九月回了堂屋，看到季昭眠。大哥，你自己的媳妇儿，你自己可得上点心。我暂时还未有这个打算。啊，无妨。等殿试过后，若是我跟大哥都留在都城，就让爹娘上来操持。成婚的事儿，也不好马虎仓促决定的。有道理。看看他和季义清这盲婚哑嫁的，过得多好啊！为了让季家几个兄弟能更好的当九月的牛马，九月让少卿在都城选了个书院，让季周野三人进去就读。然后三人立刻就麻溜的卷着铺盖卷儿滚去读书去了。宅子里一时间就安静了下来，而且今日还正好是季昭眠和季义清参加殿试的日子。待两人离开，九月这才出门。今日要去将军府一趟。九月前脚刚跨出门，后脚熟悉的鞭子又一次迎面而上。真是烦人。凌月眨巴眨巴眼睛，顺从的被九月用鞭子捆住。我会打败你的。虽然有银票给，但每次这般来搅扰，九月实在是有点烦不胜烦，直接就把凌月给扛了起来。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姐，哼，你也跟着进来。你要对我们做什么？这话不该我问世子和郡主吗？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凌墨低垂着头，凌月闭着嘴更是难看。不管他怎么练，怎么用功，九月只一招就能够将他拿捏住，这实在是太伤人了。这是最后一次。那以后我不能再来找你切磋了。你管这叫切磋？我这不是单方面吊打你吗？你想打赢我，重新投胎来得更快。说话间，少卿连滚带爬的进来了。一进屋看到九月只是站着，而林王爷的一双儿女除了表情有些委屈外，还是好胳膊好腿的。少卿感觉脑袋都清醒了不少。鬼知道刚刚宅子的下人疯狂的跑到书斋去找他，说九月把林王的一双儿女掳回家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脑袋都有点风雨飘摇了。怎么每每都是姑爷和大伯哥有事且不能中断的时候，九月总会做出点让他们胆战心惊的事情啊。少卿，送客。是，东家。
不要再来做这些无用功，很令人心烦。殿试只出一题，有时候是皇上亲出，大部分时候是由内阁几位官员出了试题后给皇上选。殿试的时候，皇上是不会亲自来场观看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场内考试的人里面有他感兴趣的人，而今日季青和季昭眠就是封元帝想要看的人。一个是9月的相公，一个是9月的大伯哥，同为一家，一门双星。好，若9月当真有那个本事。封元帝缓缓在考场里来回踱步，眸光时不时地掠过场内的季青，越看越有些挑剔。这般五大三粗的，听说那9月还挺娇小的，长相也就那样，勉强可以配得上吧。能到殿试，脑子也没有什么问题。行吧，勉强般配。不过封元帝从未干涉过科举，哪怕到这个时候有心抬举一下季家兄弟，也要看看这俩人能不能凭着自己的能力真的站到他的面前来。一大早，季青和季昭眠到了金銮殿，这是所有考生离天子最近的一次。前10名里没有季青和季昭眠，但也算是站在了前排。站在前方的大多都是世家子弟，季青和季昭眠两人算是不分伯仲。封元帝的朱砂笔在前面几张试卷上踌躇，又再次看了看季青和季昭眠。罢了，就当作是9月治好了沈宗生，又给大齐挽回了一个虎将的报酬吧。探花，清水县季家村季义清。好的，季义清就是前面20里面长得最好看的，真不怪封元帝要把这人点作探花。谢主隆恩。接下来就是游街了。来了，震耳欲聋的声音自街头传来，随着状元郎的身影缓缓进入视线，9月脚一点，视线中竟只看得到那个人了。其他所有人都成了陪衬，明明不是状元，但那人仰起头来对上9月视线时，眼睛一弯，嘴角一咧，笑得实在是开心。季青一眼在街两边的店铺里看到了9月，憨憨地对着9月咧嘴。9月扑哧一声笑了，踮起脚尖就把那束花朝着季青的方向抛。季青全然忘记了其他，心心念念的只剩下9月手里的花，长手一接，那老大一束花就落到了季青的怀里，将人砸了个晕头转向。嘿，谁呀？这是也不怕把探花郎给砸晕了？天哪，那花怎么那么大？探花郎还收了？呵，这姑娘可真是热烈奔放。那不是，那是我娘子。说着，季青单手抱着花，一只手抓着缰绳，心里美滋滋的。游街结束，季青等所有新科进士还要到宫里听宣。9月一路回到家，还沉浸在这个热情里面。少卿是真的高兴，这家里啊，终于多了2个顶级牛马。以前虽然也是9月的牛马，但总归只能算是普通人。现在当官了，权力可不一样了，他应该可以缓缓了吧。待季义清两人到家之时，天色已经彻底的暗了下来。季义清的手里还捧着9月在街上丢给他的那一束花。季义清在哪？只见9月跑到跟前儿，也不在乎现场还有没有人，往前一跳，就直接扑到了季义清的身上。季义清把花往季昭眠的身上一塞，手就拖住了9月的腿，将人接了个满怀。你怎么这么棒啊？季义清笑得灿烂，拖着9月往屋里走。季昭眠看着两人的背影，撇撇嘴，酸不拉几的捧着花，有娘子了不起啊。季昭眠长叹一声，抱着不属于他的花往屋里去了。季义清一路抱着9月回房，进了屋子才觉得两人这般姿势不雅，但也什么都顾不得了。他考上了，他可是探花郎，怎么就不能够抛弃礼义廉耻的高兴一下呢？亲我。就这么点小要求，满足你。季义清脚步不停地往床榻方向走去，直到把9月轻轻地压在了床上。季义清还是觉得今日有些像是在做梦，看着身下微微喘气的9月，难得9月予取予求，又身处这般氛围，季义清脑子都不会转了，满脑子都是和9月更进一步再进一步。那想了不知道多久的事儿，似乎就有了出处。季义清胆大包天地捏了捏9月的耳垂，
软软小小嫩嫩的，换来一记九月的白眼儿，但总归是没有把季青的手给扒拉开。九月，你知道人生四大喜吗？九月微微勾唇，像个妖冶的狐狸精般，指尖一挑就把季青的衣襟给挑开了。待季青起床之时，九月还在酣睡。想起昨日九月第一次送他花，季青也顾不得其他，顶着季昭眠哀怨的眼神出声道：我的花呢？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他昨日跟九月你侬我侬，还把花塞到我怀里，那花半点都不属于我，我还必须给人收好放好，要不然就会这样。童蔫了，当然是扔了。扔了？骤然拔高的音量把季昭眠吓了一跳。扔哪儿了？没扔，在屋里呢，我拿了个花瓶插起来了。谢谢大哥。季昭眠难得十分没有形象的翻了个白眼儿，趁着季青去折腾花去了，季昭眠还是拿着信到镖局去了。九月已经说了几次要把家里人给接来都城的事，若是以往，除开父母之外，其他人想都别想。但是此番所有人都被九月收拾得服服帖帖的，这来与不来倒是也无妨。更何况此番是九月千叮咛万嘱咐的让家里人上来，我又何必跟九月对着干呢？姐，你看吧，我就说他是季家的那位大哥。昨儿游街，姐弟俩当然是不会错过这么热闹的，所以姐弟两人也知道了季家兄弟，一个是探花，一个名次也不低，二甲进士。凌月从马车里出来，居高临下的看着季昭眠，到底身份有别，又是在大街上。季昭眠拱手就要行礼，被凌月之间拦住了。不用行礼了，我有事找你。季昭眠一脸懵的被凌月带到了旁边的茶楼。俗话说，长嫂如母，季家如今做主的主母只有九月一人，但若是大嫂在家呢，那不得事事都听大嫂的，大嫂可就相当于母亲了。凌月一想这个，脑子里就不自觉地想起九月在他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止不住的心情好。不知郡主找我，这是有何事？我们成婚吧。郡主，不可开这样的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郡主千金之躯，昭眠无才无德，又如何能同郡主相配呢？无妨，配不上也没事。本郡主觉得你还行。郡主，我们的差距实在有些太大，郡主还是不要开这个玩笑了。该不会是郡主被九月打败之后心有不忿，特意来给我使绊子吧？然后让我跟九月心生嫌隙，利用我从而瓦解季家内部？不，绝不能做这样的事。俗话说长嫂如母，我们成婚，我就是你娘子了，也就是九月的大嫂了，以后家中事可就我说了算了。长嫂如母，这凌月郡主该不会以为嫁给了我就能够压九月一头了吧？我的天哪，真有人以为这世上能够压九月一头吗？别说你长嫂如母，就算是我母亲、父亲跟继奶阿爷，家中的长辈有一个算一个，谁能压住九月？还长嫂如母，亲娘都没有，长嫂还敢造次，这就是他真实的想法。九月可是个赤诚之人，虽然行事偶有逾矩，但也是把季家拉出泥坑的人。季昭眠本着自己是大哥，姑且也是长辈，那自然就会爱护九月的意思。郡主想通过成婚，是因为想在辈分上压九月一头吗？你放心，我父王和母妃本就想在今次的荆轲进士中为我择选一进士成婚，你也算是勉强符合要求吧。郡主跟世子实在是折煞昭眠，昭眠实难与郡主相配，还望郡主莫再有此等荒唐的想法。今日一事，一旦出了这道门，昭眠就当从未发生过。怎么，你这是瞧不上本郡主？能得郡主青睐，是昭眠三生有幸，但是昭眠知道自己同郡主之间的差距，昭眠的家世样貌方方面面都不足与郡主相匹配。郡主同昭眠成婚，实在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是昭眠配不上郡主，又怎么可能会是郡主配不上昭眠？
待季青把九月收拾清爽齐整，抱着九月沉沉入睡之时，方觉出此生圆满。终于同房了。鬼知道他每夜能抱不能吃有多么的痛苦。果然啊，人生4大喜，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季公子倒是也不必这般妄自菲薄，你放心好了，我的婚事本就是一滩烂泥了。若是你有喜欢的姑娘，我们成婚后，你也可以将那姑娘接进府里来，我绝不会为难于她。郡主说笑了，郡主千金之躯，若真是同我成婚，本就委屈郡主，更何况还要与人同室一夫呢？再者，季家家规，男子不可纳妾，不可嫖妓，不可养外室。说着，季昭眠谨慎地闭上了嘴巴，本意是想要让凌月知难而退，让凌月觉得季家家规森严。但说着说着就发现，季家的家规对于女子来说，简直是模范相公的标准啊！果不其然，凌月眼睛微微发亮。当真？确实如此。凌月和凌墨对视了一眼，凌墨这会儿觉得看到季昭眠可真是太顺眼了。罢了，今日的事情出了这道门，就当没发生过。季昭眠也不知道凌月怎么突然就这般了，但既然凌月愿意当此事未发生过，那他自然也是要领情的。多谢郡主。说完，季昭眠忙不迭的就离开了。姐，好不容易找到个合适的，你怎么就不愿意了？你没听到吗？季家的家规，不可纳妾，不可嫖妓，不可养外室。那不是好事吗？于我而言是好事。若是他有自己喜欢的姑娘，勉强娶了我，却又要因为家规和相爱之人分开，我不就是作孽了吗？我的身份看似高贵，但其实稍有不慎，行差踏错一步，就是万劫不复。多少双眼睛盯着林家，高位之上那人是个好君主，虽疑心重，但总归也是给了林家该有的荣耀。但总有人不想让林家好过，非要把林家给扯到漩涡中央。我不过是万般皆不由己罢了。所以凌月看到九月活得肆意潇洒，其实更多的是羡慕。说句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凌月是想要和九月交好的，就算做不了闺中好友，凌月也想同九月亲近一点，再亲近一点。凌墨不讲话了，凌月的婚事艰难，他以后也不遑多让，他要隐藏自己，不能太过于优秀。虽然他本来就不优秀，心里有些难过。姐，我们走吧，回府，看看父王母妃给我选了哪家的夫婿，我好上门给人个下马威，立立我的威信。没过几天，季昭眠和季青的官位就下来了。季青不出意料去了翰林院做了修撰，比较意外的是，季昭眠去了大理寺，任大理寺评事，正7品。兄弟俩都能够留在都城，这简直是意外之喜。为表仪式感，九月兴冲冲地拿了个熨斗，想说要给季青熨个官服。然后九月看着官服正中央那明晃晃的洞，有些艰难地咽了咽口水。虽然知道我是个生活白痴，但也没想到这么白痴啊。季青进屋，结果就看九月和桌上的官服大眼瞪小眼的。季青的头皮麻了一下，好在只有拇指大小的一个洞，季青知道自己能补。你是不是嫌我笨手笨脚的？怎么会啊，你只是不擅长，每个人都有不擅长的事情。你看你医术多好，银针多厉害，但我就不行，我抓着针就手抖。所以你不会熨衣服，怎么会是笨手笨脚呢？再说了，你这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的，要是事事都拔尖儿，可让旁人怎么活呀？娘子，你好歹也得给旁的姑娘留条活路不是？这话中听，文化人拍起马屁来，真是让人觉得心旷神怡。九月被夸的立时就忘记了自己把季青的官服弄破了个洞的事儿，捧着季青的脸吧唧吧唧的亲了好几个下，然后就被某个食髓知味的大尾巴狼压到上去了。别管季青说了多少情话，拍了多少马屁，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有肉吃就成。直到九月迷迷瞪瞪的睡着了，季青才起身就着油灯一点一点的缝补自己的官服。第一天买的是试了试，还没正儿八经的穿在身上呢，就要先缝补了。一连好几日，九月就对季青和季昭眠上班这件事失去了兴趣。然后九月就暗戳戳的到了沈家去了。羊毛当然是不可能只薅一次的，今日可以试试看能不能站了。
沈宗生一脸激动，沈夫人喜极而泣。不好意思啊，九月大夫，我就是有点太高兴了，你别见怪啊。不妨事。沈夫人站在沈宗生前面1步远的地方，眼含热泪。生儿，生儿，站起来了。沈宗生脚一用力就想往前迈，别动，说了先站。沈宗生条件反射地站在原地。恢复的还不错，现在每天站立时间最好别超过半炷香，欲速则不达，别太操之过急了。应该的，应该的。待从沈家出来，9月又捧回点东西，虽然不是银票，但现在家中也多了不少稀奇古怪的好东西，随便拿出去一件都值不少银子。沈宗生能够站起来的消息不出意外，很快就进了宫。你亲眼所见？回禀皇上，臣亲眼所见，沈宗生站了半炷香，腿已经好了，现在主要是康复治疗。准备一下，朕今晚要到沈家去。哦，是。已近午夜，快要宵禁的时间，沈将军被从天而降的令牌给吓到了，一抬眸就看到了神龙见尾不见首的鹰眼首领鹰一。沈将军，接驾了，陛下到了。这大半夜的出动鹰眼首领，自宫内到此来，难道是古的事情，还是北疆有事，亦或是别国的细作潜入大齐来了？沈将军百思不得其解，心有戚戚。皇上的意思是，您要看小五的腿？沈宗生还能站吗？沈将军其实也不知，但丰原帝大半夜的过来，就算9月说了每日只能站半炷香，但再站1两息应该也不是问题。沈将军往沈宗生的房间走去，沈宗生没有依靠任何人，而是自己艰难地站在原地。不过2息，沈将军就走了出来。丰原帝内心难以平静，把人秘密带过来。是。嘘，有人来了。说话间，9月已经穿戴整齐，缓步到达院内。果然守夜的卫士和看门的小厮已经昏睡过去了。9月只瞧了一眼，就知道来人并没有伤人性命。9月不知对方的身手，但粗粗一眼判断应该同他不相上下。但一站到院子里，暗处影影绰绰7、8人，个个武功都不低。来者不善啊！而迈一步出来的季青一看到站在院内的人，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季青如何能不知道这人是谁呢？那日丰原帝钦点探花，这人就站在丰原帝的旁边，常在御前，是皇上面前经久不衰的大红人。传言李丰之所以叫李丰，那也是给丰原帝换命的。不若李丰岂敢用丰字，那可是忌讳。但常人就算是想给皇上换命，也是不够格的。可见李丰在丰原帝的面前多得脸。两方对峙，季青刚想开口询问，就见9月的手正在自己的腰后伸去，这是9月要动手的意思了。季青心都颤了颤。不知各位深夜到访，是否是有什么事情？咱家深夜前来，自是来请9月姑娘的。但到底是何人找9月呢？难道是皇上？皇上找9月干嘛？看病啊？可宫中那么多御医呢，9月难道又揍了什么不得了的人物了？想到此，季青往前一步行礼。不知下官可否陪我家娘子一同前往？季大人。只堪堪喊了一声季大人，但其中不言而喻的威胁还是让季青闭上了嘴巴。9月也大概听出了点意思，这人找他是有什么事情。无事，我去看看就回来。季青一回头，眼眶都是红的，完全一种9月要上断头台的感觉。在家等我，别担心，没事的。季青生死离别一般，一把抱住9月。哎呀，只是去给皇帝看个病，怎么一副要死了的感觉？若是李丰知道9月的性子，知道9月做下的种种战绩，就不会觉得季青的担心是多余的了。毕竟9月从来就不知道自己能闯多大的祸。大哥，大哥，出事了！季昭眠直接翻身从床上爬起来。9月之前收了一个什么活字印刷，魏州之前已经做出了一些，还有你之前不是问了9月关于疫病的防治吗？整理好了吗？整理好了就可以献出去了。9月你又揍了谁？这2样东西够不够把人捞出来呢？那模样简直熟练的令人头疼。只是9月随口提过的，不管是什么东西，季家兄弟都会想方设法的还原出来，为的
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用到这些东西换九月一条命。带九月走的人是李峰，就是在御前伺候那位的。怎么回事？九月被皇上抓去了？也不是抓去，那李总管还算是挺有礼貌的，说是请。请九月？为何？是因为什么事？我们罗列一下，把九月这段时间有可能得罪的人都给列出来，再把九月的优缺点写出来，看看是不是有别的可能性。季义清很快把九月的优缺点给罗列出来了。至于得罪人，好的，两人还真的是半点头绪都没有，因为九月从来不按常理出牌啊。季昭眠看着纸上的那些娇媚可人、大气优雅，真的是有点忍不住了。你能不能分个场合啊你？季义清觉得自己写得很正确呀，脑子里刚刚还顶着掉脑袋的风险设想了一下。丰原帝看上了九月的美貌，所以丰原帝也来抢人了。要不是那仅存的良心让季义清明确知道丰原帝是个好皇帝，不然这个荒唐的念头就会占据季义清的所有心神。列着列着，两人都沉默地看着关于九月医术的那一刻，对视了一眼，两人不敢出声，只对了对口型。诅咒，诅咒。义清，莫要太过于担心了。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办？先不管九月到底是去做什么的，我们先把这些东西整理好。过2日如果还没有消息的话，我们找个中间人，看看能不能献上1、2个，至少要确认九月的安危再说。季义清很快就镇定下来。是的，他不能乱，不管九月到底是去干什么了，他都会想方设法把九月给捞出来。当李峰撩起了轿帘，看到里面睡得人事不省的九月的时候，诡异的沉默了一下。唉，真不知该说这姑娘是心大还是目无尊卑了。殿前失仪，轻则打板子，重则丢命的不是没有啊。李峰轻咳了2声，九月的眼睛猛地一下子睁开，那瞬间像是捕捉猎物一般的狩猎者的眼神，让李峰的心惊了一下。这九月的身份怕不只是宫女那么简单，刚刚那双眸子是嗜血的人特有的，狠厉、残暴，没有人味。看清对面的人，九月的眸光瞬间沉静了下来，变化快的让李峰以为刚刚那瞬间被狩猎者盯上的感觉是错觉。李峰直接把九月带到了养心殿的偏殿，然后让鹰眼的人看着九月。九月随意的看了一眼，没什么太感兴趣的，自顾自的找了个地方窝了起来。还没有醒吗？奴才立刻去叫九月大夫过来。御膳房到底是御膳房，和民间厨子还是有点区别的。想我九月也是吃过御膳房膳食的人，也不枉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古代走这一遭。正胡思乱想着呢，李峰急吼吼的走了进来。得了，终于要干正事了。再不说让他干嘛，他没准就要把这个皇宫给弄得天翻地覆了。担心九月的身份被人察觉，李峰特意的给九月换上了一套太监服。有生之年竟然还有穿太监服的一天。直到被李峰领到了御书房，九月眨巴眨巴眼睛。快快行礼。哦。九月到底是学习过的，还是很快就跪了下来，给丰原帝行了个大礼。九月参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大体上应该是没错的吧？罢了罢了，姑且就当这个九月是个缺心眼儿吧。起来吧。这完蛋，被电视剧荼毒太多年了，什么都没记住，光是记住太监听命令的时候要遮了。丰原帝更是直接笑出声来。活的皇帝，活的，光从历史书上了解，还有博物馆里那些画像，到底和真人还是区别太大。你可知朕找你来干嘛？九月压根儿就没有往医术上面去想，毕竟皇帝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其中当然也包括大夫。所以九月开始想，自己是不是不小心把太子揍了一顿，太子回家告家长了。但不至于吧，太子又不是林默那种愣头青。难道丰原帝秋后算账，要和九月算他揍林默的账？但这都过去多久了，这秋后也太后了点吧。九月摇头。听闻沈将军家的沈宗生可以站起来了，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你。难道皇帝是看我算是个可造之才，
要把我收拢到御医院了。不要我不想上班，更不想996。再说了，这古代御医可是高危职业，那书上不就写了吗？要是治不好，这就让你全家陪葬。这都不是高危职业，这是酒足消消乐职业。但这都显而易见的事情了，九月也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只能老实的应答。风原帝边听边沉思，两人你来我往的说了不少。风原帝频频点头，赞赏的说了2声该赏。九月呲着大牙傻乐，没想到给沈宗生治腿还有意外之喜。既如此，那想必你的医术很好了。那是自然。那骄傲的小模样让人一瞧就知道他尾巴又翘起来了，谁都不可以质疑他的医术，谁都不可以。那你给朕看看。风原帝坐在龙椅上，就看到九月目光炯炯地瞧着他。九月大夫，不用做点什么准备吗？这可是给风原帝看病，这么草率的吗？看九月捋袖子的架势，像是要直接上手一般。啊，不就是把个脉吗？我需要做什么准备？风原帝走到侧边坐了下来，九月一屁股坐到风原帝的旁边。李峰惊叹：御医把脉都是跪在风原帝旁边把的呀，这季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见九月已经抬手闭眼开始把脉了。九月把着脉，没过多大一会儿，眉头就蹙了起来。另外一只手一起吧。风原帝和李峰的表情都不大好看，主要是九月的表情实在是太过于严肃正经，压根儿没有刚刚嬉皮笑脸的模样了。整整半刻钟，九月一边闻一边把脉。如何？有了一点点头绪，但还需要佐证。所以朕是怎么了？皇上，九月需要更多的资料来佐证自己的猜测，还望皇上能让九月探查一下皇室成员以往的脉案。你的意思是说，皇室所有人都有可能有问题？皇上，九月还没有确认，所以不敢说话。风原帝站起身，九月话里蕴含的意思不言而喻。毕竟他要看的是整个皇室的脉案，也就是整个楚家一脉都有可能有问题。是没有把握，还是觉得事关重大？风原帝定定地凝视着九月，九月不卑不亢地跪在下面。反正就算要杀了他，他也要看过脉案确认了以后才会开口。不知过了多久，风原帝才看向李峰：给他，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寻个妥帖的地方让他好好看。而这边的季青苦哈哈的在家里待了2日，九月半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连他是否还活着季青都不知道，只能和季昭眠一道去找了沈将军，还不敢说是因为要找九月。沈将军，下官前段时间研究出了个有利于民生的东西，想要献给陛下，望沈将军引荐一番。沈将军则完全没有往其他方面想，被季青和季昭眠科普了一番活字印刷术的功能。风原帝看着底下跪着的季家兄弟，科举唱名那日看到了季青，这会儿再见，不止见到了季青，还见到了季昭眠。不得不说，这季家是真会生孩子呀！看看人这2个孩子，年纪不大，沉稳聪慧，风神俊逸，稳重优雅。只是这俩人说活字印刷术3里9月的，这是担心我把九月给弄死了呀。看这俩人精神头都不好了，看来九月在宫里这3日，两人怕是一直提心吊胆的。风原帝又想起了密室里的九月，那是顿顿不落，还要点餐呢，吃得好，睡得好，没准出宫的时候脸都要圆上一圈了。这俩人巴巴的把活字印刷术给献上来了，话里话外都是说这东西是九月的一个念头，他们只是付诸行动，功劳都是九月的。就算九月真有什么不敬的地方，看在九月是个能人的份上，网开一面。做相公，做大伯哥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诚意十足了。罢了罢了，皇后见到九月实在喜爱，所以就留在宫里住了2日，倒是忘记同你们说了。既如此，朕就让皇后带九月出来同你们见见，还得再过2日才能送她回去。听见这话，季青身子放松了下来。看样子和我们当初设想的一般无二。九月进宫确实是因为那个诅咒，但是秘密进宫的，连沈将军等人都不知道。风原帝看向李峰，李峰很快的点了点头，这是要李峰去和九月说一下，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九月连看了3天脉案，心里的把握升到了5成。再查看了一下宫里是否有他设想的那种东西，把握就至少能到了9成。
只要药材齐全，九月觉得把握可以到10成。哎，九月大夫，哎，李公公，你来啦！李峰唇角微扬，九月面对他和面对任何人都是一般无二的，就是这种感觉让李峰看九月越看越顺眼。我刚看完所有的漫，你就来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今儿中午吃什么呀？九月大夫，季大人来了。什么季大人？他来了关我什么事啊？季义清季大人，您的夫君。我把他给忘记了。不提还好，一提九月就觉得自己想季义清想的不行。九月大夫啊，皇上的意思是您在宫里所做的事情必须要保密。那是自然了。唉，没看到人还不想，看到人就真的是很想了。季义清！季义清听到了声音，一个转身就看到了日思夜想的九月。季义清也急走了几步，九月一个跳跃，季义清大手一张，顺势就拖住了九月的屁股，抱着人飞速的往前2步，直接进了屋。是好好的，是鲜活的。一直悬着的心，终于在拥有九月的瞬间落到了胸腔里。季义清看着季义清全心全意都是他的样子，九月模模糊糊的有点感觉。这是喜欢吗？季义清对我是喜欢吗？你怎么了？我没事儿，你还好吗？好啊，你都不知道，御膳房的御厨做饭可好吃了。不过我还是有点想二婶的手艺，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了。季义清把九月轻轻地放到地上，双手揽着九月的腰，半点不想放。快了，新宅子也打扰休息好了，等你回去就可以直接住新宅子了。真棒！你好吗？有没有好好睡觉？累不累啊？当然好啦，你也不看看我是谁。季义清不多问，也不胡乱打听。那是，我们九月啊，完美无缺，什么事办不成，旁人只有羡慕的份儿。真会夸人，夸得他飘飘然的。就九月这性子啊，若不是季义清一直纵着宠着，犯了错不责怪不说，还一直给九月扫尾擦屁股，不然就九月这性子啊，这会儿只怕只能亡命天涯了。两人抱着说了会儿话，季义清知道自己该走了。九月在宫里是做正事的，他只要确定九月好好的待在宫里就成。摸了摸九月的头，早就想摸了。我要先走了，你好好的，别累着自己。我等你回家。没事，我会抱皇上的大腿。好，先回去，把那些该整理出来的整理出来。不管如何，我一定都要往上爬。是啊，他们没法稳扎稳打的。九月的本事，九月的能力已经入了风元帝的眼。若是他们一直这般弱小，如何保护九月？如何保护自身？所以他们必须往上爬，爬得高高的。若是下次再遇到此类事情，不至于被动的连人的面都见不到。李公公，你能不能帮我找2个功夫好的？我要在后宫转一圈。后宫？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转哪里。就是陛下和其他皇子公主住的地方，他们经常去的地方什么的，我都需要转一转。皇子和公主们都有专门的住所，没出宫之前，辈分高的嫔妃可以自己生养孩子，但到了一定的年纪，都需要去皇子所。成，那就先看皇子所吧。我还是要把整个皇宫看一眼，若是可以的话，皇上经常待的地方是最需要看的。九月大夫，请稍等，带奴才去回禀陛下。对了，我那日和陛下见面的地方，我要第一个看。那是御书房。有多少机密在御书房？李峰不说，九月也知道，但那是所有皇帝待的最多的地方，不得不看。九月坚定地看着李峰，我一定要看，御书房一定会有收获。好。九月大夫，陛下派我来协助你。九月知道这事儿可以了，点点头，跟在英依的身后走向御书房。你有想法了？回皇上，有了。待验证之后，就知道九月的想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了。那就去证明给朕看。就看到九月在御书房走走停停，时不时的抬头看看，低头瞅瞅，那神叨叨的样子
让英一的太阳穴一直突突地跳着。九月走到了书桌的面前，映入眼帘的金丝楠木制成的椅子密丝合缝的。英一、冯元帝和李峰都不知道九月到底是要在找什么东西，刚要开口，就见九月不知道从哪儿摸出来了一根银针。李峰瞳孔一缩，呼！话还没说完，就见九月用银针针尖挑开了椅子正对着的一块看起来光滑无缝的地方。只听咔的一声，那明明看起来是一整块板子的地方裂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随着九月的动作，那口子里咕噜噜地掉出来几颗黑色的小药丸。九月捏着药丸转身，就见英一和李峰扑在了风元帝的跟前。怎么了？这是何物？这东西生长在极寒之地，名为决宁子。有什么作用？九月蹙了蹙眉头，看着风元帝的表情，有些不知道怎么说。